欢对青楼有种归属感，而且那里面的姑娘都很客气。哥哥们好久没来看妹妹了，哥哥快里边走呀！哥哥今儿想点什么呢？有青鸾在天，还有并蒂花开。哥哥多吃些菜，来，妹妹喂你喝酒。那声音听了让人半边身子都酥了。此刻抱着涂扇到了青楼外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就是我熟悉的样子。我吃这里的菜可好多年了，这里松鼠鱼、东坡肘子可是拿手菜。这里当家的姑娘叫红颜，而且红颜胸大嘴小腰肢软。哦，对，就是她。哎，他们不是白天夜里都开门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关着门了？今儿我可是带你来天下间最快活的地方。秦欢的双眼发亮，他以前住在地下，总是听得上边人碎碎念，不断的称赞：好快活，好快活，快活似神仙，神仙来了都不换。就是这句话引得他多年都忘不了。我可是听人说过，这里女人来了惭愧，男人来了流连忘返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表现出不是第一次来的样子，我可是有经验的。进门就要说，将你们最漂亮的姑娘带给我看看，一定要那身娇体软的，功夫最好的。你知道什么是功夫吧？嘿嘿，反正我听说是能让人快活的功夫，等会儿我去试试。秦欢踮着脚扒拉在门上，将那门拍得咣当咣当响。此刻那老鸨吓得心口猛跳，看向屋内的姑娘们，姑娘们早已吓得花容失色，脸色苍白。没瞧见人呀，就听见门在哐当哐当响，没听说鬼也嫖啊！妈妈，快救命啊！花妈妈，快救命啊！花妈妈，你去看看。一步三回头，满是哀怨的朝屋外张望了一眼。哎呦妈呀，有鬼呀！舌头全是吃人的舌头呀！花妈妈只看了一眼，便惊得倒退了3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秦欢将爬到他头顶的涂扇扒了下来。你不准朝着缝隙张开嘴，鼓着眼睛看着他。涂扇一听，又委屈地撅起了小嘴，委屈巴巴的：开门呀，开门呀！我还带着钱呢，带够了钱呢，可是个大金主，一定能让姑娘们快活的。然后他又踮起脚朝屋内张望，正好那红颜姑娘不信邪，正趴在大门底下朝外看，只隐约瞧见白色及地的长裙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，仿佛血迹一般。再一瞧，竟是没有脚掌，只有一点点脚尖着地。有鬼，真的有鬼！红颜吓得面色巨变，还未转身，便感觉什么东西扔了进来，正好砸在他的脑门上，叮咚一声落在了地上。真的有鬼带着钱来找姑娘了，有鬼来找咱们院里的姑娘了。红颜一瞧见那还在反光的银子，便依稀听见耳边响起一阵迷迷糊糊的声音。那声音嘟嘟囔囔，让人听不清，甚至听着不男不女，很是模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叫上了？顾少光来时，便瞧见他那纯洁无敌小可爱，正像个下流无耻之徒似的扒拉在门上，嘴里还嘀嘀咕咕着：“来快活呀，来快活呀！”顾少光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待上前将那小丫头往后一拉，才瞧见她一脸不满地撅起嘴。你也是来买快活的吗？纯洁老龄青年顿时老脸一红。欢欢，你在此作甚？快随我回去，这里不是小姑娘该来的地方。为什么不能来？这里是寻欢作乐的地方，你可别蒙我。我知道这里是比神仙还快活的地方，难怪你是想要同我一起快活。秦欢抬起眸子，狐疑地看着他，仅仅一句话，顿时将顾少光整个人都红透了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欢欢在哪里学的虎狼之词？你还小，欢欢你还小。我都13了，虚岁该14了呢。秦明珠都给人做娘了，我可不小了。顾少光生怕被人瞧见他站在青楼外坏了名声，当即拦腰抱起，脚步一点，两人便一跃而上青楼旁的古树。你知道什么叫男上女下吗？为什么这样就能快活呀？欢欢迷茫地问道。完了，我的小可爱真的学坏了，我的小欢欢竟然问出这样的话。欢欢，这话不许对别人说，别人会感觉受到冒犯，会生气的。你若是拿捏不准的，可以对韶光哥哥说，韶光哥哥不会怪罪你。
顾少光目视远方，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。秦欢哦了一声：“韶光哥哥，不是顾叔叔吗？我只是有些好奇，为什么进了那道门，连神仙都比不得了？”秦欢坐在树梢上，一双腿垂放在树下，一晃一晃的。你还小，等大些你就明白了。今夜14，月亮又圆了，站着看月亮的感觉真好，躺着不行，视野不够开阔。秦欢很是感慨。其实也还好吧，躺着视野挺开阔的啊。我幼年时经常做一个梦，梦到自己躺在一个露天的荒郊野岭，不过那梦也太真实了。冬天下雪能感到冷，夏天能感到热，下雨还能喝2口雨水，夜里看星星视野很开阔。不过就是蚊虫鼠蚁比较麻烦了点，那梦也太真实了，甚至有时候醒来我还以为自己曝尸荒野了呢。哼。魏萌，这说辞有点耳熟，好似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到底在哪呢？秦欢这心里呀，突然就有点发虚了，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。你还吃，你还吃，再吃相公都吃没了。宫里来人要给我哥说亲了。那刁蛮的和硕公主突然想要说给我哥，你还不去看看？这么早就要送贺礼吗？顾子金差点栽倒在地。送什么呀？和硕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。你对你哥自信点儿，他谁都能克，和硕还能逃过一劫。别闹了，大妹子，你哥能克的云山都矮了好几寸，他一个小公主顶个啥呀？顾子金不知说啥好，他气吼吼地跑过来，听秦欢这么一说，竟然有点道理。这会儿正好中午，还留在秦家吃了个午饭。午饭是秦欢点的，我要土豆焖肥肠、香烤全羊以及咸甜豆花各一份，再准备几个小菜漱漱口。秦欢手一挥，厨房里的丫鬟便吩咐下去了。还是来欢欢这里舒坦。我娘在府上不跟爹爹说话，两人都憋着口气跟对方怄气呢。好在这段时日许姨娘消停多了，也不敢从中搅局。待吃完午膳，惬意地擦了擦嘴，才听得欢欢说了一句：这味道果然不赖。上午去永安郡王府，见到那些下人烧得黑黝黝的，那烤肉都烤糊了，我就遗憾得很。果然嫩全羊撒上辣椒面极其好吃。那王妃被人剖腹取子，胎盘都被打出来了，用这道肥肠漱漱口，果然很舒坦。姑娘，您这可吓死顾姑娘了。你呀，好好打扮一番，等会儿过去一定要闪瞎我哥的眼。哼，你才13岁，再长2年，哪里是人间该有的角色啊？唉，将来也不知道便宜了谁家的猪。子金呢？子金比欢欢长2岁，今年也该15了，家中可有想法？欢欢，是否只有男女之间才可以有感情呢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只有男女之间才能有夫妻之间的感情？秦欢一听，哎，这调调不大对呀。感情不分男女，造物主就没说过男人和女人必须在一起，束缚的不过是人间的道德枷锁。你若觉得快乐，你有权利选择和支配自己的生活。不过我倒是想知道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欢欢，我大概是喜欢姑娘的。我以前对幼年时的小英雄念念不忘，后来才发现长大后的他变了，他冷漠薄情，甚至没有理智。秦怀平他不适合我。一直以来陪在我跟前嘘寒问暖，教导子金作为姑娘之事的是怀宁姐姐。怀宁姐姐文采出众，容貌绝顶，在京城中素来有第一美人的称号，京中男女谁不羡慕她爱慕她。怀宁姐姐洁身自好，从不与任何男子私下相会，别的姑娘她也看不上，唯独与子金交好，甚至那次还亲了子金。他说顾子金面色潮红，他说他很早便心悦于我，那日他喝多了亲了子金。一直以来陪伴在子金跟前的是怀宁，比爹娘更关注子金的只有他。子金很疑惑，子金到底是本来便喜欢女子，还是心悦的他正好是女子呢？顾子金这段时日被此事折腾的茶不思饭不想。哎妈，秦淮安闯大祸了呀！
子敬还想过，若是真的与怀宁姐姐表明了心态，怀宁姐姐能不能接受？若是接受了，我们该何去何从？京城乃至北约，哪里能容得下我们？秦欢呆呆地沉默了好一会儿。秦家那位世子爷秦淮安没说什么吧？他一个二世祖说什么？每次我去秦家，他一来我就翻个白眼给他。你说说，明明都是一母同胞的双胞胎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他除了一张脸生得好，哪里比得上怀宁姐姐半点？怀宁姐姐若是个男儿身多好啊，偏生让他给占了。哼！对了，前些时日你们不是去云山了吗？京城办了个什么乞巧节，他竟然想捉弄我，送了我一只鸟。那日我本来是准备去见怀宁姐姐，想要对她表明心意，便是怀宁姐姐以后不愿见我这个朋友也好，我也要说清楚，都是她阻了我的好事儿。你说她是不是个好东西？确实不是，哄得心上人喜欢姑娘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那你就这么喜欢姑娘了？我想了想，小时候我被放在乡下，没有爹娘疼爱的长大，因为渴望关心，所以被人略一关怀便伤了心，记了这么多年，谁知长大了却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回了京城，京城内不少人因为我哥的身份对我巴结，但是更多的却是暗地里看不起我，在乡下长大，身上一股子村味。是怀宁姐姐不嫌弃我，她在京城拥有超越贵女的超然姿态，谁家姑娘在她面前都会自惭形秽。那日我因为走路太过大步，被人嘲笑粗俗，是怀宁姐姐款款而来，将我扶了起来，对着所有人说，在座的各位对我来说都是村姑。从那日起，怀宁姐姐便一直在我身边，她教我怎么才能更爱自己。怀宁姐姐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姑娘，我以她为荣，没有人能超越她。你说还有人能比她更疼我更宠我吗？甚至有一次我与她闲逛，就无意中多看了一眼那块玉石，她便托人买了下来。男人能做到这样？大概是做不到吧。秦欢一脸懵逼。夫人，您这几年呀不曾进宫，娘娘都念着您呢。当年顾家出事，顾家能撑到现在呀，真是多亏了夫人呐。这儿女呀都是爹娘的债。顾世子在外行走多年，这么多年身边也没个知心人，便是老奴看了呀也于心不忍。这与世子同年的孩子都抱上几个了吧？顾夫人嘴巴微动，脸色有几分缓和。说起来呀，顾将军也是人前风光，想想啊，老奴都觉得心疼。将军在外呀，呼风唤雨，这一人之下是千人之上，为北渊鞠躬尽瘁。陛下也是极其看重将军。当年顾公子出生就没享什么福吧？如今拖到这个年纪了，与世子交好的几个都做了父亲了，真是令人唏嘘啊。顾夫人这辈子谁都不负，只觉得对不起这俩孩子。此刻陈嬷嬷这些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，甚至二房上个月还提了一句，若是顾韶光这辈子不能娶不能生，便从二房抱养个孩子，总要给韶光养老送终，要给韶光摔盆的。听了这话，气得他心尖尖疼。娘娘啊，这些年也是看着顾将军走出来的，一直当他是自己儿子一般。和硕公主生来富贵，又是天家女，正儿八经的皇嗣。甚至前几日还宣大祭司为公主卜了一卦，公主八字极好，是富贵相呢。还说公主命中有儿有女，也不知道便宜了哪家小子。和硕公主天真烂漫，娇巧灵动，自幼是宫中嬷嬷教导，又极其识规矩，将来定是能许个出类拔萃的好儿郎。顾公子，您觉得？这话一出，在座不少都变了脸色。公主乃是天之娇女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京中但凡雄性都对公主趋之若鹜，公主是很好的，
此女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如此冰清玉洁的女儿家，该是配天下最好的男子。完了完了，我哥今儿这好话不要钱的往外送，难道是要整死和硕公主？好一个此女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这等凤凰若是飞进了顾家，想来顾公子也是极其喜爱的。哎，嬷嬷说笑了，只因天上有的女子，那便是属于天上的，人间这等地方只会污了公主，如何使得？你这意思，公主还得嫁上天去？不是，你咋这样呢？和硕公主哪里配不上你？你一个武将，公主看得上是抬举你呢。此刻秦永富进了大门，才发现院内满满当当的摆了不少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秦小富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就出门买了2条蟹裤。发生了什么？头发胡子都快白了的老头从屋内走出来。我搬这边住着了。我想了想，你瞧瞧啊，欢欢这么聪慧，肯定是像了我。呵呵，我长得矮，欢丫头也不太高嘛，一定也是像我。秦老太傅满脸喜意，欢姐聪慧是天生的，欢姐矮是因为她小，现在欢姐在长个子了。再说了，你那一府子妻妾，一府子儿孙不管了。秦小富好奇地看着秦太傅，秦太傅满脸哀怨。妻妾儿孙，哼，蠢笨的跟圈里的猪没什么区别。这么多年都在委屈我的智慧，如今终于能在欢欢这里大展宏图了。谁闹把谁赶出去。秦老太傅就这么在秦家住了下来。这一日，秦欢刚从承天殿学习回来，便见得门前站着一个人。是怀宁姐姐，怀宁姐姐来了。秦怀宁听得她的声音，转头看来，嘴角勾起温柔的笑意。怎么又给子金喝这些冰的？女孩子喝多了可不好，宫寒肚子疼，将来可有你受的，喝些冰镇的便是了。秦怀宁过来时，顾子金和秦欢一人一个冰碗。你是看不到我吗？我也在喝呀。怀宁姐姐怎么来了？天气这般热，快去屋内坐着。秦怀宁深深的吸气呼气，好几次平复了呼吸，这才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秦家大门。秦怀宁来了秦家，虽说是秦家老宅派他来请秦老爷子回府的，但此刻谁在乎呢？他满心满眼都是顾子金。秦老太傅瞧见他来了，端坐在中央，喝了口茶，瞥了他一眼。说起来，他也是半个月没回家了，若是请他回去，他便考虑考虑，回去看看吧。秦爷爷好。祖父好。秦老爷子等了好一会儿，这小子怎么还不开口？你来做什么？怎么等不住了？想要求我回去了？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让我若是有本事，死在外头别回来。哼，现在倒是后悔了。秦老爷子绷着一张脸，秦怀宁却是心里思索着，到底是什么时候跟子金说和呢？直接说我有个同胞哥哥，他不会拒绝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子金身边如今一个男子都没有。你们就是让我回去，我也不会回去的，除非你们让人来请我，我就……那祖父不回了吧？这不孝子孙，你他娘不是来请我回去的吗？你若说出那句话，我就跟你回去了呀。府上一天乌烟瘴气的，都是一群没脑子的子孙，祖父回去做什么？多看几眼他们，怀宁都得多洗洗眼睛。秦老太傅一口气哽在喉咙，他们不是让你来请我回去的吗？行了行了，祖父不用发愁了，怀宁回去便帮你回了他们，祖父是不会回去看他们这群蠢笨如猪的东西的。秦怀宁一摆手，见顾子金跟着秦欢跑了，立马站起身，便往后院去了。不是，你再劝一句呀，你再多劝一句。嘿，不孝子孙，都是一群不孝子孙。怀宁姐姐，你以后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家？我想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此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只愿与我所爱相携一生。我也是。子金可有心仪之人？若是没有，你看我怎么样？
秦怀宁此话一出，顾子金的心跳都快停止了，整个人惊愕地望着他。你看我的面容是不是极好的？我有个异母同胞的双胞胎哥哥。子金，你若是没有心悦之人，不妨考虑考虑淮安。他……我拒绝。不愿意啊，子金不愿意啊。秦怀宁吞了吞口水，眸子微垂，本就是鼓起勇气借着女装的自己表白心意，此刻却是低落到了谷里。那子金喜欢什么样的公子呢？我喜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温柔爱笑，比我高，会关心人，会为我洗手做羹汤，还会教我如何爱自己，还会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还会为我梳头发的。我就心悦这样的人，他为我遮风避雨，为我带来安全感。可是他并不知道我的心意，若是怀宁姐姐知晓，只怕再也无法做朋友了吧。子金，他竟然已经有了心悦之人，不可能啊！我日日潜伏在他身边，以各种名义接近他，明明自己是他最好的闺蜜，甚至都不曾听他说起过。子金有爱慕之人了。他守着长大的姑娘，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有了爱慕之人。子金长大了，竟然有了爱慕的公子，也不告诉怀宁了。公不公子无所谓，他是不可能接受我的。那人我认识吗？比起我哥，他更好。认识罢了，说就说吧。是怀平吗？你还是心仪他吗？是君安吗？是清平吗？是你呀。一句话直接打断他的想法。秦怀宁愣愣的没反应过来，呆呆的看着他。子金初来京城，被人嘲讽，被人轻视，是怀宁姐姐救子金于水火中。子金不懂得礼仪，自己不懂维持关系，都是怀宁姐姐帮我。秦怀宁一脸懵逼。啊，等等，我那是男装不方便出现，只能用女装跟着你啊。子金被小公子欺负，也是怀宁姐姐替子金赶跑了他们，至今都没人敢欺负子金了。我是怕他们对你别有所图。子金今日说出来，怀宁姐姐便是对子金心存厌恶也好，不愿与子金做朋友也好，还是要远离子金，这都是子金咎由自取。子金不喜欢男孩子，子金只喜欢怀宁姐姐。顾子金此话说的，秦怀宁当场变了脸色。完了，我完了呀！给自己搞出个情敌出来，还是个女装的自己。哎，子金，你听我解释，其实我……秦怀宁结结巴巴，惊得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。不管怀宁姐姐如何解释，子金都是心悦你的，你就是你。怀宁姐姐从未骗过我，从未负过我。子金最庆幸的便是认识了姐姐。说完，踮着脚便将秦怀宁抵在墙头，抱着他的脖子，便在唇间轻轻点了一下。不，我期望的不是这种结果啊！我好似犯错了，犯大错了呀！要死，完蛋了，要完！哎，子金，你冷静点，怀宁姐姐有话跟你说。其实，这是要把自己玩死的节奏啊！怀宁姐姐不喜子金。秦欢挂在围墙上，秦小富头顶着小涂扇，三人挂成一排，满脸激动地看着底下两人。我哪里不喜欢呢？我喜欢到了骨子里呀！为了他不被那些油嘴滑舌的小公子骗走，他便穿着女装，日日在他面前刷脸熟。这脸熟是刷出来了，没想把他刷得看上女装的自己呀！喜欢。我若是不喜欢，我为何从不跟旁人接触，只陪着你呢？秦怀宁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这一幕他想过无数次，但关键是他觉得自己应该穿着那身男装，而不是这衣袂飘飘的裙子呀。我以为怀宁姐姐喜欢公子呢，方才怀宁姐姐想说什么来着？秦怀宁有苦说不出。没有的事呢，只是想告诉子金我的心意。罢了，等以后再慢慢解释吧。顾子金心满意足，总觉得今日的怀宁姐姐有点奇怪，不会我突然表白心意吓着她了吧？子金知道世人容不下我们，不如我们私奔吧。顾子金话一出口，秦怀宁脸都僵了。私奔？爹娘整日想着要将子金嫁出去，子金才不要呢。我想与怀宁姐姐私奔，等他们能接受了再偷偷回来。我这是在走钢丝啊！
一不小心就能坠入万丈深渊。秦怀宁甚至夹紧了腿，生怕被顾子金瞧出个什么。先等等吧。秦怀宁面红耳赤，在顾子金面前竟是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似的，手忙脚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是怀宁送的，这是怀宁梳的妆，这是怀宁送的玉佩。秦欢看了他那姿态，便觉得腮帮子疼。你就这么定了？私奔还是跟他在外成了亲，圆了房再回来？秦欢惊讶地看着他，顾子金怔了怔。即便是我与他为世俗所不容，我也想坚持一次。我心悦他，他只是生错了性别，他没错。问题是人家性别没生错，你那熊哥哥给人掰错了呀。姑娘，秦家大公子又送点心来了。丫鬟站在门外禀报道。顾子金一听便眉头蹙了起来。又来做什么？你告诉他，我不想见。顾子金烦闷得很。自从与怀宁定下了私奔的事，那秦淮安便时不时的过来。不行，我亲自给他将东西扔出去，绝了他这心思，也不看看他和怀宁差了什么，简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好吗？顾子金提着裙摆，兴致勃勃地冲了出去。秦欢一脸看好戏的模样。哎呀，这要是私奔圆房的时候，发现心上人突然长了个大鸟，也不知道你信不信呀。秦欢捂着嘴，痴痴地笑。走在八卦前线的他立马跟了出去。他现在极其期待二人成亲圆房呢，那一定是秦淮安的死期。你回去吧，何必在我身上浪费心思？我已有心上人，此生我非他不嫁，非他不可。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其实，如果宁宁有一日骗了你，你会恨他吗？完了，要是顾少光知道我女装将顾子清拐出京城，那不得劈死我！切，你这是挑拨离间，宁宁从来不会骗我。这下可好，秦淮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有苦说不出了。将他给我赶出去！谁若是再放他进了秦家大门，我就将谁卖进隔壁街的青楼去。顾子金素手指着秦淮安，秦淮安直接被人插着打出去了。有趣，有趣，真有趣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哎呀，昨儿还看你们你侬我侬，今儿就大打出手，甚好，甚好。顾子金浑身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，总觉得欢欢知道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不管了，我不管，咱们还是不是好姐妹？你得替我好好瞒着，爹娘那一关我是过不了了。既然怀宁姐姐对我有意，那我也不能让她寒心，你也要防着我哥。7日后，我便与怀宁姐姐成亲。有瓜，真好，我给你磨刀，你用得到，相信我。欢欢，宫里那明珠贵妃要生了，陛下准备祭祖，听说宣了所有生子生女进宫，你去吗？去呀，为什么不去？秦明珠那孩子我亲自送的呢，当然要去看看。先祖只是想回来看看孩子，你别怕，并不是先祖对你有意见。明珠，你如此聪慧，一定能给朕生个优秀的继承人。还有几日便是预产期，别担忧。这几日何止他呢，整个后宫都隐隐不安。此刻瞧见大祭司带着人来了，便微松了口气。大祭司，你可来了。朕也不知道哪里触怒了先祖，竟是让先祖如此大的怨气。每当入了夜，这宫中便哭声阵阵，人心惶惶。好在有朕的地方，他不敢来，这才得了几丝清静。几日不见，皇帝没好意思说，他也是无意中发现与嫔妃行房事能止哭声。这接连几日挺不住了，他才没办法请了大祭司。秦欢却是直直地看着他的背后。不敢来，你怕是想多了，怕是你宠幸嫔妃，他不忍直是吧？大祭司让圣子圣女退了出去，然后仔细问了秦明珠和皇帝，祭祖那日发生了什么事。等天色暗了，我便跟着陛下和娘娘吧。皇帝这才安心地点了头。天色渐暗，宫中的夜晚格外的瘆人，更何况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哭声。我先去祭祖那边看看，你们在这边护着陛下，想来他也是不敢来的。大祭司说了一句，便转身去了。
秦欢往后退了几步，站在角落。那小老太太却是左看右看，总觉得她哪里不对。这小姑娘怎么老看着你？说完，毫无顾忌地提了提裤子。在这谁都看不见她的地方，谁还保持着生前的礼仪呀？你的裤腰带掉了。那先太后顿时见鬼似的瞪着她，吓得尖叫连连，啊啊啊的。有人能看见我？你能看见我是不是？你不能让那小贱人生下皇子啊！他怎么能生下他？怎么能啊？那会亡了我北渊1000年的基业呀！你怎么知道？上次就是老娘生的他，就因为生了这个逆子，老娘太后的位置都被人撸了下来。做了3天的太后啊，就被人撸了下来。秦欢还来不及说两句，那边大祭司便念起了梵文，一股巨大的力气拉着他从宫殿中飞速离开。不能让他降生，记得给哀家移墓，哀家的墓进水了，淹到鼻子了。秦欢告诉了他们先太后墓中进水之事。皇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吩咐人明日天亮便去查看。多谢大祭司了，不知大祭司先祖突然心生怨气，可是有什么征兆？大概是当真如欢欢所言，想要换个墓地吧。怎么了？等了一晚上还不睡觉？哼，我都买了30匹布，做了上百条裤子了，怎么就不来了呢？秦欢默默地朝他翻了个白眼儿。习惯成自然，真你妈可怕！秦欢才不陪着他等人偷内裤，显得他堂堂神尊像个变态似的。当下便爬上床休息了。当夜便又收到了信徒的祈祷，求神明赐我一个孙子吧，没孙子摔盆，没孙子传宗接代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那儿媳妇儿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连生了4个女儿，怎么就生不出一个儿子呢？我一定要让我儿子休了他，连个带瓣的都生不出来。秦欢一听，心里便升起一股浓浓的不喜。求神明赐我一个摔盆的吧，让我老王家有后啊！秦欢眼眸一瞥，行，赐你个天天摔盆的，媳妇儿生的隔着一层肚皮，赐你个更轻的。说完，手指轻弹，一缕白光便入了那老妇的梦中。秦欢轻哼一声，为何70岁老太突然怀孕？到底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对方太强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秦欢将双臂枕在后脑勺，耳边还听得有人低低的哭声。上天待我不公，太不公了！为何让我人生这般命苦？我要调养，我要自尽，贼老天，你愧不愧疚啊？那男人哭得呜呜呜的，秦欢直接幻化出了人形。那男人一回头便瞧见那绿色草丛里走出个娇俏女子。你不要想劝我，我是不会回头的，我死也不会回头的。烦得很，非要拖我过来，这人还没睡觉呢，你哭什么哭？我为什么不哭？3岁我爹生意失败，6岁我娘跑了，9岁我爹自尽了，12岁爷爷奶奶死了，17岁娶了媳妇儿，结果媳妇儿给我戴了绿帽子，连孩子都不是我的。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天下女人多的是，扰人清梦。我没在一棵树吊死，好歹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一些财富，也是富甲一方。谈起我的名字来，人们都得敬佩的竖拇指，所以我又找了一个，这次找了个年纪大但性格温婉的。我都相看好了，聘礼都下了，结果同房那日掀开盖头，老子衣裳都脱了，瞧见他脖间的玉佩，洞房夜成了母子碰头大会，她是我亲娘啊！这命途多舛呀，都能写一部画本了，一定很火。姑娘，今儿京城出大事了呢。那王大人家是出了名的搓磨儿媳妇，王家当初还未发迹，娶了勤快的儿媳妇，娶了没几年，
玩家便中了进士。如今在京城虽说是个芝麻小官，但也算得道升天了。当年明明是玩家高攀，娶了那勤快又争气的媳妇，如今又嫌弃人家不能给玩家开枝散叶。那儿媳妇接连生了4个孩子，那身子都没恢复好。现在那老太太便闹着要给儿子纳妾。京城里啥都缺，就不缺官，大官遍地走，权贵多如狗，太把自己当个东西了。您是不知道呢，今儿就来报应了，说是昨个那老太太罚儿媳妇跪祠堂，自己也开堂摆香，要记她断了玩家香火的罪过。没想到今儿一早上起来，便出大事了。丫鬟笑得合不拢嘴，简直大快人心呐。那老夫人昨儿闹到大半夜，今早起来便喊着肚子疼，浑身不舒坦，甚至还反胃恶心，让那儿媳妇市集先传了大夫，没想到说怀孕了。那老太太可都70了，4个孙女了呢。她那老爷子都72了，居然怀上孩子了，转瞬就闹得满京皆知。众人都说这是上天看不惯他苛待儿媳妇，让他自己生一个呢。那大夫更是直言，这么大年纪生出来，这孩子只怕不健康。那老夫人却是不信邪的，众人背地里都笑老蚌生珠呢。秦欢眯着眼睛，眉宇弯弯。哎呀，对上号了。还有一个姑娘，可听过临安袁家当家老爷叫袁绍？这位可是个命苦的。3岁的时候娘跑了，6岁爹死了，白手起家，才成了天下首富。他前段时间娶了个媳妇儿，跟他兄弟跑了，连孩子都是他兄弟的。后来又寻了个温婉女子，那女子虽说年纪比他大了些，但胜在温婉知心，又保养得极好，打扮也年轻。奴婢远远瞧见过一回，与那首富袁绍极其相配。2人的婚礼便是3天前，大肆铺张，比起市价还要奢侈。今一早，奴婢听说那夫人是袁绍失散多年的娘亲，便是当年生了他又抛弃离开的女人。此事若是到此也就罢了，至多是成为全北院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徒惹人笑料罢了。谁知那袁绍昨夜气得去悬崖纵酒，喝多了，非说有个貌美的女子将他推下了悬崖，摔断了腿，竟然闹着要满北院的找那姑娘呢。今日一早，那袁家人将袁绍抬回来，凄惨呐。涂善如今晃晃悠悠会走了，看着秦欢端坐在房中，端着碗轻轻地喝着汤，顿时摇摆着身子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。等我长大，娶吧唧一口便亲在了秦欢的脸上，这刚爬上秦欢的腿，就被小果子从后面拽了下来。要嫁，小福哥哥说了要嫁，欢姐姐吃得多，养不起。3岁的小果子童言童语，满是志气，这话可引得秦欢多看了他一眼。秦欢这早上还没吃完，2个小崽子就以谁坐在秦欢跟前的位置打了起来。最后以涂善拽掉了果子的一片绿叶，果子以汤碗盖了涂善脑袋为结局，打了个平手。小果子哇的一声便哭了。我的绿叶，我的绿叶，干娘，我的绿叶被拽了，要亲亲抱抱，举高高才能长起来。这小人参精，心计多，当下便抱着秦欢的腿直抽泣。欢姐是我的，分了，活着今天抱你，明天抱我，死了腿是你的，手是我的。小果子气鼓鼓的，为什么不一人一半锯开呢？我当初分爹就是这么分的牌位。几人正吵着，便听得顾子金突然急急忙忙地赶来了。快跟我去顾家，哥哥出事了！哇的一声，顾子金便哭了出来。他还准备明儿私奔，明儿办喜酒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日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顾子金脸色有些迟疑，随即才擦了眼泪，抽噎道：
哥哥从出生起，每月15便狂躁不安。平常月圆夜，哥哥虽不许我们靠近，但都安安稳稳过来了。昨日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哥哥今早竟然昏睡不醒，中间好几次呼吸都差点上不来，娘当场便吓晕了。怎么突然就昏迷不醒了呢？哎，我这心里怎么有点不大对劲儿呢？你也别哭呀，想点好的，万一你哥没死，只是瘫痪了呢？秦欢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，哪知顾子金一听，哭得更厉害了，那眼泪哗哗的直掉。他怎么了？怎么哭得这么厉害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问题啊。小富也觉得半点问题都没有。顾子金哭着背对着两人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你少哭点吧，万一你哥死了，你嗓子哑了都哭不出来。你们都是全北院最优秀的太医，你们找不出原因，你们竟是连原因都找不出来。旧伤没复发，也没中毒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若是少光有什么事，我……身后顾夫人身子摇摇欲坠，死死地咬着唇，唇角都滴血了。太医，便麻烦你多上上心了。韶光一生为北渊鞠躬尽瘁，孑然一身，连媳妇都还没娶，怎么就醒不过来了呢？秦欢一靠近，瞧见顾韶光那微弱的呼吸，眉头便狠狠地一跳。咦，灵魂似乎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，这东西有点眼熟呀。秦欢瞪大了眼睛，惊愕地看着顾韶光。我操，不知道是哪个杀千刀的，丧尽天良，对我哥下了暗手。若是让我发现，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抽皮扒筋喝血。秦欢瞧见众人都在骂，顿时有些心虚，不敢开口。若是旁人，辱骂神明早就因果缠身了。合着那树下的男人还没死，让我给钉死在棺材里出不来了。秦欢身上一哆嗦，哎妈，闯大祸了！为啥每次都让同一个人遭罪？顿时双手在袖子下掐了个诀，一抹幽光朝着顾韶光的眉心而去。秦欢两眼望天，双手藏在袖笼里，两手紧紧相握。无辜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辜的气息。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顾韶光醒了，睁开眼睛时，一双眸子都是血红的。哥，你醒了！娘，哥哥醒了！顾老爷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眼眶的泪意才淡了下去。瞧见顾夫人在场，又见顾韶光恢复了精力，这才淡淡道：既然没事，我便已逝去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没有半点缘故，突然昏迷不醒，而且好几次呼吸都微弱了呀。顾韶光嘴角僵硬地勾了勾，没说话，直到将太医请了出去，又将顾夫人三言两语哄了回去，顾韶光才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吓死子金了！身上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太医没查到的暗伤啊？顾子金此刻后怕不已，若是没了哥哥，他们这个家也快散了。我做了个梦，被人应该是一个神明，在梦中活埋在棺材内了，怎么也挣脱不开。顾子金一听便破口大骂，几个孩子附和着：欢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大概是瞎了吧。哼，总有一日我要将他找出来的，上天入地，我要将他活拆了，生吃了他，定不饶他。欢欢，你怎么不过来？秦欢一步三磨蹭，一点点地挪了过去。说起来，隐约瞧见那人身影，似乎与欢欢还有些相似呢。顾韶光丝毫没发现，他的小可爱浑身僵硬，心虚不已。他知道了，我操，不会杀了我吧？要是神尊被杀，会不会很没面子呀？我能还手吗？让欢欢担忧了吧。秦欢听都没听，便脑袋一摇，双手一摆：我没有，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我。顾韶光惊讶地看着他，秦欢这才嘴角一抽，然后讷讷地点头：是挺担忧的，就怕你知道了真相，心虚呀。瞧瞧你，脸上都是汗，着急了吧？都急得说胡话了。放心吧，没事了，此事我自有分寸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和欢欢单独谈谈。
顾子金嘿嘿笑了一声，便贼笑着退了出去。秦欢心中有些紧张，紧抿着唇，眼神左顾右盼，不敢看顾韶光。欢欢很紧张？没有的事，我是见你没事，放心了，甚好。甚好？好的，定然是甚好的，应该挺好的吧？欢欢怎么这么直白了？顾韶光耳边有几丝可疑的红。顾韶光觉得吧，他的肾一定好。以前他听太医说过，男人嘛，尿清又亮，尿得高，尿得远，那就是肾好。多谢欢欢关心了。欢欢，最近几日你便不要进宫了，你呀，这张脸越发出彩了。秦欢眨巴眨巴眼睛，低低的应了一声。没一会儿，瞧见顾韶光有些疲惫了，这才转身悄悄的出去了。哎呀，逃过一劫，完了，我欠顾韶光的越发多了。我哥睡了吗？跟你说什么了？有没有说什么送你大雁啊、棺材啊什么的话？送大雁要提亲，送棺材要合葬，他哥做得出来。没有，你哥说他甚好。甚吗？那你们谈的有点快啊。你放心，我哥洁身自好，一定甚好。顾子金脸色通红，脸上烧得慌。我哥开窍了呀。甚好有什么快的？怎么一个两个都红着脸都快烧红了？凡人可真麻烦。这会儿时辰还早，我便去承天殿了。你决定了？你爹娘那里若是知晓了，该如何是好？暂且不要告诉他们吧。爹爹是古板性子，绝对容忍不了子金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。至于母亲，她承受不住的。此生我不想留下什么遗憾。欢欢，你会替我保密吗？明日我便只请你和小凤，还有荣玉和2个孩子，简简单单喝个喜酒便是了。我不想委屈了怀宁姐姐。你问过秦怀宁愿意与你私奔成亲吗？顾子金羞涩的点头。嘿嘿，明儿洞房夜，我是不是能围观一次洞房杀人夜呀？送给子金的刀可以磨起来了。娶新娘子喽！娶新娘子喽！要娶新娘子喽！谁娶谁呀？谁娶谁呀？秦小妇一怔，你小子问出一个致命题呀！此刻秦怀宁已经扭扭捏捏，穿着一身凤冠霞帔出来了。房子是我出的，既然未来是我许的，便由我来承担一切吧。新娘子来了，新娘子来了，要红包，要喜糖。孩子们嘻嘻哈哈的上前打去，顾子金纷纷笑脸相迎，然后给众人都发了喜糖。一拜天地。秦欢站在大堂处，喜气洋洋地对着2人喊道。秦怀宁浑身僵硬地弯曲下跪。完了，我在玩火呀，今晚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二拜高堂。 2人对着空着的座位，顾子金眼中有几分泪。爹娘，是女儿不孝，若非无奈，女儿也不愿出此下策。女儿为此事伤神已久，怀宁姐姐一直陪伴于女儿身前，没人比她更了解女儿了。女儿以后一定在二老跟前赎罪。顾子金认认真真的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。夫妻对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秦欢高声道，众人便吆喝着推着新娘子入洞房。洞房，洞房，入洞房。秦欢跟着入了新房，便将包起来的盒子放在了床头。这个东西等同房时再打开，你会用到的，绝对是你最需要的东西。秦欢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欢欢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能认识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。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家竟然替我寻这些东西。女子成婚前都会有长辈给一本书，那本书会作为压箱底的东西在洞房夜打开。她到底是个姑娘，没好意思去寻这本书。还有点重呢，欢欢你真好。你是我最好的姐妹呀，肯定要送你最需要的东西。新婚快乐，这一定是难忘的一夜。说完，秦欢便带着孩子们退了出去。欢姐，你送的她什么啊？方才瞧见紫金姐姐脸都羞红了，那我能看看吗？那也成吧。
不过我怕你承受不住，你媳妇儿把你捅死了怎么办？我一定可以的，我哥说的，男人不能说不行，不可以。秦欢哦了一声，现在男人可真有压力，连挨刀子都要争着抢着来。屋内却是突然传来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啊，你是不是在身子底下放什么东西了？你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？拿出来让我看看，你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怀宁姐姐，我不怕的，我什么都不怕的。紫金心悦你，从头至尾都心悦你，紫金不怕的。你是不是男子？紫金不怕的。你拿出来，你拿出来！紫金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藏东西，我什么也没藏，我本是男儿郎，不是女娇娥，我是怀安。一句我是怀安，我是男儿郎，不是女娇娥，顿时让顾子金浑身失去了血色。你是秦怀安？怀宁姐姐呢？你将怀宁姐姐还给我！你是不是将怀宁姐姐藏起来了？眼神紧紧地看着他，那眼里全是防备。你退出去，不准靠近我！好，我不动。紫金，你别哭啊！紫金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怀宁、怀安都是我，全都是我。10年前教你的是我，10年后一直在你身边与你做姐妹的也是我。3岁时因着受人蛊惑，我便穿上了女装，这一穿便一发不可收拾。是我没能告诉你，是我让你误会了。我想要解释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已经想要与我私奔，想要与我成亲了。紫金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紫金。顾子金直接给气乐了。你说你是个男人，本是个男人，全京城都知晓你们秦家是龙凤胎。3岁前因这身子不好，便养在乡下。3岁后回京，生得钟灵毓秀，满腹才气。秦怀宁聪慧过人，才高八斗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那是当时女子楷模。秦怀安不学无术的二世祖，你告诉我他们是同一个人。你告诉我，教我护肤、化妆、打扮，教我爱护自己，教我如何穿胸衣，教我如何用月事带的秦怀宁是个大男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顾子金红着眼睛，下唇都咬出了血。你说你是女儿身，我便喜欢了女子，现在你告诉我你是男子。紫金，你瞧，这是欢欢送给我们的贺礼，你冷静，怀安从未想过骗你，你先冷静下来，听怀安解释可好？顾子金抱着木盒，突地想起秦欢说的你用得到，心中更是悲凉。用得到什么啊？用得到个屁！啪嗒一声，木盒的小锁突然落下，便瞧见顾子金突然掀开了木盒的盖子，盖子有些高，秦怀安正好被挡住了视线。顾子金的一张脸却是变得古怪起来。是啊，看在欢欢贺礼的份上，所以……顾子金声音顿了顿，然后眼神极其古怪地看着他，下身。所以我帮你把多余的东西剁掉，如何？紫金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听说过没？紫金，放下刀，好好说。秦怀安站在木门前，突地转头看向他，这一转头便感觉一柄银色的刀朝着他猛地飞了过来，嗖的一下，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裤子下凉飕飕的，秦怀安浑身僵硬的低头，便瞧见一柄刀正直直地插在他的胯下。秦怀安哗啦一声，裤子都撕破了，夹着双腿一蹦一跳地跑了。你别怕，没剁着啊。我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她不是个姑娘吗？你想做我娘吗？涂善偏着脑袋看着顾子金。在我下定决心要与他私奔之前，无数个夜里辗转难眠。我是个女子，怎么能喜欢女子呢？后来我不断地告诉自己，喜欢是不分男女的，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，无关性别，无关男女。我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告诉自己这样是没错的，可心里依然背负着千万的罪恶感。我愧对爹娘，愧对哥哥，愧对所有人。可我将一切都打算好了，我将自己强行变成了现在这样。结果他告诉我他是个男子。
顾子金无助地落泪。现在他到底喜欢姑娘还是喜欢男人呢？这才是最崩溃的。他现在怀疑自己喜欢女子了，该死的秦淮安！你若是担心不知是喜欢男还是女，这还不简单，你随我来。秦欢牵着顾子金与他换了身男装，他说是有贼人哄得他穿了女装，我若是知道他是谁，非要杀了他不可，让他一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。误导人，害了人一生，简直不是个东西。那时他才多大？才3岁就哄得他穿女装，这一穿就是10几年，只怕生来就是个黑心肝的东西，不是个善人。也许是对方无意中打开了他新的大门，他潜意识里就喜欢女装呢。顾子金穿着男装，随着欢欢出了门，秦欢此刻却是带着顾子金到了青楼门外。两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门，没半个时辰，顾子金吐着出来了。原来你不是喜欢姑娘，你只是喜欢那个人，无关男女呀。秦欢一副很老道的样子，一看就不是头一次逛青楼。秦欢回了府上，才听说秦明珠生了个儿子，皇帝赐名范昭华，说是出生便被立为了太子。秦明珠当时可谓出尽了风头，范音据说连夜回了宫，寻常对宫中皇帝皇妹都不怎么亲切，这次却见得范昭华亲切地唤了声弟弟。欢姐，小和尚是喜欢那个太子弟弟吗？秦欢却是神秘的一笑，同道中人呢。等会儿回去让太医抓些风寒的药喝了，可莫要受凉了，女子受凉将来可麻烦呢。顾子金拉着秦欢的手走在桃林中，话音刚落，瞧见前头那个身影，顾子金脚步突然顿住了。秦淮安穿着一身男装，似乎少了往日的吊儿郎当。请秦欢姑娘移步一旁，哥哥有话与子金说。秦淮安看着他的眼神带着乞求，秦欢扭头便去了拐角处，然后听墙角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戏耍我还不够吗？淮安从未想过戏耍子金，幼年时害怕子金受欺辱，便日日女装相待，再大些却是怕子金与淮安有隔阂，更不敢坦诚相待。淮安哪里是欺辱，淮安只是心悦你啊！此刻更是突地从腰后摸出了一把刀，猛地吓了顾子金一跳。你若是觉得淮安骗了你，便将这玩意儿剁了便是，这便不算是骗人了吧？秦淮安一脸认真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，无非就是他多长了点东西，剁了便是。你别冲动。子金，我从未想过欺瞒你，我怕你受欺负，怕你被人瞧不起，我怕你在京城被人排挤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却是不好为难那些女子的。我用这个模样，反倒是更省事儿。秦淮安眼神直直地看着他，他甚至还偷偷给欺负子金的姑娘套过麻袋。我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他全都知道。剁啊剁啊，快剁啊！哎呀，急死人了！你怎么就不动手呢？急死人了！欢姐，剁了是不是就是女子了呀？剁了是不是就能蹲着尿尿了？秦小妇一脸激动，连带着身后2个小的都被他带得多了几分期待。你快放下我不怨你便是了。顾子金气得直跺脚，他怎么如此无赖啊？你这就是无赖行径。顾子金又是羞又是怒，瞥了他一眼，便扭头往外跑。只是还未走出2步，便被秦淮安紧紧地攥住了手腕。顾子金浑身要烧起来一般。秦欢眼神灼灼地看着，一双眼睛都快放光了，正看得激动，一股温热的气息靠近，一双微凉的手轻轻覆盖在他眉宇之间。哎呀，快放开！小白菜要拱猪了，抱了，他们要抱抱了，会不会亲亲呀？秦欢又被人捂住了唇，拖走了。哎呀，你拉我做什么？要亲了呀！我还没见过人亲亲呢。哈，有这么好看呀？小姑娘家家的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那双眼睛却是紧紧地看着秦欢的朱唇，忍不住喉结微动，艰难地移开了目光。小白菜拱猪你都不看了吗？还是你家的大白菜呢？那是我欠了他的。他也知道自己嘴贱，当时害得思想还未成熟的秦淮安走了岔路。
等那熊孩子反应过来，他那妹妹秦怀宁已经是京城数一数二的才女了，重练小号，练得这般流利也是少见了。你呀，就别看那些东西了，你若是好奇，也可以自己试试的。顾少光轻咳一声，双目微闪，看着远方。我亲别人吗？哎呀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祸害人家不太好吧？没事的，欢欢如此天真可爱，不会与欢欢计较的。若是欢欢找不到人，少光也可以。亲我，亲珊珊。果子，亲果子。果子是草木之灵，亲果子有益处啊。我也可以的。顾少光面色一黑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亲什么亲？刚刚不是你说亲的吗？秦欢一脸莫名地看着他。可你亲的不是我呀。男女7岁不同席，别说亲了，是少光忘记了。说完便牵着秦欢的手远离了这几个熊孩子。陛下回宫了吗？陛下还要在此小住2日。陛下是从回龙寺走出去的，每年都会来小住几日，也是谢菩萨多年的照拂。陛下就住在后院禅房，后山有一口温泉池子，传闻能为人趋吉避凶。陛下要去泡几日才走。明儿傍晚我也会去泡一泡，晚上有可能也在。顾少光瞥了他一眼，似乎带着几分意味深长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来偷看的。泡温泉的时间都告诉你了，你就不馋我的身子吗？顾少光突的有几分无力。难道自己魅力不如当年了？难道要长胡子了？不行，大男人也得打扮打扮了。欢欢，你愿不愿意入我顾家祖坟啊？你都知道了。一句话直接脱口而出，甚至还有几丝颤抖。知道什么？什么东西让欢欢如此心虚？他只是问问欢欢要不要做他顾家的儿媳，将来与他同葬顾家坟罢了。没什么，突的想起我还得给菩萨上香呢。瞧我这记性，越走越远了。说完便撒丫子往前跑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他知道我睡了他前世的坟了呢。总觉得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大事呢。秦欢一路撒丫子狂奔，才甩掉了内心的惊慌。果然做不得贼呀，一做贼就心虚。以前看见他也没觉得心慌呀，怎么现在他一瞧我，那双眼睛凝视着我，总看得我心跳加快，浑身都不对劲儿，真是怪了。以前那么多下属看着我，脸不红心不跳的，现在怎么他一看着我，我就想要避开眼神，不敢对视呢？完了，一定是欠他太多，心虚了呀。秦欢懊恼不已，他可是神尊，竟然让个小凡人给吓住了。秦欢从主殿出来，看了看天，此刻便已经傍晚时分了，脑海里突然想起顾韶光那句傍晚时我在后山泡温泉，此话360度环绕在他的耳边，让他避无可避。正好这会儿天色将暗，天边聚集了不少乌云，似乎看着要下大雨了。不如给他送把伞去，绝对不是为了偷看洗澡去的。我什么美男没见过呀？他是长得比神明还精致3分，但我可是有底线的神明，有什么没见过呀？我可是有底线、有操守的神明，偷看凡人洗澡这种事，没有哪个神明做得出来。送把伞去就回。秦欢一边走一边给自己做思想工作，慢悠悠地爬山去了。身后秦明珠沉着脸，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，没走几步便瞧见那掩映在丛中的温泉池子，池子边缘依稀能瞧见个男子的背影。傻丫头，脚都忘了藏啊！秦欢条件反射地便躲了进去，身子比他脑子还灵活。顾韶光从池子中央站起身，慢慢走到了台阶旁，一点点露出那精壮的脊背来。脊背光滑不已，上面还有几丝水珠，一点点的落下，滴答滴答的。下雨了。秦欢默默地伸出手，手中一滴红色还在不停地往下滴。秦欢脸色一黑，手在鼻子处一抹，竟是流鼻血了。我堂堂神尊，居然偷看人洗澡，看得流鼻血了。秦欢只不过一愣神儿的功夫，突地听到一声咚的声音，仿佛什么东西落入了水中。秦欢抬头朝水中一看，
方才还美男出浴呢，此刻池子中荡出了一圈一圈的水花，哪里还有半个人影？秦欢眨巴眨巴眼睛，屏息凝神感受了一下，顾韶光竟然已经沉入了池子底部，这可将他吓得心头一凛，立即从林中走了出来，站到了雾腾腾的池子边缘。哎，怎么就晕了呢？顾将军武艺非凡，应该会游泳吧？怎么还不醒来？难道身上有暗伤，失去意识了？哎，不对呀，怎么气息越来越弱了？秦欢感觉池子里的气息越来越弱，顿时纵身一跳，便往池子底下游去。不过片刻，便将那光着脊背的男子拽了起来，拖到了池子的边缘。韶光哥哥，顾将军。秦欢拍了拍他的脸颊，顾韶光却是毫无意识。林中的秦明珠几乎咬碎了银牙。贱人，贱人，渣男贱女，男盗女娼，奸夫淫妇！秦明珠几乎要气疯了。都去死吧，都去死吧！愿以我血祭暗尊，恭请暗界神明共享祭品。秦明珠双手掐了个诀，那滴心头血便慢慢的消失在空中。我可没看你啊，我一点都没看。秦欢默默地闭上了眼睛，然后睁开了神眼。我可什么都没看你啊。然后从池子边捡了顾韶光的衣裳给他套上，穿衣裳时不自觉地触碰到了对方的肌肤，给他系腰带时一双手臂都抱上了他的腰。秦欢没忍住掐了一把，可真滑呀，跟想象中一样滑。顾韶光气息一顿，差点破功。你是紫金的哥哥，也是对我照顾有加的韶光哥哥，将你留在此处，万一有人对你欲行不轨之事可怎么办？你知道吧，我只是个弱女子，背着你实在有些吃力。我其实对这事也有点经验，你要是醒了，可别怪罪我啊。顾韶光还想着自己的软玉温香呢，谁知不过瞬间，他整个人便倒了过来，瞬间感觉头重脚轻，仿佛头那节儿在地上，脚被秦欢拽住了。然后顾韶光一脸震惊地睁开眼睛，只瞧见那小姑娘的后脑勺正一只手拽着她的腿，拖着她下山。砰的一声，脑子让地上突出的石头磕了个包。前面那人头都没回，瞧着是熟练不已，早已练了千百遍的模样。顾韶光被秦欢拽着腿拖下山时，后脑勺说不清多少包，只知道自己头上已经成了个鸟笼子了。紫金，紫金，快出来呀！顾紫金出来时一声尖叫都卡到了嗓子眼儿了。我哥怎么了？这是遇见刺客了。顾紫金当时便落了泪，手忙脚乱地同秦欢将顾韶光扶进了禅房里。你哥在后山温泉不知为何晕过去了，兴许是暗伤，或是突然抽筋溺水。我是无意中路过才发现他的。不可能啊，我哥生来就会水，水性极好，暗伤更是不可能啊。最近几年哥都不曾上战场，不行，得让人请大夫过来。顾紫金让人给他换了衣裳，急忙请了大夫。没多时，大夫过来时气喘吁吁的背着医药箱，老大夫替顾韶光把了把脉，咦了一声，又换了只手。顾将军这症状倒是奇了，倒像是功力回流，生生将自己逼得晕倒。只怕是顾将军着了道，这才伤了自个儿。伤得可严重？别急，开几贴药温养下身子便是了。反倒是头上这些淤青严重多了，若是不小心，只怕要留下淤血，伤及头部了。秦欢站在身后，两眼望天，一脸无辜。我可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。怎么就遭了这么一劫啊？这是招谁惹谁了？哪个杀千刀的恨哥哥又不敢将他怎么样，只能下此毒手出气啊！顾紫金心疼得直落泪，顾韶光也气得想落泪。他就是想哄哄欢欢，怎么就这么惨呢？惨无人道，惨绝人寰，人间惨剧呀！就是，谁这么心狠手辣呀？简直不是个东西！这庙中残留的符意如何能阻挡本尊？真是笑话！还是这处子的馨香能让本座热血沸腾啊！那献祭者当真是懂本尊心思呀。那床前女子背对着他躺在床上，似乎并不曾感觉到他的存在。活了这么些年，还是这1000年来最让人畅快。神界那恶婆娘不在，
佛界不干预，暗尊也失踪了，一切都是本尊的了。这世间还有谁能奈我何？心魔呛呛地笑道。秦欢躺在床上，一脸的面无表情。心魔呀，当年他在世间游历，最后心魔试图对他下手，然后被自己打上了一个烙印。自从那个烙印打下后，他千年都不敢踏出暗界大门。我知道你醒了，起来吧，尖叫吧，在我的身下尖叫吧。心魔一点点地靠近秦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千年来我都憋坏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那恶婆娘终于消失了，她和她那些讨厌的神明都消失了，她再也不能拿那个烙印欺诈我了，再也不能了。老子这辈子最怕的2个人全都没了，这世间唯我独尊了。哈哈哈哈。心魔笑得一脸恶意，一脸畅快，说着便扑上床，将秦欢一把抓着，直接正脸对着他。那笑声顿时戛然而止。秦欢眉心的一点朱红若隐若现，眉宇间淡淡的轻笑，像极了那个恶婆娘。你觉得自己长得像不像变狗的样子？秦欢手指一勾，那心魔本来还有几分试探的脸色顿时一青。变狗的样子？青青，恭喜你，是知晓本神尊身份的第1人哦！恭喜你荣获变狗大礼包，这次呢，变1000年好不好？秦欢笑意吟吟，手指朝着虚空一点，那留在心魔体内的烙印顿时显现出来，不过瞬间便将他整个人笼罩。不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那个恶婆娘都消失1000年了，居然被我撞见了。那声绝望的不顿时变成了狗叫声，缠绕他1000年的噩梦再次重现。啊，那该死的献祭者秦明珠，本座要宰了你！你说陛下当真看上我了吗？秦明珠摸着脸颊自言自语道：娘娘面容娇俏，乃是天下间难得的美人，陛下乃是天子，正要娘娘这般人才能相配呀。秦明珠嘴角这才带了几分浅笑。自从投靠那暗界护法后，她的面容也越发变得妖艳起来。也不知心魔大人享受得如何了，明日一早自己带人去探望他，一定能给他送个大礼呢。行了，别通报了，朕还是他姨父，说起来还有几分关系呢，何必见外？秦明珠嘴角微勾，正合我意。屋内似乎传来几丝动静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。秦明珠率先一步推开房门，皇帝随后踏步而来。秦明珠引着皇帝往屋内走，这进了门才发现竟是没瞧见人影，心里突的咯噔一声。这股狐疑还未升起来，耳边便传来一声呜呜呜的，仿佛从喉咙里发出来的野兽的声音。爱妃，别动，别动！秦明珠一脸狐疑的转身，便瞧见浑身漆黑、站起来比人高的一条狗，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，嘴里的獠牙呲着，还发出呜呜的吼声：“陛下，救我！”此刻连掐诀的时间都没有，只慌地往皇帝怀里钻。皇帝一见，脸都黑了：“陛下，陛下！”臣妾护着您，顿时拉着秦明珠便往外跑，身后嗷嗷的声音，秦明珠的裙摆飞起，脸色更是大变，只眼睁睁地看着那恶犬朝着他冲来，然后张开獠牙，狠狠地咬在了他的屁股上。啊！明珠贵妃屁股被狗咬了！心儿回来！恶犬顿时耷拉着脑袋，四肢趴在地上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。咦？欢姐，为什么她的屁股上垫了一层东西？你懂什么？有的女子为了好看，就将臀部垫高，就会营造出纤腰翘臀的感觉。秦淮安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心儿过来。秦欢手一招，方才还威风凛凛、不可一世的心魔恶犬，顿时匍匐在地，爬了过来。秦欢姑娘，你好没道理！我们贵妃娘娘好心看你，生怕你受了风寒，甚至还让太医熬了汤药给你送来，你竟然纵用恶犬咬人！谁告诉你是我养的了？先不说你随意进出我的屋子，不得主人同意进出我的屋子，这恶犬又不是我养的。
你问问这禅院之人，我来时可带狗了。他本就是从外面进来的野狗，早晨就有小师傅出来解释过了。再说了，这恶犬谁都不咬，独独咬你家贵妃娘娘一个。不如你问问娘娘，她可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、对不住人家的事儿？那你为何叫她星儿？明明就是你养的。对不住各位施主，这野狗只怕是从后山进来的，禅院并无人带宠物进寺庙。我叫她星儿怎么了？心魔，叫星儿多可爱呀！我叫她星儿、狗儿、猪儿，那是我的自由。秦欢瞥了眼秦明珠，秦明珠那张脸都长成了猪肝色。先宣太医啊，不，宣女医过来。哎，老头子，你那长孙有朝一日会不会被人打死呀？秦欢看着府上的秦老爷子，这老爷子真是了，白天花好几个时辰准备材料，然后教他1个时辰就结束了。打死就拉倒，欢欢，你以后的孩子可要过继一个给秦家呀。秦家老爷子专注地看着书，压根儿没听见他说话。欢姐，为何现在总是来找我求姻缘啊？我是财神亲和力，又不掌管姻缘，巧合的我晚上都睡不好。世人都说月老掌管姻缘，实则不然，财神管姻缘可比月老靠谱多了。你瞧瞧，谁家说亲不都是相看对方财力的？说来也没错呀。财神管姻缘。欢姐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因为我生来知之呀。你呀，有时候装傻便是了。凡人的欲望无穷无尽，听不完的。那怎么才能装傻啊？装傻对我来说或许有些难，但对你来说嘛，将你平日里的性子收敛个7、8分便是了。秦欢说完便笑眯眯地走了。欢姐，我怀疑你在冒犯我。秦欢一听却是撒丫子便跑，咯吱咯吱笑个不停。姑娘，那条赖子狗可得管管了，在这府里说也不能说，骂也不能骂，奴婢有时候还感觉它能瞧得懂眼色似的，而且也只听姑娘您一个人的话。那条狗也不知是哪里有什么问题，前些日子后厨房买了些公鸡回来，它冲进去一晚上全给咬死了，而且听厨娘说，咬了后那些鸡很快便腐烂了，明明有一只没死，最后都浑身溃烂而死。丫鬟说着打了个哆嗦，总觉得那死狗又在偷听，小气又多疑，跟个人似的。它平日里可咬人？咬人倒不会，它倒是一次没咬过人。奴婢瞧着它那脸，总感觉咬人脏了它的嘴似的。而且这狗它还不吃剩饭，这也就罢了，它还要干干净净的碗，水也要烧开放凉的，这也不知道在哪学来的毛病，这简直比个主子还难伺候。若是不给它吃，他就跑院子里偷井里吃。那心魔还花了好几千年养成的好习惯，竟然成了坏毛病。他爱干净，便给他寻个木匠，给他打个小木房吧。看家护院倒是不差的，吃食上给他换干净的，每日让个小厮给他洗洗。一个魔头还这么爱干净，丫鬟这才应下退了出去。果然一开门，那死狗正端端正正地坐在门口，正襟危坐，一脸正直的样子。心儿进来。秦欢轻轻一声，便将他唤了进去。那狗脸上愣是瞧见了一抹生无可恋，还要强打起精神进去哄他开心。再给主子做个恭喜，给主子握个手。行了，别讨巧卖乖了，你堂堂一个魔尊，咬死鸡做什么？真把自己当狗了？秦欢诧异地看着他，那死狗却是脸一耷拉着，想要说什么说不出口。秦欢手指一点，他便开口了：他一直咯咯咯咯，叫谁哥呢？老子咬死他！一弦一柱，扑哧一声便笑出了声。那你咬伤了秦明珠，他那伤口……哼，能被本尊下口的，世间自然无药可医。秦欢满意的鼓掌。大兄弟，你很适合做狗腿子嘛。行了，下去吧，明儿个便给你准备熟食，准备个好住处。秦欢浅浅一句，那心魔这才咧了咧嘴，浑身抖了抖毛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下去了。姑娘，奴婢瞧着他还挺有意思的，
还挺有上进心的。做魔钻时不知道他什么样子，不过他来府上第一日，便将周边几条街的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全都让他做了老大。这一早，他又早早出去了，似乎是将全城的狗都打服了。做人和做狗还是一个道理，都得有上进心才成。他若是走了正道，倒也是个好人。奴婢瞧着他眉心有一抹标记，听说那是神明才有的，难道他是个堕神？不知道是什么神堕下凡间成了魔尊，只怕在神界也是极有威名的吧？大概是什么远古神吧，开天辟地最远古神明的那一批。做神明多好呀，身处光明之中，还能享受香火，背离神界，这是吃饱了撑的吧？做那见不得光的暗界之人，我就想早日成神。一贤一柱满脸渴望和期盼。我这辈子奋斗的最终目标便是看看神尊长什么样。我们这些精怪奋斗终生的意义就在这里。姑娘，您说我们这志向是不是有点远大呀？秦欢半晌都说不出话来。姑娘，咱们都知道您肯定是有出息的大能，咱们姐妹也不打听您的来历。但是您见过神尊吗？或是听家中长辈说过他吗？奴婢听那些精精怪怪说，神尊在成神之前还是个凡人呢。造谣，他生来就是神尊，从来没做过凡人。睁开眼睛，我就是神尊了，身旁就有神仆服侍着，哪里来的凡人？有个精怪说他家一直喜欢凡间，还学着凡间，有过一本族谱，族谱中说他老祖宗见过神尊，他家还供奉着神尊凡间做姑娘时的画像呢。都是骗人的。姑娘，承天殿来人了，请姑娘去承天殿一趟。门外的小丫鬟禀报道。秦欢应了一声，一贤一柱站在他身后一块儿出去了。这是什么味儿呀？你们谁吃城南王阿婆家臭豆腐了吗？秦欢一踏进正殿大门，便问了一句：没人吃臭豆腐呀？荣玉眨巴眨巴眼睛，说完又一拍脑袋：方才明珠贵妃来过这店里就臭了，你问问她，是不是她没洗澡？小伙子不洗澡就是这么臭的。荣玉无辜地闻了闻身上，没味啊。秦明珠却是听得这句话，脸都黑了。店内不少圣子圣女偷笑着，方才他们就这么觉得了，但是没好意思说出口。臭豆腐要是这味儿，只怕就卖不出去了，闻着倒像是什么腐臭的气息。秦明珠，你是往身上藏了块烂肉吗？皇帝竟是这般苛待你，让你连烂肉都要藏在身上。哎妈，这味儿太重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娘娘只是身子不适，用了药有些气味罢了。这只是药材的气息。不得不说，秦明珠聪明，她也没用任何香膏，否则香气混杂着臭气，只怕更要熏晕了去。随你吧，反正肉又不是烂在我身上。哎呀，听说这肉烂了，一定要割下来才行，不然天气一热还要生蛆呢，到时候可不就是割肉能拯救的了。欢欢，你说这么恶心的东西做什么？秦明珠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一双手却是都将自己掐红了。行了，这说的怪吓唬人的。明珠贵妃就是病了，吃了些药罢了，都是小姑娘，脸皮薄，可别这般了。生过了孩子的可不是小姑娘了。荣玉哼哼地瞥了他一眼，本来就不是小姑娘了呀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一切都是从秦欢回来开始的，一切都是他回来后就改变了。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要回来？我就喜欢你恨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吧，同在一处共事也是缘分。那可不，我可没有对哪个男人承欢过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吧。你瞧瞧贵妃娘娘那脸色，万一倒在这里，那不知道还得臭你多久呢。你说你劝就劝吧，这么大事儿，周围几个姑娘都憋不住笑了。好了，都是圣殿圣女，便是所追求的不同，却也是神明的子民。下个月便是灶神祭，到时候可不只是北渊的子民看着你们，南临、东城、北渊、西漠，西漠是佛陀之国，那边都是佛修。
秋，所有人都会来北渊朝圣，来参加召神祭。曾经西没佛陀之国，还召唤过佛界大能。你们呢？我们作为圣子圣女，终生都忠于神明，忠于神界，便是为了我们的信仰，也要将神明召唤出来。所有人都是神明的子民，但我们是神明的忠实信奉者，我们是神明在人间的代言人。愿我神永远笼罩人间。你们都是北渊的天之骄子，与神界最为契合之人。今年的召神祭便由明珠打头阵。秦明珠嘴角噙着笑，似乎这时才又多了些自信。若是自己当初没有膝盖发软，上了皇帝的床，该多好。明珠，你久久不曾练习，从今天起便留在圣殿内，由我教你召神。第二人便有明月。是，明月定不负所望。如今外界都传神界早已联系不上，我们定要给天下百姓安心才是。大祭司，不该是3个人吗？这第3人便由秦欢吧。召神祭又叫什么呢？还有个别称叫献身祭。秦欢的名字一出，秦小妇的脸就垮了。我与财神亲和力100%，为什么不要我去？你是不是对欢姐有意见？明知道欢姐是和什么野鸡神亲和力高，你想害死欢姐吗？你是不是想让她爆体而亡？秦小妇冷着小脸儿，我都100%了，为什么不让我？对呀，虽说欢欢确实也很厉害，但为什么会选欢欢不选小妇呢？你可知道财神意味着什么？财神是人间富贵，在人间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能安民心，能稳军心，你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便是陛下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送你上召神祭，此事不必再提。小妇，你该明白自己的身份，财神在民间意味着什么？你现在是承天殿唯一一个对民众有所反馈的圣子，你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欢欢也好，明珠也罢，对我都是同样的，都是神明的侍从，都是神明在人间的代言人。女儿对他来说从来都不如神明重要。你就是自私，你明明就是自私。你若是为了神明，送小福上去召唤财神哪里错了？绝对不会有半分危险。你就是还没放弃，想要召唤他。大祭司，明月上召神台，没有半分怨言。明月忠于神明，明月没有家人，便是为了召唤他爆体而亡算什么？但欢欢，她是你女儿啊，是你流落在外亏欠她的女儿啊，是你和秦家姑姑的骨血，是你们孕育出了她。你怎么忍心啊？你就算不喜欢欢欢，你就不会觉得亏欠秦家姑姑吗？他是送欢欢死啊，他只是送欢欢去死。神尊乃万神之首，是天道亲自选定的神界之首，这天下还能有谁能承受他一丝神力？大祭司，明月是您亲自带回来的孩子，明月这条命是您的，明月愿意召唤神尊，您放过欢欢吧，他还没得到您和秦姑姑的一丝的爱。没有想象的那么难，会召唤到的。我们是最虔诚的信徒，我们会召唤到的。你是我的孩子，是我和听香的孩子，我不会害你的，我不会害你的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为了神尊，当年抛弃了秦听香，为了神尊，他将亲女儿送上了召神台。你还有没有心呢？你就不会亏欠听香，不会亏欠孩子吗？大祭司，明月知道你一生忠于神尊，可神尊始终是虚无缥缈的存在，如今在你眼前才是该好好珍惜的呀。我不会后悔的，我不会后悔，这次一定会成功。直到大祭司走远了，明月才擦了擦眼泪。欢欢，让你见笑了，你说我可不可笑呢？明明自己过得都不尽人意，却还是看不得人间疾苦，看不得他对你不好。大祭司对神尊的执念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。欢欢，你离开承天殿吧。该离开承天殿的是你。秦欢抿了抿唇，瞧见他浑身大片的死亡气息，不由叹了口气。你若不离开，必死无疑。欢欢，你知道吗？你突然开口提醒我，我感到有几丝荣幸呢。你是咱们承天殿内天赋绝顶的圣女，
大概也是大祭司执意要你上招生台的缘故吧。欢欢，你天赋绝佳，知道的东西也比旁人多，便是有人下一刻就死在你面前，你都不会去提醒他，你只会觉得生死由命，你不会干涉。可如今你竟是知道提醒我了，欢欢，你变得心软了，我很庆幸能得到你的提醒。明月眼神灼灼，似乎很是激动。秦欢怔了一下，随即便苦笑一声，低下了头。欢欢，你知道的，我欠了他的，该还的。明知是死路，他也要上去的。直到明月走远，秦欢面上还有些彷徨。都说生老病死是人间百态，原来我也有不舍的时候。秦欢轻笑一声，便出了承天殿大门。身后秦小妇却总觉得欢欢与曾经有些不同了。曾经清冷漠然，如今被这世间牵绊拉扯的越来越深。秦欢出了承天殿大门，便瞧着秦明珠还站在门外。怎么，你那些恶臭的肉不去割了，等着夏天腐烂发臭生那等东西吗？你就得意吧，瞧瞧你还能得意几日？大祭司对你寄予厚望呢，将亲生女儿送上召唤台，你说说，你该多可悲？你若是永远待在乡下，便不用送死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我不回来，怎么瞧见你被狗咬呢？秦欢松开秦小妇，走上前去。我不回来，让你如同以前那般顶替我成为秦家女儿吗？哼！说完便笑了一声，撇下呆滞震惊的秦明珠，笑着离去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他也重生了。我的儿啊，你受苦了，都是娘连累了我儿。老夫人擦了眼泪，这才站起身，对着皇后见了礼。老夫人莫要多礼，娘娘前些日子也是脑子糊涂，才与老夫人生了间隙。这亲母女哪里有隔夜仇呢？皇后抿了抿唇，这是欢欢吧？前面进了几回宫，不曾来姨母这里坐坐。你呀，与你母亲真的不同。皇后看着秦欢，说不清什么滋味。我们啊，都是将你母亲骄纵惯了，导致她这般大胆，竟是与人私奔，还让你在外受了这么多苦。快到姨母跟前来，让姨母看看。皇后撑起几分笑意，瞧瞧这眉眼，多像啊，精致又可人。跟你娘当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哪里像了？我细眼浓眉，圆脸，她柳眉凤眼，小樱桃唇，一看便是体弱多病那种吧。我喜欢吃辣，她喜欢吃汤吃素。我喜欢各种娇艳的颜色，她因着生病喜欢穿浅色衣裳，因为压不住。我喜欢在外四处游历，她却喜欢安定。你说我们哪里一样？我见过他的魂魄，你们可别骗我。你是上哪里知道的？她是母亲的老来女，出生时身子受损，便一直体弱多病。后来为了让她能好好静养，便送进了承天殿求神明照福。也是这般，才与大祭司看对了眼。她每日在我身旁碎碎念，后来我便将她超度了。秦老夫人悚然一惊，你竟是见过他的魂？我是圣女，你以为见他很难吗？那你早在进京之前便知道我们才是你的家人，你也是故意给我母亲生辰送棺木的。你这孩子怎么如此？那算什么？也是因为我的好祖母先放弃欢欢呀。她不是早就知道明珠不是秦家骨血了吗？欢欢还不曾进京前，怀宁姐姐便回来告诉她了呀。皇后一听，脸便沉了沉。母亲若早就知晓秦明珠才是冒牌货，那如今她的遭遇，岂不是母亲一手推动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哪里知道了？不用解释，横竖我也没打算进你秦家大门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认，那咱们便永远也失去了这个机会。别说什么秦萍香了，我亲手超度的他，我跟秦家永远是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永无交集。秦欢说完便站起身来，也别对他说什么像他娘的鬼话，他都见过本尊了。秦欢出了殿门，那殿内便又吵了起来。人呀，依然如当初一般贪心呢。
哎，你半个时辰前便说要回府，这个点儿怎么还不走？陛下孤单寂寞，陪陪你。顾韶光瞧见秦欢进门，眼睛变亮了。朕有什么孤单寂寞的？这后宫佳丽3000，反倒是你孤家寡人一个。皇帝嫌弃地瞥了他2眼。哦，嬛嬛来了，可见过你姨母了？你们本是血缘至亲，这般久才唤你进宫。见过了，姨母和老太太打起来了，嬛嬛不好啦，也怕旁人打扰他们，便给他们关上了门，先出来了。皇帝赶紧给公公使了个眼色，小太监急忙往坤仪宫赶去。哎，这也是姨父失职了，这般久都忘了过问嬛嬛一声。嬛嬛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大可告诉姨父，姨父定能帮嬛嬛做主的。这妮子惹不得。嬛嬛年后虚岁15，该及笄了吧？都是大姑娘，该说亲了。哈哈，这京城中儿郎可不少。嬛嬛，你没长辈帮衬，待及笄礼，朕便帮你请人帮你办。那便谢过陛下了。说起来，满了15的姑娘也该相看着了。顾韶光一听这话，眼睛嗖的亮了。这天下的好儿郎都尽你挑选，嬛嬛若是看上哪家的，姨父便给你做主。大祭司那个人神神叨叨的，哪里懂这些，都没朕了解这些少年郎呢。堂堂皇帝瞧着竟是要干拉皮条的事儿了。顾韶光眼神凌厉，皇帝依然没觉察到。顾韶光将手握成拳，放在唇边轻咳。皇帝一见顾韶光，突的眼睛亮了亮。韶光？哦，对，韶光家还有好几个儿郎呢。韶光，我记得你家2房只有个姑娘，3房顾小叔家里还有2个弟弟吧？我那2个弟弟八字不好，说是要等18后才肯娶妻，现在才15呢，耽误了嬛嬛可不行。唉，定伯侯府上的世子也还没娶正妻，定伯侯乃是功勋世家了，府上又干干净净，没什么妻妾。那世子当年婚配时，府上老太太没了，拖了3年，今年18，正好可说和。定伯侯世子就是个孬种，胆小如鼠，还不如嬛嬛果敢呢，配不上嬛嬛，说不得遇上什么大事还要躲在女人背后呢。清平侯家的李公子，府上也是有不少出息弟子的。虽说还未娶正妻，据说妾室都已经推到门外去了，外室都有好几个了，进门就能做娘。那宁安伯府上的小公子还行吧，是姓文吧？那孩子我也看过，是个读书人的料子，还是个清贵之家，这一届的探花郎呢。清贵说的好听叫清贵，说的难听叫府上没钱，叫穷，只是徒有虚名。咱们都是过来人，又不是不清楚，嫁过去说不得还要为了柴米油盐呢，这般人家哪里配得上嬛嬛？嬛嬛，你别听陛下的，你瞧瞧他后宫一团糟，皇后贵妃不和了，嫔妃又把谁推进水里了，谁的孩子又不小心掉了，他自己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呢，他跟你说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兄弟。他至少还有媳妇儿，你连媳妇儿都没有，你懂得还能更多，人家都比你更有发言权呀。顾公子连这些事都知晓，可真厉害。我每晚都在众位房梁上飞来飞去，听着许多不好的秘密呢。说起秘密，顾韶光脸马上就黑了。嬛嬛，你以后要少与秦淮安接触，那小子他居然对我有意思，难怪当年我让他穿裙子他就穿裙子，他居然对我有意思。淮安别的不说，对紫金倒是极好的。对了，你家2房嫡长女顾飞燕是不是说给秦淮平了？哦，是3个月前定下的，年后便要成婚了。秦欢失笑不语，还真是命啊。欢欢虽说与秦家不和，但明面上也是要请欢欢喝喜酒的，那我可一定要去。他的喜酒有什么好喝的？紫金当初从乡下来京城时便胆小怯弱，看什么都怯生生的，怕人的很，便是在乡下被他欺负坏了，他的报应呀已经到了呢。秦欢笑得神秘，看得顾韶光几乎失了神儿。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百科老人瞧见他俩站一块儿，眼皮子便不住地跳。欢欢，你今年要及笄了，若是百科老人瞧见他那耳根温红的模样，便忍不住跳了出来。万恶淫为首，婚姻嫁娶是火炉，
跳下去就没有回头路。一时单身一时爽，一直单身一直爽啊！说完便扬长而去。完了完了，我坏这尊大佬的好事儿，将来会不会死无全尸啊？可是这两位若修成正果，成双成对，那这不是乱套了吗？顾韶光的眼神几乎能将百科老人啄个洞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还没说出口，他给你来一句一直单身一直爽。这就是头发胡子都花白了也没个妻儿的缘故吗？你别听他的，欢欢，这老头整日在宫里看漂亮的小宫女，他想娶漂亮的，可漂亮的看不上年老的他又看不上那七老八十的老太太。再说了，这个年纪的老太太是买一赠子子孙孙好几代了，他也不肯干呢。我知道。秦欢轻笑一声，便双手背在后头，慢悠悠地走了。顾韶光深吸一口气，追了上去。不行啊，今晚他得前进府去，将陛下提的那几个青年才俊先揍一顿再说。顾韶光跟着秦欢，两人一同往秦家而去。谁呀？那么奇葩，给葵牛喂草啊！葵牛生来爱吃荤腥，越是腥臭的肉类越是喜欢。这么个威武个东西，你给它喂草？我怀疑你们北渊是在侮辱人家。好好一葵牛凶煞的猛兽，名字一出便让人闻风丧胆，现在成什么样啊？一身青草气，吃的眼睛都带绿色了，怎么还将葵牛饿死的呢？你瞧瞧我的穷奇，这可是拥有穷奇血脉的，日日以那牢狱中的罪人投食，看看如今多么威猛不凡呐！哪个蠢货说的给人喂草？没见过猪跑，还没见过典籍记载吗？吃荤腥的凶兽，愣是让你们养成了食草的没用的东西。那葵牛本就是上古凶兽，能听懂人言，此刻瞧见自己被人鄙视了，委屈极了。他不爱吃素，是被逼的呀。都是牛，为什么不吃草？水牛、奶牛哪个不吃草？葵牛吃草有什么不行的？我看它吃得很香甜的。他可是养过葵牛老祖宗的，老祖宗都是吃素，何况一个小虾米。本想怒斥，但一抬头便见清冷少年穿着一身长裙悠然而来。师弟，这是瞧了美人又不忍毒舌了吧？不过这穷奇和葵牛本就是凶兽一类，从未听说过凶兽吃素的呀。就如咱们的穷奇而言，是日日以活人投食，你让他吃素，无异于要了他的命啊。山海经中有记载，葵山其上有兽焉，其状如牛，未毛，名曰穷奇，音如好狗，是食人。这书上都写了食人，那当然是真的啦。吃草浑身都带着草木清香气，闻了便让人愉悦。这穷奇，这位姑娘可要小心了，咱们这凶兽可不是葵牛般好性子，若是听见有人鄙夷他，那可是要发怒的。上次连我们南林弟子都被他吃了一个，便是惹了他不喜。哟，吃人就算了，浑身腥臭就罢了，还小气。秦欢碎碎念，这玩意儿难怪以前不得他喜欢。说不得，说不得呀！话音刚落，那趴在地上假寐的穷奇便瞬时站起了身。不得伤人，等会儿我让人给你投10个细皮嫩肉的女子，让你换换口味。寻常这穷奇一发怒，只有师尊能勉力制住，今儿便是他们为了炫耀才将穷奇带了出来。小姑娘，你快走吧，这穷奇撒泼起来谁都治不住，这东西好脸面，只让人哄着，不许人说他。哼，总有人自视甚高，长得貌美还不是个草包。上古凶兽意味着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穷奇，好好给他点厉害瞧瞧，省得还以为咱们南林凶兽是吃素的。小姑娘穿着一身天蓝色长裙，若是细看便能发现她的穿着打扮竟是与欢欢撞衫了。正所谓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那小姑娘气冲冲的样子便能看出来了。小师妹不得无礼。小师妹乃是师尊和师母的女儿，颇有些天赋，只是这些年被他们骄纵坏了。那穷奇却是眼神一扫，朝着旁边只露出个侧颜的女子走去。南林弟子脸色微变，
姑娘，你快走吧。承天殿众人却是面色有些古怪，谁不知道这魁牛本来是吃肉的，是秦欢来了之后硬生生给改成吃素的。你还不将你们的女弟子带走？当心穷奇伤她。我家穷奇本就高傲，不让人冒犯，更何况她平日里又比较听小师妹的话。秦欢双手环抱，看着那穷奇一步步逼近。有的人真以为这世界都该围着他转吗？穷奇，给他个教训瞧瞧。师妹，师尊不许你让穷奇伤人。不过就是瞧着人家长得漂亮吗？魂都被勾走了，妖妹子狐媚货，哼！小师妹撅起嘴，不高兴得很。此刻那穷奇站到秦欢跟前，秦欢正好背对着他。穷奇吸了吸鼻子，这股香气可真熟悉，真让人发馋呀！人间女子何时有这般香气了？凡人都带着几分恶臭，特别是男子，女子略好一些，但这女子却是香气扑鼻，好闻的让我打了个寒战。那魁牛竟是能忍住不吃它。穷奇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咬他！蓝衣师妹怒斥一声，那穷奇便猛地叫了一声，直直地伸着脖子朝着秦欢而去。秦欢突然转身了，秦欢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子，抬着那张脸默默凝视着穷奇。那凶猛的凶兽正张着血盆大口，要一口吞下它，突然就这么定住了。没，终于又坑来一个凶兽。终于不是我一个兽对大佬的臣服了。我去，这是开了灵智啊！穷奇，你愣着做什么？咬死他呀！你害死老子了！小姑娘别折腾了，《山海经》都有记载，穷奇生来食人，从不吃素。此刻乖巧的穷奇坐在地上，正老老实实吃着那筐草。你方才嘲笑我吃草有多嘚瑟，现在就有多丢人呐！早就给你们说了，多吃素对身体好，吃什么人呐？行了，以后都给他吃素吧。秦欢随意地拍了拍手。黑牛，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将圣殿后面那块土给犁了？秦欢眸光一闪，看着他，魁牛顿时屁颠屁颠跳着来了他跟前。堂堂凶兽一定还这么开心，他是脑子有病！他对穷奇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给我回来！你的志气呢？你的志气！好了，这世间有一种人本就得上天宠爱，会得各种凶兽喜欢，这北渊圣女大概便是这种人。小师妹，不要胡闹了，师父快要回来了。方才那少年对着小师妹摇了摇头。二师兄虽然宠他，但是也不是毫无底线。小心些，他虽薄情，但自己却要爱自己几分的。你这般高的天赋，当真是瞎了那人的眼。秦明珠无奈地摇摇头，仿佛有无数种委屈。欢姐，这人可不能小瞧，是东城的国师，最年轻的国师。听说早在12岁那年便接了老国师的位置。老国师已经600岁了，因这600年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，一直拖着，直到前些年才遇到他，当即被收为关门弟子。西漠是佛修，北渊和南陵忠于神明，是神使。那东城是什么？东城其实最为神秘。我们寻常三国，西漠、南陵和北渊，虽说时常不和，但是却经常联系切磋的。倒是那东城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不参与。这也就罢了，他们还背地里讽刺我们这些都是下层信仰。信仰不分贵贱，都是信徒，何来下层上层？所以说起这些事，大家都是小心翼翼的，一闹出来就是打，大家久而久之也不愿与他们为伍了。他们信奉的说是神主，典籍中都找不到那个神主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神主？你也不信吧？民间是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的，神明和神尊出现之前，神界是曾有过神主的，他才是最原本的神主，拥有开天辟地之能，为人世间制定了法则，他凌驾于所有神明之上，是先有了他，才有了神尊以及神明。我们这些正统传下来的典籍中都没有记载，
他们偏说自己是曾经神主在人间的信徒，信仰没有高低贵贱。你好好保重身子，我期待着你的招神术。这众多人中，也就你可勉强与我一战。男子眼里满是期待。奇异的是，秦明珠寻常都是一副妇人装扮，今天竟是穿着一身少女模样。原来是明珠贵妃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大家闺秀呢。明珠贵妃怎么今儿穿着未出阁的裙装啦？陛下见了，可要不喜了。唉，人皇不曾善待于你，你堂堂一个圣女，天赋异禀，又为何委屈自己？高高在上的圣女，便是皇后之位都不换，做神的宠儿不好吗？原来贵妃娘娘攀着高枝啦。秦欢笑眯眯的，秦明珠这眼神跟当初勾搭皇帝时一模一样呢。小小年纪，说话如此恶毒，原来不是人人都如同明珠一般貌美心善的。东城男子不喜地扫了秦欢一眼，这才下了台阶，直接错身而过。秦欢轻轻地勾了勾嘴角，哎呀，顾韶光的信徒怎么这么傲气呢？那傻乎乎的神主都没这么高呢。老子下次还要和你们神主喝酒呢！呸！陛下今日在京城设宴款待众位使臣，还望众位使臣赏脸。这便是你们凡人的战神？哼，就是他将东城士兵吓得闻风丧胆，本座还以为长得三头六臂呢，原来也不过是凡人罢了。要什么三头六臂呀？没有三头六臂都将东城士兵吓得尿裤子，再有三头六臂，你们岂不是要跪地求饶了？秦欢缓缓地走进殿门，站到顾韶光面前，轻轻勾了勾唇角。秦欢见不得有人欺负顾韶光，心中总觉得不悦。大概是这位曾经也是神主，算是同僚吧。凡人就是凡人，你信不信我手一指，他能学狗叫？国师斜靠在软榻上，看着便是随心所欲惯了。本官变不变狗不知道，但是我见过东城变狗。放肆！只见那大国师手中飞快地念着什么，手指掐着印记。顾韶光只看了一眼便记住了。趴着过来。顾韶光定定地站在殿中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哼，你是练功练多了吧？脑子也有问题了？哼，还趴过来，笑死人了。哎呦，这是失败了吗？笑死我了，没有起效果。不可能！你这个妖物，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妖法？切，真是怪了，我就站这儿不动，全程看着你们大国师表演，我用什么妖法了？既然你说是妖法，我便原封不动还给你便是了。那凡人大将军学着东城大国师的模样，手法很是生涩的掐诀，真是笑话。你当我东城是什么垃圾东西吗？你看一眼若都能学会，我东城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，那……话音未落，他便感觉到天边传来一丝熟悉的气息，对面的人掐诀成功了，引动了灵气。你给我趴着过来，今日起，那你便是狗了，无我命令，不准起来。方才还盛气凌人的弟子身子猛地一颤，像是被什么定住了一般，眼神渐渐变得混沌，脊背猛地往下弯曲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手脚并用的在地上爬着。他只看了一眼便练成了吗？并且还成功了，这可是术法呀，不是凡间随便学学就会的拳脚功夫。南林的弟子们惊得眼珠子都瞪大了。华年师兄，你可看出那人间战神可是有什么不同？不是，莫要惹那个男人。他虽是个战神，可他是个凡人呀。他若是入了咱们这一行，咱们将无路可走。就这东西，值得你们学习10年，看一眼就会的东西。东城大国师一口血差点吐出来。不对呀，你为什么不用咒语？为什么要咒语？没用咒语也可以啊。我严重怀疑是创造这个术法的人为了增加高难度，或是为了显得自己高深一点，给你们编的。反正顾韶光一听这玩意儿就是编的，有木有都不重要的那种。放肆，不可侮辱神主。东城众人沉着脸，方才他站在那里，就算知道他是人间战神，众人也没有谁多看他2眼。顾大人，你家孩子当初没送承天殿去瞅瞅，我怎么瞧着他更适合做圣子啊？方才那一手可把东城那些眼睛长在天上的家伙都吓愣住了。去过呀，
可是大祭司说他没有任何亲和力呀，学什么都不行的样子。顾大人一脸无辜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大祭司这会儿正一脸怀疑的表情。他虽然瞎了，可当年顾韶光送来时他没瞎呀。喂，他当年来学过书法。那时顾家状况不好，他大概1、2岁便送来测过，没有丝毫仙缘，便给送回去了。也是那时候，我发现他与我有翁婿之缘，也是因这个，后来拉了顾家一把。这世间有人信仰佛，有人信奉神主，有人信奉神尊，精精怪怪和妖魔都信暗尊，我们是神尊一系，大概是他生错地方了。秦欢却是突然啊了一声，大祭司朝着他偏头，秦欢摆了摆头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感叹一下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这样呀。他乃神主转世之身，而自己是神尊，是神主之后才有的神尊，也是在他之后才有的信徒。他有自己的术法。想着想着，秦欢这脸色就不好看了。这小崽子怎么看都是瞧不上我的术法呀。秦欢气哼哼地回了位置坐着，那东城大弟子却是依然在殿上摇头摆尾。怎么心疼将军啦？为什么要心疼？这孩子都还没开窍呢。你呀，大祭司这段时日可有传授你什么心得啊？没有呀，这么久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着他。他和大祭司向来都是谁都不理谁，两人时常1、2个月不见都是正常的。等会儿我将以前的记载给你，你回去都看看。召唤神尊时莫要着急，感觉承受不住就放弃，脸面什么的都比不得性命。大祭司这是真的看重秦明珠啊，对欢欢完全没有几分亲情可言。听香啊听香，你真的看错人了，指望着他能替你护着孩子，只怕他才是伤害秦欢最多的。那便谢过明月姐姐了。见他眉宇间黑气重重，你也尽力便是，不要强求。这样多好啊！刚来那会儿看着冷冷的，仿佛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，你能在意我，明月很高兴。小福，你啊要好好修行才是啊，你最适合这人间，北渊有你便是福了。我知道的，明月姐姐，你怎么像交代后事一样？当初我爹走的时候就是这么交代我的。秦欢听了这话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沉甸甸的。欢姐，这几日你大概不能回秦家了，马上便是招神祭，众多使臣都是要一块住在承天殿的。嘿嘿，欢姐你可真厉害！上午时那东城的国师一直瞧着我看，方才他一直看着我皱眉，那脸上不解的样子，差点笑死荣誉了。荣誉高兴坏了，他本来就担心那东城国师将他打回原形，这会儿半点不怕了。行，我不回秦家住着了，我送你一块回圣殿住着。瞧瞧你，果酒都能喝多。秦欢几人还未上马车，刚出宫门，便见秦老太太亲自等在宫门口。怎么了？上次和皇后还没打够？秦欢瞥了一眼，脸都抓烂了，你还好意思出来？秦老夫人被老爷子劝着过来认错，一句话就被秦欢给激得面红耳赤。不用表现出什么母慈子孝，我和秦听香都没什么母女缘分，和大祭司也没什么瓜葛，你别来求我。那老夫人面色铁青，眼睁睁看着秦欢错身而去。欢姐，那老太太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呢。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瞧见银神花开呀？我们那边的银神花已经1000年没开过呀，没有一次神迹出现，会不会是典籍骗人的呀？银神花说不定根本不会开花，骗子！不得胡说，传闻2年前北渊便有过银神花开，听说片刻间银神花瞬间全开，煞是美丽。想来北渊今年是有杀手锏的。骗人的吧？小师妹躲在身后偷偷念着：一贤一柱，快随我来呀！秦欢站在门口，明明一贤一柱就站在他身后2步远。一贤一柱脸瞬间一黑。姑娘，您什么时候这么调皮了？一贤一柱思华年，哼，你们占我大师兄便宜！那蓝色衣裙的耀月师妹顿时眉头一纵，指着秦欢身后2人大声道：耀月，不得无礼，性命是父母恩赐，
不得随意更改。大师兄轻叹一声，走上前来，对着秦欢三人拱了拱手，让3位姑娘见笑了。耀月不懂事，给3位添麻烦了。秦欢倒没什么，只要身后2人没事便成。下次管好便是，谁还不是个孩子呀？他们化成人形还不到1年呢，他们也是没宝宝呢。好，花年一定好好约束他。走吧走吧，姑娘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华年面上依然是得体的微笑，但医助见了就是不喜，瞧着就是个假面人。哼！待3人走远，华年大师兄才失笑地摇摇头。以后再不许胡说，你在这般屋里，下次便不带你了，将你留在南林，好好修行，省得出来惹祸。一玄一柱思华年，没想到真有姑娘叫这个名字。欢欢，被褥床铺我都给你拿来了，你若是需要什么便告诉我，我明日差人给你采买回来。你虽然不曾来住，但我每日都让人过来清扫的，这里面倒也干净。你一直都住在圣殿吗？我幼年时家中贫穷，爹娘要将我卖给将死之人冲洗，说是死了在阴间也有个媳妇，是天香姑娘心善买下了我。后来大祭司见我有亲和力，便带进了圣殿做圣女。后来家人回来寻他，也是听香圣女将他们打了出去，再不敢来。其实你何必如此？你想要过的生活，想过便去过。大祭司帮你，也是因为你有亲和力，哪里是什么心善？至于秦听香，你帮过我，也算扯平了。也许你可以出去过想要的生活，游历山川，遇到喜欢的人便嫁了，生1、2个可爱的孩子。你教他读书习字，日子也很好。欢欢，账不是这么算的，这些年过的好日子，我也该满足了。好了，床铺好了，快上去躺躺，哪里不舒服我再给你改。谢谢明月姐姐。听得这声明月姐姐，明月笑得更开心了。待送走了明月，秦欢才爬上床，刚一爬上去，便又听到了信徒的祈祷。欢欢略一犹豫，还是开启了入梦模式。人无心能活吗？这次似乎是个小姑娘的声音。咦，是梦中梦？这是谁的心结？大娘，人无心能活吗？小姑娘面容看不清，只依稀能瞧见极其苍白，手指尖都是白的。走开走开，晦气得很，看着脸色要死不活的，你可别倒我摊子前面，那我今儿生意就没好运了。人无心当然会死，肯定不能活啦。哎，你这小姑娘手里抱着个什么？瞧着怎么那孩子手指尖都青了？这孩子不会死了吧？那大婶儿突然后退一步，惊恐地看着他。他没死呢，他不会死的，我把心都给他了啊，他会活着的。小姑娘跌跌撞撞抱着孩子四处游走，秦欢不知为何心间重重一刺，好似极其尖锐的刺痛。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他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我找到大爱之心了，把这个孩子养大，让这个孩子做圣人，他就能成神了啊！秦欢想上前听清楚那小姑娘在自言自语什么，刚一靠近，便咔嚓一声，梦境瞬间破了。阿弥陀佛。秦欢听得一声佛号，转头一瞧，便见一个红衣少年正双手合十，面带笑意地看着他。这是小和尚的梦呀。小和尚的祈求是什么呢？梦里的小和尚居然有头发，还穿着一身红衣，像是喜服似的。他竟是能梦到自己有头发吗？小和尚竟然会求到我的跟前来。小和尚不是该求佛主吗？女施主，你听祈求便好，少入梦，否则容易被梦境所迷惑。有的人精神强大，可将神都禁锢在自己的梦境中。小和尚看着他叹了口气，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小和尚，你是后悔做和尚了吗？秦欢好奇地看着他，甚至还走到了他的跟前。小和尚，你是不是在梦里娶妻呀？我怎么瞧着你这衣裳像是我见过的喜服呢？小和尚眉宇带笑，似乎比白日多了几分温柔。佛子无欲无求，也有欲望吗？小和尚，你若是不那么冲动，也许还能回去做太子，还能娶到心上人，过想要的日子呢。新娘是谁呀？你怎么一个人穿着喜服在梦里呀？我还没见过你的心上人呢。原来你也有心上人呀。
要是陛下和皇后知道你有心上人，肯定会绑了那姑娘，然后用她威胁你做太子，说不定还真能成呢。看不出来呀，小和尚竟然心中也有一块不可触摸。你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我回答哪一个呢？欢欢，我就算做太子也强求不得他，谁都强求不得的。父皇母后更不能威胁他，他可不受人威胁，他若一翻脸，事情就严重了。小和尚看着他仔细道，秦欢不由点头。那他心上人也挺厉害的呀，跟我的性格还挺相似的。那你可试着慢慢打动他，难不成你就是知道你俩没有结果才做的和尚呀？小和尚摇了摇头。他希望我做和尚，希望我做佛子，希望我拯救苍生，希望我功德满身，希望我成为大能之人。他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大爱之人。秦欢顿时同情地看着他。真惨呀，我喜欢你，你却希望我做和尚，希望我清心寡欲，那他可真够奇怪的。我也插入不了呀，他有心上人了，但他不自知，他的路比我的还要难走。小和尚轻声一念，微风便将这句话吹散。你出去吧，以后不要入我的梦了，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他怕自己忍不住将秦欢强留在梦境中，他可以再不醒来。秦欢见他下了逐梦令，便小气巴拉地说了一句，然后用手划拉着下眼睑，做了个鬼脸儿，这才出了小和尚的梦。秦欢前脚刚走，后脚小和尚面上便带起了笑意，穿着一身红裙，满身喜气的秦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。是秦欢，却也不是秦欢。他面容比秦欢更多了几分精致，但少了几分清冷。是他，却也不是他。小和尚也没拜堂，只用红盖头盖着他的脑袋，牵着他的手。是啊，你是我一生的执念，我会替你一直大爱世人，永远都会。小和尚轻轻念道，他是佛子，是因为他有了他的大爱之心。秦欢出了梦境，便很快被拉到另一个梦中。秦欢看都没看，一个猛子便扎进了顾韶光的梦境里。还是神界舒服，这宫殿这桃林都跟记忆里一模一样。喂，你又来做什么？哟，瞧着他的眼神，显得自己还很多余，听着这语气就有些不大好。你是不是创造过什么术法呀？那些术法有没有什么咒语呀？秦欢突然好奇地问道。晚宴时，顾韶光那一招将东城都震着了。咒语？要什么咒语？术法这东西不是信手拈来就行了。我从来没学过什么术法，也没有术法。不过我曾经教过几个弟子，也不算弟子了。我曾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术法，让他们替我保护一个人。那时为了他们忠心耿耿，似乎是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那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，要一直保护他。这个咒语嘛，那时我还不曾做神主，怕威慑不住他们，也为了显高深一点，便随意写了些东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想要保护的人在下界吗？我瞧着你总是看着下界。我答应了他，要下去找他。我想告诉他，做神并不好，没有与他在一起的时光好。他曾问我，做神比他重要吗？我想告诉他，我后悔了，我不想做神了，神明没有他重要。他听了这话一定很开心，那我便祝你早日成功吧。多谢你吉言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原谅我。我来这里似乎有些久了。那他是凡人吗？凡人会生老病死。我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凡人，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活着的。曾经我一个人跨过了无数山川，路上遇不到一个人，后来便是他出现在了我的身边，只有他和我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。最开始他甚至不会说话，是我一字一句教了他。他陪我走过了无数岁月，后来有了凡人，我们又一起游历，他也一直跟在我的身旁。那你一直走什么？为什么不跟他安定下来呢？有一道声音从我出生便伴着我，告诉我要寻找一个人，让我开天辟地，让我为人间制定规则。我一直不断寻找，没有他之前，我已经寻找了无数年，一直不停地走。后来便是他一直陪伴着我，我们吵了一架。他问我，成为神有那么重要吗？他不想再走了，不想再寻找一个毫无踪迹的东西。他问我，成神和他什么更重要？当然是成神更重
要了。我也是如你这般回答的，他不愿再走，就等在那里等我回来。后来我留下了人，给他们下了烙印，教授他们术法。也是在那时随意编了几段乱七八糟的咒语，那些语言是我游历各界学来的，想来学会也要大概费一些时间。后来他一直寻找大爱之心，他还未寻到，脑海里那道声音便告诉他，你成功了，大爱之心已经归位，功德圣人即将临世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到了神界，成了神主，为人间制定了无数规则，可他却回不去了。鬼地方一直困着我，不许我下去。我不是故意不去找他的，他一定还在原地等着我。不急，他既然不老不死，那一定能等到你的。你怎么不弄一些人上来服侍你啊？你既然是神主，这里既然是神宫，你不妨让一些神明替你打理神界呀，这里太空旷了。还可以这样吗？当然可以这样，你是神主，这里是神界，你虽然出不去，但你可以将人世间的大功德之人，亦或是修行飞升的人弄上天呀。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你爱吃吗？爱吃，厨房得选个灶神吧，这就要厨艺极好的了，最好各界美食都会的那种，还能换新鲜口味。床头什么的，可选个床头婆婆吧，虽然这是小神，不过可以有的。还有掌管婚事的月老，专门给男女之间拉郎配，找个和善又喜庆的老头就行了，最好要白头发白胡子的，看着和善。那没事，若是那人黑发，便给他变成白花花的头发胡子的。你快说，你继续说，听着倒有些意思。我能将他拉上神界吗？别想了，虽然他目前不老不死，但他没有修行过，还没有得天道的宠爱呢，上不来的。你以后再寻法子吧。你还可以找一些什么财神呀，对，掌管人间富贵，这个一定要有。还有送子娘娘，咦，送子观音这个不是你的，那个你别管。还有什么门神啦，这种你可以在人间选厉害的战神做门神，可以震慑鬼怪，不许他们入门残害凡人。还有禄神，主司官禄之神，还可以掌管文运。做官不是要考取功名吗？考中状元可定为文曲星君，便由禄神执掌。不过我怀疑你将这一切办完也能出去了。你真是个好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你可以自由地出入神界呢？若不是知晓这里是在天道的眼皮底子下，我之前还当你是什么宵小呢。我叫秦欢，你可以叫我欢欢。我呢，断然不是坏人的。我呢，跟这神界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咱们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前辈后辈？哼哼，我可没有什么后辈。你就是猜破天际你也想不到的，便是我都不敢想呢。神神秘秘，总会知道你是谁的。神主摆了摆手，便往桃林去了。你去桃古林做什么？现在又不结果。我告诉你啊，对，就是那棵桃树，长的果子特别好吃，比别的桃树都好吃。这桃子还一棵树没结果呢，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吃？反正就是好吃。不过这棵果树千年开花，千年结果，等以后你吃到就……姑娘，你去哪里？奴婢给你送了燕窝粥过来。一柱看着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不要等我，我要出门散散心，我要去瞧瞧顾韶光那个傻蛋，这是第二次把我关门外了。秦欢抿着唇，总觉得心里有些委屈，他就想拧着顾韶光的耳朵转圈圈，拧啊拧。我不敢将你梦中的神主欺负一下，还不能欺负后世的你了。秦欢哼了一声，刚走到承天殿的门口，那守门的侍从便对他行了一礼。圣女，您来得正好，顾大将军在那边等您，也是方才到，还真是巧了，你们两人都正好出来。这会儿天还麻麻亮，还有些暗，顾韶光已经穿着一身玄衣站在了树梢下。欢欢，我是不是被精怪给梦夜了？第一次被人在棺材里钉死了，第二次见了一晚上的宫殿，昨儿我又吃了一晚上的桃子。我桃子过敏，你瞧瞧我，起了一身的疙瘩。你吃了多少桃子呀？怎么没听说你桃子过敏？小时候太医诊断出来的，
有一次夏日进宫，陛下赐了不少外地的贡桃下来，我吃完当夜便呼吸不畅，被送到太医署去了。吓得太医署救了好久才救回来。我竟是不知梦里吃的桃子也会使我过敏吗？你还记得梦里之事吗？记得一些。梦里似乎还有个人骂我抠门什么的。没事了，待会儿让太医擦些药便好。以后在梦中少吃桃子。你说我是不是被什么精精怪怪入梦了？我听大祭司说，有的精怪擅长入梦，还可以在梦里吸食人的精气。我这3次都隐约听到女子的声音，说不得是什么精怪想要吸食阳气呢。那要不我给你画个符？那行，欢欢帮我画个符吧。下次他再入梦来，我便贴在他脑门上，总要让他精精怪怪现出原形的。当着顾少光的面儿，将那黄符折叠起来，折了个3角形，然后朱唇轻启，念了个什么，掐了个诀，便递给了他。欢欢，你曾经可有卖过一枚心想事成的符咒？这个呢，其实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妈呀，我忘了这回事，暴露了。还记得2年前我刚去青山镇吗？那时因着我婚姻难，紫金便四处替我求姻缘符。那日说是遇到了个高人，花了高价在他那儿买了个心想事成符。当时我不信，然后就被雷劈了。我托人寻了好久都没寻到那人在哪里。方才看到欢欢这符咒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我还以为欢欢你劈了我呢。这天下符咒都差不多。哎呀，你说起来，我也真是瞧见旁人这般折符，我才学会的，便是那时候在镇上一个少年郎那里学来的。秦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我回来了，你帮我把燕窝粥端来吧，现在吃得下了。秦欢说完，一贤脸上明显的一慌，端着碗的手都有些手足无措了。怎么了？你吃了吗？你要是吃了就吃了，重新端一碗便是了。刚才姑娘出去了，我便端着碗追来了，便遇见了那南陵大师兄华年师兄。他问我何事如此焦急，我说我姑娘还没喝粥，待会粥便凉了。他见我着急，便帮我想了个法子。一贤干笑地看着他，秦欢看着他，这傻妞不会让人给骗了吧？他怎么帮你的？然后他就帮我喝了。秦欢板着脸进去时，一贤正老老实实地将碗放在脑门上，然后恭恭敬敬地跪在门口。我罚你，不是因为他喝了我的粥，而是我的傻姑娘呀，你别让人给糊弄了。那小子身旁的那什么月月，看着就不是个好相处的，当心将你撕了吃了。你去做什么？我是怕你姐姐被骗了。我俩是双生并蒂莲嘛，同根生，同根长，连相貌都一样。他跪着，我也得去跪着。你罚他的时候就减半就行了，毕竟我也算个人，分担了一些嘛。秦欢轻笑了一声，便也没理她们姐妹俩。你来做什么？你又没犯错，我要去求姑娘，你没错，不罚你。你去做什么？我自己求了来陪你的。咱们是双生并蒂，你跪，我自然也得跪了。咱们是双生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也能感觉到几分。劝你歇了这心思。遗嘱你信命吗？我不信。我若是信了，我现在就还在那池子里，做一颗没有想法、没有身子的金莲了。我信命。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定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的吗？你先有灵石，你是姐姐；我后有灵石，我是妹妹。在你还没有灵石之前，我先有了灵石。那时曾有人进过地宫，这你便不知道了吧？可地宫并未有人动过的痕迹呀。有的，那时我便放出一缕神石求救，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，与我们的神意同出一脉，所以感应到了，只那一抹神意将那入侵者带走的。灵石像什么呢？就像两人双修一般，所以他的灵石至今有华年的气息，华年的灵石也有他的气息。不过一贤本就腼腆，这些话却是不好同一柱说出口的，只说了华年大师兄与他俩有恩。真是孽缘呀，相隔千里也能被你召了来，这也就罢了。咱们叫一贤一柱，他叫华年。谁死他了？
我看着可没什么想法。这人啊，真是生来是什么就注定是什么。瞧瞧，生得貌美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给人做丫鬟，做这端茶递水的活。这大清早的就跪在门口，这主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呢，心狠手辣哟，辣手摧花哟。他就是见不惯秦欢生得美，还找2个丫鬟都将他压得死死的。耀月，我便是这般教你的。大师兄顿时沉了脸。我又没说错嘛，大清早的跪在这里，不是主子心狠是什么？用一对这么漂亮的丫鬟，比宫里某些贵妃娘娘还好看呢。耀月朝着秦明珠的方向努了努嘴，秦明珠正巧出了院子，抿着唇，垂着眸，没说话。你瞎说八道什么啊？谁心狠了？我家主子美得天怒人怨，我看着他就开心，就乐意做他丫鬟。怎么地了？我自愿给他做丫鬟的，还分文不取。你羡慕嫉妒了？不过你也嫉妒不来，就你这长相，也配不上我俩的容貌。站一块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丫鬟呢。你不知好歹，想给你赎身，给你个自由身，你都不要吗？非要做人丫鬟，这低三下四的活干着这么舒服？耀月就是不爽，秦欢每次都是人群的最瞩目，那可不止舒服呢。想给她做丫鬟的比我们优秀的不知道多少，我们2姐妹也就胜在容貌出色，长相一模一样，占了个便宜，不然我俩还来不成呢，还赎身呢。我们又没卖身契，我们是自愿上门投靠的。你要是坏我好事，我劈了你！一柱瞪了他一眼。好不容易才跟来的主子，你给戳没了，老子死都不放过你！蠢蛋！大师兄见他将想问的话问了出来，知晓他是自愿跟着秦欢，并不是被逼无奈为奴，倒也放心了。起来吧，天冷，下雨了，地上凉。大师兄声音又恢复了几分温润，上前将一贤拉了起来。你先进去吧，他若再罚你，我替你说情去。一贤低低的应了一声，便推门进去了。秦欢正坐在屋中喝茶。他可怜惜你了，那便好。行了，先去洗洗脸，吃些东西吧。一贤惊讶了一下，这才脸上带着笑意退出去了。这傻丫头呢，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印记，2人早有瓜葛，居然不告诉我，就是不知道那小子知不知道她真身。一朵小金莲，唉，那可是个大尾巴狼。秦欢摆了摆手，这才慢悠悠地出了门。秦欢出来时，秦明珠正从他的院门口经过，2人一个站在门里，一个站在门外。明珠贵妃就没想过寻你原本的家人吗？毕竟秦天香是我的生母，这人已逝，便不再多说。据我所知，明珠贵妃的家人就在东南方向，如今一家人生活也不大好呢。你就没想过帮帮爹娘？唉，这贵妃穿金戴银，爹娘黄皮寡瘦，当真是可怜呐。秦欢此话一出，那秦明珠的脸瞬间绿了。我还以为娘娘成了贵妃，对爹娘也有帮扶呢。唉。秦欢摇着脑袋，一脸同情地走了，那表情深深地刺痛了秦明珠，恨得秦明珠直咬牙。姑娘，明珠贵妃的帕子都撕烂了呢，要不我去把她的家人都接上进来，找辆马车，什么猫猫狗狗极品亲戚都接来，一家人总要完完整整的呀。哎呀，她现在是圣女，陛下还得忍着她。我若是将他爹娘找来，他爹娘在京城在陛下面前做错了什么，那可不怨咱们了。一柱也是个小机灵鬼儿，那你可得赶紧去了，再不去，他那爹娘大概是要暴毙，亦或是不小心掉进荷塘里什么的。秦明珠那个女人干得出来，这倒将一柱唬了一跳。那我赶紧让人去接。说完便下去吩咐了。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到时候秦明珠又得指着你的脸说你心思恶毒了。秦小妇从拐角过来，咱们可不能让她失望啊！她流落在外这么多年，现在富贵了，也要让家中长辈开心开心呀。一柱姐姐，你将她那些什么七大姑啊、八大姨，连带着她娘的娘家那些都接来吧。一路上吹吹打打，记得告诉大家一声。
就说欢姐姐怜惜她没有爹娘，当年差点冒认欢姐的身份。欢姐念她可怜，欢姐好心便给她将家人寻回来了。小公子果然比奴婢通透多了，还说我学坏了，你这都跟哪里学的呀？小子，你爹都快回来了，看着你长这么奸诈了，怕不是要吓死啊？可用过早膳了？用过了，只是耽误了些时辰。路上遇到了男人，非说是我爹，烦得要死。自从传出我爹生死不知，每天都有无数人冒充我爹来认亲。咦？秦欢手指一捻，然后眨着眼睛，一脸认真地看着他。我不可以问一下，那人呢？谁呀？你说那个骗子吗？当然跟以前一样，找了巡逻侍卫，关到牢里了。那里关了我近半年来认爹的，估计有10来个吧。这你还记得我以前说的吧？你爹本来是个衣冠冢，人没死，但流落在外，大概是因事不好回来。所以呢？那我刚刚掐指一算，算出你今儿该是人生中久违的喜事，失散重逢之喜。不过这会儿突然没了，大兄弟，你知道我啥意思了吧？你别告诉我，方才那个男人被我送进牢里的那个男人是我爹吧？秦欢定定地看着他，在他惊恐的表情中点了个头。我的个爹呀！我还给他说，你要是我爹，我就是你老祖宗呢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眼熟？小妇迟疑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确实有点眼熟，很像当初天桥底下他给了个铜板的乞丐。欢姐，救我！你可要救我！我好像将他送了2次牢狱了，他今儿还指着我说他上次差点被人打断腿。要不你就说我中邪了吧，以后我好解释啊。要不把他关久一点，等他忘了我的容貌，到时候我再装模作样哭哭啼啼的一路寻到牢里去，就说哪个傻千刀的把我爹送进牢里了，居然冒充我。那么久了，他一定不认识我了吧？那你想关他多久？2、3年、10年、8年也成。不过那会儿我已经娶媳妇了吧？不过我要是给他带个孙子去，他肯定也不好意思收拾我了。也行，你把这话原封不动说给你爹，我估计你能重新投胎。欢姐啊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让你不好好学占卜课，你说我可咋整呢？不行，没想出办法来。欢姐，你就当我啥也没说过啊！先将他关起来。欢姐嘿嘿一笑，应了一声，心里想着，其实这样正好。那秦老大虽说前些年逃过一劫，捡回一条命，但是这些年想来，躲在外面不敢归家，只怕也是有什么仇家。不过得给顾韶光打个招呼，派些人将他看好了，别让人下了黑手。圣女，大殿那边有使者闹着要斗法，这会儿大祭司进宫了，明月姐姐控制不住。每次都这样吗？前些年东城带队的是老国师，老国师年纪大了，很少参与众人之事。今年上位的年轻国师心高气盛，禁不住挑衅，这便吵着要斗法。还有3日便是招神祭，这总不好起冲突的。侍女有些无奈，去年是燕圣子对外，明月对内，如今燕圣子没了，明月便是里外一起抓。好在对内大家都还比较平和，素日里也没什么矛盾，只是她一个姑娘家，在那些使臣面前到底有些受委屈。秦欢应了一声，那我过去瞧瞧吧。这段时日，召唤台已经修建好了，占地极大，几乎可以跟皇宫相媲美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修行不是为了大家的哦。东城国师，担寝换人吧。东城那年轻国师敛眉不语，南陵那边几个弟子也愤愤不平地看着东城国师。国师，招神祭只有3日了，若是想要切磋，待3日后便是了。再说西莫向来以和为贵，又何必要强求他们？
明月以前也是见过老国师的，虽说高傲，但并不会为难晚辈。你算什么东西，如此与我说话？说起来你是圣女，深究的话，你不过是大祭司收养的养女罢了。这众多天之骄子，你觉得你这般天赋能走多远？北渊是找不出有天赋之人了吗？让你来主事，本尊瞧着明珠都比你有能耐。东城国师满是讥讽地看了眼明月，咱们北渊哪里找不出有天赋之人了？昨儿个晚宴，大国师不还瞧见了吗？咱们这有天赋的大能都不屑修行，跑去做凡间将军去了。欢欢还以为大国师深有体会呢。东城国师一听这话，眉眼便沉了下去。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呀，大国师，你怎么还有心切磋呀？你这身边的是大弟子吧？这都一夜了，怎么还在学狗？这咒语你还没解除呀？东城大国师胸口起伏了一下，似乎憋了口气。别问他为什么没解除，真是见鬼了！顾韶光那现场学的术法，他竟然解不开，解了一夜都没解开。呵呵，大国师，这切磋啊是小事，但爱徒还没解呢，你便先顾着他那个头吧。大国师沉沉地扫了眼秦欢。明珠说你伶牙俐齿，本座还不信，原来竟是真的。你欺负明珠，有家回不得，只能进宫寻求庇护。小姑娘，你倒是能耐呀。他就没告诉你，秦听香是我母亲，只是他养母吗？他没告诉你，他每日打着进宫看姨母的名头，最后上了姨父的床吗？就你这样还做国师，只听一人之言便给人定罪，我家这瞎子大祭司都比你有点用。秦欢翻了个白眼儿，大祭司正从殿外路过。这年头，凡是带个大字的，脑子都不好使吗？大祭司，大国师。放肆放肆！你们北渊就这么纵容他胡说八道吗？远道而来都是客，你们就没听过吗？客随主便听过没？真是的，一群大男人这么瞎逼逼的，像个娘们儿似的。秦欢嫌弃地看了一眼，让不少男子都红了脸。欢欢本就生得貌美，这一比夷，当场让不少男子都尴尬的抬不起头，像个娘们儿似的。秦欢嫌弃地看了一眼，让不少男子都红了脸。欢欢本就生得貌美，这一比夷，当场让不少男子都尴尬的抬不起头。行了行了，别管什么切磋了，好好将你那大弟子的咒给解了，别哪天都吃上屎了。这东城也丢不起这个人呀。秦欢手一挥，西莫众位圣僧便对着他道谢离去。南林弟子虽说一直与北渊不和，但此刻也微点了下头离开了。欢欢，谢谢你。你跟这些人讲个什么道理？他们都是在各国被当作天之骄子宠惯了的，以我为尊，无法无天，一个个能耐的恨不得上天，你就给他指着鼻子一顿骂就行了。那给人讲道理，那是佛家才干的事儿，咱讲什么道理呀？能讲就讲，不讲就撸着袖子干。再说了，这可是咱们地儿，还能让他给打了？真傻，真傻。行了行了，你便安心准备招神迹吧。你既执意如此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秦欢想了想，从兜里掏出一颗桃核递给他。上次吃桃子生的，这桃子又大又甜，桃子吃没了，这桃核送你吧。这桃核这么大，一定跟典籍上神尊蟠桃宴的桃子差不多了吧？也差不多吧，其实还没这么大呢。谢谢欢欢，欢欢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不后悔。也谢谢欢欢，明月很感激欢欢，无关秦天香。秦欢与明月相视而笑。接下来几日倒是没发生冲突，招神祭开始了。招神祭就招神祭，搞这么花里胡哨的跳大神吗？秦欢扯了扯身上的裙子，先进罗衣后进人，这本事不管如何，穿着打扮却是能给人第一印象的。您是不知道呢，其实在千年前招神祭最热闹了，
那时候神明还是可以召唤下来的，只是后来不知为何，神明很少临幸人间，不少人都只在典籍中见过，甚至许多人已经不相信神明的存在了。以前招神祭可热闹了，杀猪宰羊，各国皇帝都要齐聚一堂，沐浴更衣，挑吉日，所有皇帝朝臣一起跳祭祀舞，祈求神明的降临。那时候各国君主不来，唯恐被神明知晓而降下愤怒，往往都极其热闹，甚至各国百姓都会朝圣而来。如今呢，你瞧瞧，各国君主已经不来了，因为他们知道降不下来神恩，求不来神明降临。唉，神留在人间的约束快要消失了，会回来的。秦欢轻声呢喃，便牵着秦小妇出去了。你瞧，皇室已经来人了，杀猪宰羊都有。能吃吗？这不能吃吧？这是要宰杀祭天的。姑娘，你别想了，等招神祭结束了，我给你弄个烤全羊。龙玉朝着秦欢招了招手，秦欢便过去坐在了他的身旁。嘿嘿，果子和涂山也来了，他俩还是胆小不敢出来，今也是瞧见举国同庆才敢混在人群里出来的。他们不是怕南陵那些人与北渊差不多，他们是怕那神主家眷呢。哦，不对，是家仆。什么家仆？你不知道吗？东城信奉神主，他们还一直打着神主家仆的旗号，说开天辟地之初，那时神主还是个凡人，在凡间四处游历。后来遇上了一个凡间女子，但神主心怀大志，一心要寻找成神之法，想要普度众生，为人间制定规则。他不能为了人间情爱停下脚步，所以便在凡间寻了些家仆，传授他们术法，让他们保护那心上人。这是他们那一脉流传下来的话，这个你听听便是了。这些人都这个毛病，为自己的正统想尽办法编故事。你想想啊，神主怎么会喜欢个人间女子呢？人间情爱。后来呢？那小姑娘只怕是送樊一心的人，她应该是没死的吧？怎么了，欢欢？你脸色这么难看。不是，你说说后来呢？他们不是神仆吗？那保护的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难道我是神主和那小姑娘的崽？你说神主的心上人吧，我是觉得肯定是假的。不过东城那边却是极其信奉的，甚至给他立了座雕像。你若是得空，可以去看看。至于那心上人的踪迹，我倒是不知道了。这些事只有东城祭祀人内部才知晓了。你可以问那大国师打听打听，他是那一脉的，肯定是传到他那里了。不会真是他俩的私生女吧？就算不是私生女，那也一定是底下的血脉呀。唉，神主还是我老祖宗？不会吧？你说他们在人间还有没有留下什么亲戚啥的，亦或是血脉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过也不一定，听说是多年的陪伴呢。万一生米煮成熟饭，在哪里养了个孩子呢？那东城那边传言不是说那心上人在神主走后经常领着个孩子吗？他并不是很关心，那些事都太久远了。秦欢有些发呆，那孩子不知道是他俩的，还是那小不点儿将死而复活的孩子养大了。当时在梵音梦里，他似乎看到了那孩子有了他的心，虽然浑身青紫，但是之后手指头动了一下的。欢欢，起来念祭天文了。欢欢这才顺势站起，口中念着传承千年的祭祀文。那祭祀文念的声音高昂，声情并茂。望上天降下恩泽，或有天下风调雨顺，或有黎民苍生无灾无难。求上天恩赐，降下恩泽。求上天恩赐，为我等降下恩泽。祭台已备下上供之物，祈求神明降下神意。也就是现在，但在1000年前，神明遍地走，这供酒供菜刚上去，这会祭文刚念上，有的神明都会过来围观。虽说不是什么正统神明，没有召唤便来的那种，但好歹能让人瞧见几分啊。
现在各国圣子圣女卯足了劲，都不一定能请下来一丝化身。我娘爱听八卦，她以前还说神明时常用化身出来行走呢。她以前就遇到一个。你娘遇到过神明化身？是呀，那时我娘还是个小姑娘，还没遇到我爹呢。后来她将我爹做成干尸，就是从她那里得来的启发。她那时候遇到个小姑娘，小姑娘总是背着口棺材，那棺材内躺着个没有呼吸的尸体。不过那时她有点道行，能感觉到那棺材中的尸体已经在修行，只是白日里不能出来，得夜晚才能出来。当时我娘就在想，若是我爹死了，她也要将人保存起来，将来给孩子看。人生处处是熟人呀，你娘怎么知道他是神明？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，反正你要知道，1000年前神明多如狗的。哎，这1000年来都没见过化身了，别说化身，以前像我们这些信徒，若是遇到危险祈求神明，神明偶尔都是会下降到某位契合他的信徒身上的。现在嘛，一丝一毫都没见过。仪式结束，众人又坐回原位。秦欢重重地吸了一口气，该上去抽签啦。荣誉3人一起站起身，去了高台抽签儿。这签筒中会标记你要对应的是哪个对手，虽然是照神台，但实际也是以斗法为主的。但斗法之时，你若不敌，便能召神，召唤神明上身。欢欢，我们虽然都是要上召神台，但我们主要还是以斗法为主。真正要召神的只有你们3人。大祭司执念重，每年都留了人召唤神尊降临，只是以前没有留这么多。今年3个天赋高的，只怕都要召唤神尊。与哪个神明契合力高，召唤下来的几率越大。你们天赋极高，但都不是神尊，若是承受不住。荣誉顿了顿，担心地看着秦欢。秦欢上去拿了根签子，秦欢捏在手里看了一眼，12号。我是3号。我也是3号。怕你喽，现在便跟你那朋友一般嘴贱吧。上了召神台，我要将你打得痛哭流涕，要你抱着我的腿求饶。你还是先学会浮空术再说吧，我等你哭的时候。他是不是傻？我怕你会哭哦，打输了不准哭鼻子好吗？你要是哭鼻子，我会打爆你的鼻子。耀月脸都气红了，眼神带着几分阴沉。大师兄，你抽到了多少号？17。明月，你是几？我是10。明月姐姐，你是10啊？那你可要小心了。方才我听见东城那边也在喊着10，好像是大国师的弟子，就是前些10日被人变了狗，昨日夜里才恢复真身的那个。放宽心吧，你们先了解各自的对手，若是斗法失败了，便认输，输了不要紧，不要伤了自个儿。这里还有一些空余时间，等会儿我给你们去打听打听谁是12号。欢欢，你若是召唤不了他，便不要召唤，专心斗法便是了。人这一生不是为谁活的，要为自己活。我是欠了的，该还的。明月再次郑重说了一句，这才下去忙事情了。秦欢看向那东城的位置，瞧见那大国师弟子，便是那叫做袁傲的男子。欢姐，我是1号，好像是南陵的一个小弟子，听说是火属性的，跟炎圣子类型差不多。没事，斗法认输便会停止。你是人间富贵花，丢了谁都不可能丢了你。再说了，就是真伤了你，我怀疑他们走不出北渊，也会被百姓给撕了。12号至今都没露面。抽签完，众人都回到了各自座位。秦欢手中捏着签子，倒是淡定得很。不少人出去帮他打听，都没问出12号是谁。7号是秦明珠，便是南陵大师兄的对手。那大师兄是个公正之人，他不会耍小心思的，不会有卑劣手段。他的目的恐怕也是招神，你可勉力一战，但也不要使用阴狠手段。对方正道，我们便不能落了下乘，不然赢了斗法，输了人心，才是最大的失败。明月，不是赢了比赛便好吗？这副委屈小白脸模样骗谁呢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可有人遇上佛修的？有，我遇上了。那你们好生应对便是。佛家普度众生，不会伤你的。说来也是奇怪，
你看西漠那些得道高僧，很少撞见这种修罗场，都在边缘斗法。佛修他们心思简单，一心向善，这种人是得上天喜欢的，许多时候会照顾他们一些。不过他们这次来主要也是为了梵音太子的，据说与梵音太子论经3日不吃不喝，还有人是被抬着出来的。欢欢，要不你肚子疼吧？怎么了？我肚子不疼呀。你别召唤神尊了，我方才四处去打听过了，12号是东城国师，前几日咱们便与他结了仇，如今只怕要麻烦了。你说朕现在要是让他们停下，他们会停吗？陛下说笑了，这各国斗法是从古至今的规矩，若是当事人不肯下来，谁都不许插手的。朕的江山稳固法宝啊！看着秦小富的眼神格外幽怨，以前他盼着出个神迹，能让他这皇帝宝座更牢靠一些，后来发现神明靠不上，如今有个秦小富这人间富贵在此，那便也知足了。父啊，你这可不是一个人的身体，你这是咱们全北渊的身子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。皇帝讷讷道，随即问向身边的太监：小富这个月体重胖了没？没有呢，奴才送了不少吃食过去，可这小富贵还瘦了2斤。我的亲娘哎，这影响仕途啊！不中用的东西，让御厨好好做膳食，他长得白白胖胖了，咱们国库才充盈。你们是不懂，那东城派了好几次使臣过来，说是想请北渊圣子圣女过去交流。啊呸，交流个屁！明明就是看上我的致富法宝了。今儿个师兄运气真好，竟是遇到这个小子。二师兄加油呀！二师兄把他一脚踢下去！什么人间富贵，富贵也救不了你，你倒是让银子来救你啊！林阳二师兄，快收拾他！你们5行相克，他奈何你不得。哎呀，火克金，小福是主财神，财神是金，只怕要遭罪了。明月皱紧了眉头，只见那林阳双手飞快地掐诀，猛地一股猛火突然冲天而起。阿阳修为又精进了。只见那火势犹如一条火龙一般，朝着秦小富直冲冲而去。小富只来得及给自己架了个屏障，周围便被火龙团团围住。我的富贵呀！今日便让你看看火神之怒。好烫啊！这高台旁边都这么热了，小富可怎么办才好？人间富贵又如何？富贵在命面前，什么都算不上。我去替小福认输吧。去不了的。哎，你们瞧，那火光中是不是有一丝金光出现了？这是……哎呀，是大块的金子呢！你们瞧，是大块的金子将小富团团围住了，将那火龙隔绝在外了。小富会浮空术。这就是财神该有的样子吧。咚的一声，什么东西砸到了他脑门上，一股暖流从头顶流下，面前一片红，朦胧间只能瞧见一阵阵金光跌落在他面前，然后四面八方都是金色，才发现竟是被金砖直接垒在了里面，四四方方直接被金砖盖住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上边裁判仔细地靠近金砖，急忙判了小富赢。耀月，师父给你这武器是希望你平安，也希望你能够约束自己，武器你自己把握好度。这武器乃是当年师父在外游历所得，这东西伤人与无形，若是掌握不好度，能将人打得魂魄出窍，当场离世。耀月上了高台，此刻荣玉穿着一身白裙子，面色温柔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月月姑娘多多指教。荣玉笑眯眯的，看着便是个和善之人。全圣殿都知道荣玉从不杀生，指教谈不上，教教你怎么做人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次回去要好好将耀月关一阵子了，师父迟早会害了他，关得太无法无天了。我说过啦，挨了打可不准哭鼻子哦。荣玉最讨厌人家哭鼻子了，小时候他一哭鼻子，他娘就揍得更狠了。如今他也有这毛病，先顾忌你自己吧。在南林，大家都让着他，宠着他。这一路过来，佛修本就不与他为难，让着他。
自从来了这北渊，他自以为过人的容貌也被秦欢压在了尘埃里，连他2个丫鬟都比不过。你原来是属木的呀，竟是这种毫无攻击的植物。耀月嗤笑一声，很快他便与荣玉缠斗在了一起。这样缠斗上去，才发现不对劲儿。荣玉确实不会浮空术和御物术，但他别的术法学得极好，一过手便能与耀月打个不相上下。耀月过了好几回合都不曾将荣玉拿下，甚至眉心都隐隐的起了汗。耀月抬头看了眼师兄华年，眉头一蹙，便见他突然飞快地避开，不再与荣玉缠斗，反而是拉开了安全距离。我早便说了，你今日碰到我，算是你倒霉。耀月右手紧握着那把剑，荣玉要小心，这个小妮子要放大招了。哼，今日我便给你示范一下什么才叫英姿。耀月使出全力，将浑身神力全部凝聚于手上，那把剑剑身微抖，似乎在嘟嘟嘟的轻颤。耀月，这丫头，这是要命啊！拿命来吧！耀月低喝一声，那把带着银光的飞剑嗖地朝着荣玉看去。荣玉眉头一凛，此刻也不敢再藏拙。如今她是个母亲，容不得她一个人胡来。突的，剑尖触及到荣玉的一刹那，便猛地发生了巨大转变。耀月面上得意的笑容还未落下，便猛地惊恐地看向他。耀月手中正好握着那把剑，此刻只感觉到一股异常磅礴的修为铺天盖地而来，将他瞬间包围淹没。啊！整个人便离地飞快地被弹飞出去。欢欢，他碰瓷我都没动他。他只知道只有欢欢才会为他们这些小精怪站出来。欢欢，你快帮我看看他呀，别让他死了。阿弥陀佛，你可别死啊！我不能杀生的。你是不是想害我？你是不是想故意害我杀人？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赢了的哭得哇哇的，输了的一脸铁青。完了，这要是死了我就破戒了呀！以前杀那负心人，那是因果报应，天道或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。可这月月虽说讨厌了一点，但还轮不到我杀呀。我杀人了呀！快去请神医。师兄，我动不了了，好疼，月月好疼啊！耀月躺在地上，连脖子都动不了。别动，师兄，小师妹怎么样了？师兄，怎么可能呢？那荣玉看着年纪与他差不多大，怎么会修为比他高这么多？不用看了，他的修为尽废，筋脉寸断。若是寻得天才地宝，或许还能重新织筋连脉，但也得从头再修。那东城大国师只扫了一眼，便随口道：“这柄剑叫善恶吧。传闻中，我们神主在上天之前是个造剑狂魔，他所出的每柄剑都是神兵利器，便是他打块废铁都有不同凡响的能力。这剑若是你对对方心存善念，便会留对方一口气；但若是你要有杀人动机，若是对方比你修为雄厚，便是双倍反噬回来。他这是杀人未遂，被人反噬了。”耀月直接给吓懵了。耀月，师兄与你说的话怎么就不听呢？不会死吧？只要不死就行，残了没事，活着就行。我什么都没干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还没还手，那股气流就回去了。不关你的事，恶人有恶报，能捡回一条命已经算不错了。快去请百科神医看看。南林那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若是对方伤了人还能扯皮，可他竟然是被反噬的。荣玉，我竟然从来不知你修为这般雄厚。荣玉，你真厉害！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御物术和浮空术学不会啊？都以为你不行呢。北渊圣子圣女都惊讶极了。这要是早知你天赋这么高，今年赵神肯定有你了。我不敢的，冒犯了。
别闹了，精怪求神明降身，降到身上把他烧死吗？我就是恐高，我怕高，雨雾的时候东西高，我也害怕。众人无奈至极。哇，没想到荣誉姐姐这么厉害呀！我还以为荣誉姐姐只会哭呢。小富也很厉害呀，第一场便赢了，小富还是我们中最小的呢。我是从欢姐那里得到的启发，欢姐，等你死了以后，也垒个像方才那样金墓好不好？那不给我垒一个？呸呸呸！不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你要什么金木呀？你要金木的话，到时候连衣服裤子都给你偷了。欢欢他是没人敢偷他的，那些清清怪怪都看着呢。现在已经到第6了，后面的都是赵神和斗法同时进行了。秦明珠怎么又出去了？哎，方才还在这儿呢，这第6个已经结束了，马上就要到他了，他又去哪里了？那南林大师兄站在台上好一会儿，底下女弟子窃窃私语地看着他。哎，姐，他是不是在看你？没有，你骗谁呢？你的心跳都加快了，我都感觉到了。哎，一弦4华年，哪有什么遗柱呀？遗柱凉飕飕道：“我就是个累赘呢。”高台上的大祭司隐隐有几分郁气，好在即将动怒之时，听到了秦明珠的脚步声。哎呀，快上去吧，到这个点了，你还往外跑做什么？明月推了他一把，这一推，感觉他浑身气息不对，好似阴沉泛着冷意。让华年师兄久等了。明珠姑娘，可是身子哪里不适？若是不适，可将斗法调至最后，华年等等也可。不必了。你瞧瞧，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人能代表咱们皇室出战了。得罪了。秦明珠点了点头，脸色微微阴沉。那华年大师兄让人瞧不出的，竟然是煮水，难怪如此温润平和。倒是有些缘分，水里栽金莲，这他妈不是给你送媳妇儿？哼，欢欢不开心了，一点都不开心了，竟然天道这个蠢逼。让我给人送白菜。此刻场上很快便缠斗起来，只是若是细看，便能瞧见华年大师兄一直维持着君子之风。这是第7局了，咱们赢了2局，修佛赢了3局，东城和南陵各1局，这次咱们只怕要输了。明月总觉得秦明珠状态不对，先不说招神了，他这状态就不对劲。哎。大祭司却是眉头微皱，看向秦明珠，总觉得他浑身冒着几丝古怪的气息，好似与这里格格不入。完了，秦明珠这傻子！秦欢只抬眼一看，便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年华一开始就没想过与他缠斗，他在画招神阵法。你们瞧他脚下，明明有时候能避开秦明珠，却偏偏要走那一步。他脚划过的地方，全都是串联起来的阵法。便是咱们在古籍上看过，有3000多个步骤，却要在不停歇的一炷香内完成。秦明珠这个蠢货到底在做什么？他不避开也就罢了，还站在别人阵法中，这脑子被门夹了吗？明月急得都快冒脏话了，这俨然不对呀！按理来说，对方都已经开始进行召神仪式，他也该进行了。那华年却是已经完成了阵法，阵法最后连接上时，突的亮起。地上那看着杂乱无章，实际上3000多步骤的召神阵已经完成。在华年开始念召神寄语时，他也动了。他在做什么？这招神阵只能由本人召唤，他以为自己坐在中央便是他的了吗？他是不是疯了？他今天是有毛病吗？台上大祭司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从一开始秦明珠就没按着他所说的方法走。喂，他坐在华年大师兄的阵法里做什么？祭祀开始时，那力量要上达神界，极为恐怖，他就不害怕被当作祭品给献出去吗？北院圣女一脸懵。秦姑娘，你且出来吧。恭请神明时，神力将会达到巅峰，你会被撕裂。人家那大师兄确实是个君子，即便是不喜欢南陵，对南陵怀有偏见也好，这人确实是个不错的引导者。若是北渊的就好了。
明月有些羡慕，北渊就缺个优秀的领导人。大祭司全身心都在想神尊，荣誉藏拙更是天真娇憨，不肯管事。小富呢，他的人生目标便是坐着也能数钱，躺着也能数钱。有什么难的？让她嫁到北渊来。欢欢可想得真美啊，你可真敢想呢。不是我敢想，要看她敢不敢想。秦欢笑得神秘。现在瞧着呢，这两人只怕是会有想法的。不过也是，都双休过了。秦明珠垂下眸子，并不曾看华年，只微微地闭上了眼睛，在微光中嘴唇轻启，念着什么。他真的坐在正中招神，他是不是疯了？有趣儿，有趣儿！你们北渊胆子真大，玩得这么大。大祭司，没想到北渊竟然也有叛神者。大祭司，你们是要判下神尊那个贼婆娘了吗？也是了，尊个女人有什么意思呢？慎言，我北渊向来是神明的忠实信奉者，从未有过叛神。华年此刻也沉下心思召神，只是眉宇间总有几分不安。那召神的咒语越念越快，仿佛空气中都添了几丝紧张的气息。千年都不曾召出过神明了，那阵法中的流光越来越快。秦明珠的嘴角渐渐溢出了一丝血迹，嘴唇却依然飞快地念着什么。不对，大师兄的神力在阵法中停留，好似被秦明珠积蓄起来了。华年大师兄的召神并未上达天意，他这是疯了吗？竟然冒着灰飞烟灭的风险，将华年的招神阵，甚至连其中的神力都为己用。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做什么？他到底要做什么？真是个疯子。华年大师兄是要召唤神明的，他这是做什么呀？便是自己想死也不用如此吧？真是个疯子。陛下怎么了？可是生子不是。没事儿，他到底要做些什么？大祭司脸都变了，这个女人当真是疯了吗？正说着，那边伺候太子的嬷嬷便急急忙忙赶来了。你不好好照顾太子，来这里做什么？陛下今日不是招神祭吗？殿下也想出来瞧瞧，奴婢便带着他远远看着。可是方才明珠贵妃突然来了一趟，急急忙忙的，脸上很是慌张，抱着小太子便进了屋。出来时，太子哭得厉害，但贵妃娘娘忙着回来，奴婢也不敢问。这会儿给太子擦洗身上，才发现太子指尖呀被娘娘扎了个洞。问殿下说娘娘取了他一滴血，能够改命。奴婢瞧着事情有些不对劲，便来了。那他今日古怪作为，只怕是与此事有关了。陛下，他不会做什么危害江山社稷之事吧？他若敢胡来，朕第一个饶不了他。不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不对劲？这招神阵咱们虽然画不出来，但是却也是学过的。这阵法只能自动注入，不能吸取。此刻流逝这么快，只怕阵法还未成，华年大师兄便要被吸干精气，成为枯骨。这招神阵什么时候成了个邪魔阵法？不对，不是邪魔阵法，是阵法里的人。他到底要做什么？这明明不是任何一种召唤神明的法子。大祭司，便是这召神不成，也不能走邪魔歪道吧？咱们到底是神尊的子民，如此行事，未免给神尊抹黑呀！大祭司脸色阴沉，他就算是瞎了，也能感觉到天地间的气息都已经出现了问题。你们北渊不会出现叛神者了吧？你们确定不要阻止他吗？他的咒语已经念完了。不对，这气息不对，不是属于神界的气息。东城国师，您是否知道这是什么？当然知道呀，不就是暗界吗？所以我说你们北渊成了叛神者呀。这眼皮子底下养出来的圣女，还是要进行召神而重点培养的女子，竟然当着全民众的面叛神，她背叛了神明，你们还说与暗界没有勾结，哈哈，真是笑话呢。北渊搞出这么大个擂台，甚至借助南林的能力召唤暗界之人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呀！这个孽障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感觉到那股肃杀之意没有？
这是血腥气息呀！这是暗界大门即将开启的征兆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何不告诉我们？南陵和北渊都是信那个恶婆娘，与我何干呢？他疯了，他在召唤暗尊，他在这个时候借用南陵之力召唤暗尊出世，他在召唤暗尊。天啊，他在召唤那个嗜杀无比，将人命视作蝼蚁的暗尊。这个疯子，他要害死北渊吗？此刻阵法已经开启，突然天边黑云涌现，四处都开始弥漫着恐怖阴冷的气息。你是叛神者，你背叛神尊，你真要将他召唤出来吗？你的孩子不要了吗？以为暗尊会放过你吗？他冷血冷情，若召唤他出来，第一个死的人便是你。不行，召神已经开始，结界已经进不去了，所有弟子做好迎战的准备。阵气不可侵犯，人间正道不容有污。是暗尊，是暗尊的气息，是暗尊，是暗尊。秦墨来接您回家了，暗界恭候尊主多时。心魔心情激荡，那得意的顾韶光，等老子恢复真身，一巴掌拍死你，让你敢踢本魔尊贵的屁股！住手！秦明珠突然朝着天际跪下，双手结印已经完成，这赵神阵中的神力已经完全为他所用，只是他如今已经强弩之末，坚持不了多久。奴家秦氏明珠愿以自身为祭，恭迎暗尊圣驾，恭迎暗尊归来，恭迎我王回归人间。奴率万千臣民恭迎武王回归。秦明珠高声道，眼中再无挣扎之意，只有满满的恭敬和势在必得。他算是明白了，这一手的好牌已经被他打得稀巴烂，再也没有捡起来的可能性。他完完全全投入暗界，这赵神记有护法大阵，只要里面的人不同意，外面便进不来。孽障，孽障，你这个孽障，该死的东西！吃里扒外，竟是召唤暗尊，他是要人间血流成河吗？暗尊所到之处，浮尸百万，他这个疯子！外面隐隐的咒骂传进了秦明珠的耳里，秦明珠却是咧了咧嘴，得意地朝着秦欢勾唇一笑。你回来了又如何？你夺回了自己的位置又如何？秦明珠心底那口郁气重重地吐了出来，双手握拳，虔诚地跪在地上。奴恭迎圣驾。是暗界气息，这只怕在哪里学到了禁忌之法，他竟与暗界勾结，他是叛神者。现在该如何是好？暗尊降临，这世间将再无净土。北渊呐，这是要成为人界公敌了。此刻京城的另一边，顾韶光捂着脑袋，头痛欲裂。归来兮，归来兮，速来，速来，归来兮。仿佛有一道女声在他耳边不住的呢喃。哎，真是见鬼了，一天不是腰酸背痛，就是吃多了桃过敏。嘿，大白天的还闹鬼。归来兮，归来兮，魂归来兮，速速归来兮。那道声音越来越急促，仿佛有一股子大力在拉扯顾韶光一般，让他魂魄不断地往外挤压，似乎魂魄要离体一般。这是哪个智障？魂归来兮，归哪儿去？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去，我好不容易跟欢欢有进展了，现在魂归来兮，归你妹呀！突的顾韶光身子一滞，突然想起上次梦里有个红衣护法给他送了上百个女人，说是给他做媳妇，叫他什么暗尊。顾韶光心里一沉，完了，那群死不要脸的难道找来了？归来兮，耳边还在念。顾韶光深吸一口气，突地闭了下眼睛，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眸中带了几分沉静和清明。他右手举起黑剑，浑身便爆发起一阵戾气，浑身戾气再不压抑，朝着那撕扯魂魄的方向狠狠的一劈。归你个犊子！这一天有完没完了？此刻那赵神台却是猛地发生了巨变。恭迎圣驾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大祭司站起身，脸色不大好看。秦明珠脸正对着漩涡，只见一道汹涌磅礴的气息突然涌现出来。归你个犊子！声音淡漠，带着几分不耐。咔嚓！随后众人便瞧见漩涡中一道剑光直直地朝着秦明珠而去。秦明珠等了许久，终于等到这一日。或许暗尊生得俊秀霸气，或是生得邪魅狂狷，亦或是其貌不扬，但浑身气势凛然。在那一刻，所有人匍匐在他脚下，俯首称臣，而他秦明珠便站在暗尊身旁，是暗尊最亲近的女子。秦明珠不由有些后悔，自己不该给陛下做宠妃的。秦明珠想了很多，但从未想过一道剑气从天际而来，还伴随着一句“归你个犊子”，然后那道剑气直冲冲地冲着他脸而来。那剑气极其凌厉，带着深深的戾气，直接将他的脸上生生削掉一块肉。他这是召唤暗尊失败了。不，他成功了，他极其成功。东城大国师这脸色甚是奇怪，甚至还有些扭曲。传闻暗尊与神尊消失的时间差不多，就如同人界召唤神明一般，千年来无人成功。暗界亦是如此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召唤暗尊，但暗尊毫无踪迹，仿佛不存在于世界一般。秦明珠运气极好，他是千年来唯一一个打开暗界之门，联系上暗尊，且还得到暗尊回应的。想来暗界已经高兴坏了吧？毕竟尊主千年没现身了。吓死他了！他是要搞事，但可没想到要把暗尊搞出来。那他这是……大祭司背心儿都湿透了，看着秦明珠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样子。你没听到吗？这暗尊不肯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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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大国师想起这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召唤了千年都召不出来，好不容易召唤成功，他不回来，他不肯回来。听着那语气还不耐烦得很。本尊倒是好奇他忙什么去了，1000年了，暗界丢下1000年了，求都求不回来了。大国师都有些好奇了，什么东西如此重要，重要到暗界都不要了？欢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声音好像有点熟悉，仿佛在哪听过似的？暗尊怎么听得像个智障？秦明珠不会死了吧？那华年大师兄可惜了，好好的一次招神，竟是遇上了叛神者了。众人冲进去时，秦明珠早已像个血人一般躺在血泊中。大国师远远地看了一眼，满脸嫌弃。之前大国师不是与明珠贵妃交好吗？怎么现在又瞧都不瞧一眼啦？大国师瞧了他一眼，便冷哼一声，扭过脑袋，不肯再看他。师兄，师兄！向来温润的大师兄，此刻一头白发，眼睛紧闭，浑身神力消散。先送去神医那里。华年是师尊挑了很多年才挑出的弟子，这要是出了意外，只怕也只会被放弃了。将这个孽障浑身每一处筋脉打上灭魔钉，关进地牢。秦明珠被拖走了，每一寸筋骨都被打上了灭魔钉。叛神者要烧死叛神者，必须烧死叛神者。本座之前还想，到底是南林还是北渊，亦或是我东城能先召唤出神？原来还是北渊更厉害一些，竟然偷偷下了本事召暗尊呢。也就是暗尊不肯来，不然今儿大家就有好戏看了。明天便是明月和元傲的斗法了，明月姐姐你小心些，若是召唤不成便罢了，保住自己便是了。秦欢说了一句，明月这才点头应下。回家了。秦欢对着心魔一招手，心魔便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。大家都担心是暗界要卷土重来，都担心着呢。今年若是招不出神迹，只怕要出大乱子。秦欢嗯了一声。你姐姐呢？华年大师兄下来之时便跟着过去了，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那便先回圣殿吧，华年也在那边，你先回府上陪陪果子和善善。姑娘，那仙根断了还能重续吗？
当然不能重续。你以为仙根是什么？仙根，比如你，便是你财神的本源之力。你能成为财神，全靠你的仙根。大国师指着秦小妇，仙根，千日万日难寻一个，不可再生，不可重续。这世间就没见过有此说法。我倒是好奇，与你一战，斗法也好，召神也好，亦或是神尊也好，都不如我们神主。东城大国师笑眯眯的轻哼一声，便扬长而去。哼，这么嚣张，真想看他丢人。神尊和神主，人家两人都没什么矛盾，他倒像是个人上人，神上神似的，一副不得了的样子。小妇听不得他这鬼话，他其实很喜欢神尊，若不是神尊，他入不了这承天殿，过不上他想要的生活。行了，都先回去吧，他俩自然缘法。既然种种巧合能让他们相遇，上天必定有他的道理。别的不说，天道虽然贼他妈小气，但是做事还是靠谱的。一进门，里面闹哄哄的。怎么回事？明月呢？明月姐姐被大祭司叫走了。南陵弟子那边一回来便叫着要北渊给个说法，说北渊都是叛神者，说我们勾结叛神者伤害华年大师兄。华年呢？百科神医这回已经走了。华年大师兄刚刚从昏迷醒来，迷迷糊糊的，是欢欢你的侍女在照顾他。大师兄他也不要别人。圣女还有些不好意思，欢欢的侍女美得像个仙女似的，平日里大家都不敢使唤他们。无事，你若不让一贤去，人家还伤心呢。唉，女生外向呀。其实咱们也是运气不好，他们南陵这次全犯北渊手里了。那小师妹被荣誉给废了，这会正要死要活要找荣誉麻烦，只可惜自己躺着都爬不起来，只能让那长老和小师弟哄着。那月月还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，南陵也没话说。但是华年的事倒是咱们没理了，秦明珠坑了咱们。你们北渊都是叛神者，都该被烧死。秦明珠是你们大祭司的亲传弟子，还是天天开小灶？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，你们使用这般狠辣的手法残害大师兄，你们是神明的叛徒，还召神呢，召的都是暗尊，你们也好意思说你们是神明的仆人？得亏神明没降世，要是降世，第一个便把你们给烧了。秦明珠瞒着我们也不愿看到此事发生。你这般说是什么意思？你若是要秦明珠的命，你去地牢弄死他，我们没有一句话。你跟我们解释有什么用？便是民众如今也都不信任你们了，看看百姓失望的眼神吧，还召神，鬼知道你们召的是神还是魔？难怪如今召神不出来，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群叛神者，神明才放弃了人间。行了，你们别吵了，大师兄还要不要好好休息了？你们让大师兄省省心可成？大师兄也不过与我们同样年纪，要操心我们的一切，你们该长大了。南陵弟子纷纷低下头，不好再说什么。秦欢姑娘，华年大师兄请你进去。此刻秦欢进了屋内，一贤站在床前，青着脸看着华年大师兄。你将她带走吧，一个姑娘家待在男子房里做什么？不清不楚，让人误会。我不走，我说了，我有法子可以续你仙根，你信我，我有法子，我真的有法子。你带她走，我不想看到她。师父对我寄予厚望，师父早就将师妹许配给我，你这般缠着我就是有法子。你有法子，但我不想要。华年这话说出，一贤怔了怔。你将她带走吧，我不想看到她。秦欢上前拉了拉一贤，一贤却是紧攥着秦欢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欢姐，我知道你有大能，一贤也对不住你当年的扶持。一贤。一贤咬着下唇看着华年。情窦初开时爱上一个人，哪里那么好忘却？我不要你的法子。如果你怕欠我的，我不要你还，就当我还你的恩情了。说完，一贤便擦了擦眼泪，冲了出去。你将他带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我不用他救，命中注定我有此一劫，我没想过要强求。你让他舍下一切，你是不是知道一贤是什么了？怎能不知呢？他第一次修出灵石，便来找我求救，当时慌得快哭了出来，他自己都没发现。他当时
就是以原形来寻我的。偏生他还遮遮掩掩，一副自己是个人的样子。他这段时间都不敢去水里泡着了吧？我都瞧见他少了几分水润，都快晒干了似的，真傻。这傻妞自己把老底都露出来了，还遮遮掩掩的呢。是她每日都要在水里泡个2-3个时辰的，这几日为了美色都不肯泡澡了。罢了，我也不多管你们的事。一贤不是个孩子了，他有自己的主意，只盼你莫要负了他。头一场便是北渊对上东城，明月姐姐你万事小心。秦欢看了眼明月，明月这才笑着上去了。东城那边比北渊厉害很多吗？他们就没有什么死穴？确实厉害得多，这个倒是公认的。你若说死穴，那倒是真有个死穴，已经死了的人。传闻他们是神主留在人间照顾心上人的奴仆，他们自然只忠于那一人，甚至还在东城给那女子塑了雕像，他们只忠于他一人。秦欢沉吟片刻，等下次入梦，他可得好好的质问一下神主，都挑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明月上了照神台，袁傲站在中央，眼神阴冷地看着他。袁傲属性不明，此人手段阴冷，大国师许多不能做的事都是交给他，虽是神士，但手中沾惹了不少人命。明月对上他恐怕就难了。秦欢抬头看向大国师，只见他朝着秦欢远远的一笑，嘴角带着几分得意。明月始终记得大祭司的叮嘱，此刻一上场便给自己布了个阵法，将自己四周防范起来，只专心致志的照神。那袁傲实力比起明月高太多了，不招神也不行啊！你看上面大祭司脸色阴恻恻地看着明月呢。秦欢听了小妇的话，抬头看了一眼，眉宇间有几分戾气。那袁傲怎么围着明月的阵法打转？他不照神吗？这次倒是没有争斗，反倒是久违的平和，但那平和下总是让人不安心，甚至有些隐隐的躁动。他在玩猫斗老鼠一般的游戏，实力超出对方太多，就会生出一种戏耍对方的心态。他在给明月压力，让明月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的压力。明月不该招神的，斗法失败留下命出来，没人会怪他。明月哪里有退路，大祭司也不会允许的。明月突然叫了一声，只见那阵法内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，明月的肩膀竟是被一把无形的剑刺穿，但明月没有半分影响，依然飞快的掐印念咒，噗的又是一刀，这次直接捅在了明月的右肩膀。明月只眉头皱了一下，便不再理会。明月姐姐与那袁傲差距太大了，明月姐姐下来呀，别招了，阵法在她面前全是破绽，你会死在上面的。你说你能撑到第几刀呢？你也别做无谓的抵抗了。你可知道我这双眼是什么？是真我之眼啊，一眼就能看透真我的一双眼。不如这样好了，你每念出一句照神咒，我便捅你一刀，看你能撑到何时求饶，怎么样？明月抬起眸子看了眼秦欢，微微的摇头。你求我呀？你若是求我，我便放你一条活路，如何？你们北渊今天不是很厉害吗？赢了南林也就罢了，还勾结叛神者，真不知道你们是真虔诚还是假虔诚。哎呀，不好意思手滑，又给了你一刀，不好意思啊。大祭司似乎很紧张啊。大祭司着急什么呢？这明月姑娘倒是有魄力。大国师冷笑一声，看着场中明月的模样，大祭司可真是下了血本了呀。这明月姑娘明明是月神，性格温和，竟是这般果断决绝之人，也不知是不是大祭司授意呀。本座若是没看错，他那是以自身为祭，请神明降临吧。这是燃烧生命，请神明降下。神明降下，他若承受不住，便是暴体而亡；便是神明不曾降下，他也落不到好呢。大祭司，这些禁忌之法，你懂得倒是不少啊。能为神明现身，那是他的福气，是每个圣子圣女的福气。此刻明月手印越来越快，秦欢也能感觉到远方对他传来的一丝召唤，那召唤急切又虔诚，但带着一丝血腥气。秦欢有些不舒服地嗅了嗅鼻子，看着明月的眼神有些担忧。
他这么多年很少下界现身，唯一有过一次，那人还爆体而亡。不对，这不是我们平时学的招神，不对，明月姐姐，这不对，这不是我们学的招神啊！这是大祭司教他的，明月学了禁忌召唤法，用燃烧生命的方式召唤神尊。大祭司他什么禁忌之法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自古以来神明难求，求神明降临更是难求。像我们这些圣女，一般都是用寻常的召神之法。以前神明下界多，用那法子也能召唤下来。后来这1000年，神明极少下来，便有了一种禁忌之法，以自身为媒介，燃烧自己为代价，引导神明降临。后来这法子被人称太过血腥，未免触怒神明，便不许再用。这些禁忌之法已经极少人知道了，明月他不可能知道的，只能是大祭司告诉他的，是大祭司要他召唤的。秦欢抬头看向大祭司，此刻是真正的带了几分凉意。他现在也明白了，难怪呀！荒唐！神尊不下来，那是因为人界极少有契合他之人，下来便是爆体而亡。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他这个疯子！秦欢沉着脸，不能上明月的身。若是上去，他便是承受住了自己的威压。这祭祀一旦完成，他也活不了了。秦欢看向明月，明月周身已经被袁傲捅出了10几个窟窿，四处都在滴血。难怪他早就明白自己下不了这祭祀台，斗不斗法他都下不了这祭祀台。大祭司不会允许他全身而退。让他下来！秦欢站在大祭司面前，寻常看着大祭司是淡漠，此刻看他是当真带了几分怒气。你以为神明会喜欢这般血迹吗？你是在侮辱他！我只以为你冷血，你自私，你欺骗秦庭香的感情，欺骗他为你生下孩子，又不顾孩子死活。没想到如今你越发偏执，你这是要明月的命，你让他以命祭天，你这是让他以命祭天，你让他下来！明月是圣女，她为神尊而死有什么不行？那是她的光荣，她的荣耀。若是神尊上了她的身子，便是爆体而亡，那也是她生生世世最大的幸运。这是她自己选的，你阻止不了。他感觉到了神尊的气息，他真的感觉到了神族的气息。迎神花在动了，迎神花在摇摆，神尊听到了他的召唤，看到没有？迎神花动了，迎神花在动，是神尊感受到了我们的召唤，是有神呐！方才那一瞬间的怒意泄露了自己的气息。秦欢脸色铁青，迎神花只为神而动，是神尊，是神尊，他不只感受到了，他甚至还在这里，他肯定在这里。你们瞧，迎神花全部朝着祭台的方向，他一定在祭台看着我们。恭迎神尊降临，恭迎神尊降临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绝对不可以。不管是为了明月也好，为了这一派的风气也好，今日他绝对不能上去。怎么回事？这神尊难道是有何不满？为何还不上身？求神尊降临呀！求神尊降临，让我等瞻仰您的风采。他想要亲吻神尊的脚，他想要匍匐在神尊的脚下，他想要成为他面前忠实的追随者，他梦中心心念念无数年的人呢？怎么会这样？风停了，迎神花不动了。这是神明已经远去的意思。怎么会这样？已经召唤来了他呀，为什么不肯上身？明月此刻早已支撑不住，身子摇摇欲坠。不准停，不准停！你继续求，你继续求啊！你求他，你求他，你求他下来！你是祭祀者，他能听到你的声音，他一定能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快求他回来！秦欢就那么沉着脸站在他身后，耳边全是明月大喘气求他降临的声音。北渊神女诚心祈求神尊降临，祈求天下风调雨顺，百姓安泰，求神尊现身一见，以
那个恶婆娘不会来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这世间她都多少年没管过了，你以为神明眷顾你，那她眷顾你了吗？你用命换她来了吗？不如改投我神主名下吧。明月失力地趴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求他，你这个废物，求他呀！你就快要成功了，你快要成功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神尊刚才来过了，他听到你的祈求了。这都多少年了，终于有人能将神尊引来了，你就要成功了。你起来，求他现身。大祭司面容狰狞，此刻哪里还像个有大善心之人？起来呀，明月，你起来！你不是要报恩吗？你报了这恩，你便什么也不欠我了，也不欠听香了。你起来呀！明月的手指动了动，挣扎着半跪在地上，脑门上都在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血。还挺倔强的，你们不会真以为那个恶婆娘会下来吧？下来又如何呢？袁傲下巴一抬，又是一剑捅了过去。那个恶婆娘不会救你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倒是想问问，那恶婆娘现在是什么感受？听说她现在能听到你的声音，那你这向她求救啊？你看她救你了吗？不争气的东西，坚持住，神尊会下来的。他够了！秦欢低喝一声，银神花又突然摆了一下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他不能插手人间，不能插手。秦欢忍啊忍，最终忍无可忍。就在袁傲又要一剑捅过去时，突然被什么东西阻挡住了。明月一怔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他面前一层薄薄的光罩将他整个人围住。他耳边仿佛听到了一声无奈又悲悯的叹息。袁傲被一掌拍出去，整个人直接冲破护法大阵，扑通一声，袁傲只感觉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。明月，快召唤他，他来了！明月怔了几秒，突然看向秦欢，正好看到他眉心那一闪而过带着几分光芒的标记。原来是你呀！都说神高高在上，原来早已入世，原来他早已入世，就在我们身边，看着我们的举一动。明月浑身无力地瘫在地上。明月姐姐，秦欢紧抿着唇，冲上了高台。不中用的东西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和秦明珠一样，都是废物。你快起来，你爬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大祭司，明月姐姐快不行了，她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全都在冒血。大祭司，明月姐姐快不行了。这召唤之法，便是召唤来了他会死，召唤不来也会死，所以你为什么不坚持住呢？说他神尊上不上身都会死，那是自然，不然你以为神尊为何会现身？这是以自身为媒介，燃烧自己的一生，换来与神尊的相会。你以为神尊是什么？是他不争气，没把握住机会，不知哪里触怒了神尊。唉，让神尊弃我们而去。明月奄奄一息，微微抬手想要抓住秦欢。我在这里。别哭，我很感激你的到来，很感激。不要对我失望，不要失望。我是自愿的，我很欣慰，还清了所有的恩怨，清白白的来，清白白的去，不欠了，什么都不欠了。不要不要放弃我们。明月攥着秦欢的手慢慢松开，一点点滑落，脑袋一偏，浑身气息消散。明月姐姐，明月姐姐，欢姐，你一身的血，下去换身衣裳吧。欢姐，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？你若是难受，小福的肩膀借给你靠一靠吧。小福还从来没有看见你哭过。明月已经被抱下去了，她是圣女，死了也要火化去陪伴神明的。我不伤心，
我只是可悲。可悲秦听香捂一个人捂了那么久，却丝毫未曾将他软化。下一位，北渊圣女秦欢对战东城大国师。所有人的眸子全部都转过来看着他，秦欢这次只怕要遭大难了。如今只得你一人还可召神，召神的术法我已经交给你了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便还要再等3年。你爱过秦听香没有？是他先寻得我，是他央求我带他走，是他说想要替我生个孩子，是他。如果没有你时常误导他，他会如此；若不是你不合时宜的关心，他会如此。你只是知晓那一丝机缘，只想要个孩子罢了。大祭司没说话，默认了。那你猜他知不知道？他不过是个替身，不过是个替你生下具有神缘的孩子呢。他不知道，知道他又如何跟我走？秦听香自己从见他第一眼便知道他会有一个拥有神缘的孩子。不，他知道成婚时的诺言，你可还记得？说完便不再管大祭司震惊的表情。他知道大祭司拿他当替身，他也知道大祭司只是为了一个孩子，可他依然跟着大祭司走了。我有些担心欢姐。小妇心口沉沉的，总感觉要发生大事儿。北渊圣女乃叛神者，都是叛神者，从未召出过神明也就罢了，昨日竟是还当众召唤暗尊，北渊勾结叛神者，当诛。圣女乃是距离神明最近的人，连伺候神明的神士都成了叛神者，神明一定会惩罚我们的。北渊圣女滚下去！北渊都是叛神者，你们背叛了神明。神明不再宠爱人间，就是因为如今圣女都是些假货。曾经的圣女为国为民，如今的圣女却是一心想着爬上龙床获取暴利。她们都是些虚伪有势力的女人，真是有意思。今儿不会瞧见有人朝北渊圣女扔臭鸡蛋吧？昨日那灶神台可被秦明珠损坏了，今日就是个备用的，真是有幸啊！还能瞧见这么有趣的话还未说完，一个臭鸡蛋便从光罩外扔了进来。是谁？是谁偷袭本座？该死的东西！这么个大女人，你就瞄不准吗？底下顾韶光袖子里揣着鸡蛋，两眼望天，脚旁还放着一筐烂白菜帮子。瞄准了，很准呢。你们圣殿看来失了民心呢。看着我作甚，本尊早便说了，神尊那个恶婆娘不值得你们尊敬。你若是想改投神主，东城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。你们真的忠于神主吗？可你们明明是神主留在人间照顾心上人的，你们便自以为是神仆，倒是好大的脸。神主在世间不曾留下一人，我们自然是神仆。本座瞧着你们神尊没了踪迹，大概便是神主要回来了吧？属于他的位置，他自然是要拿回来才是。你要斗法便斗，我却是没那么多精力与你缠斗的。大国师转身便布置了一个阵法，自己坐在阵法中，朝着秦欢摇摇一笑。今日我便让你瞧一瞧高贵的神主。秦欢见他，小心翼翼地将东西取出来，那是2块木头雕刻成的小人儿。这大概便是东城祖上一脉传下来的吧。急什么？别急，这年头请神，不是你请得到神就愿意来的。那秦明珠的下场你们瞧见了，暗尊都到了家门口，一剑给你挥过去，命都差点没了。顾韶光想了想，下次若是有人拉扯他的魂魄，他便让人烧一锅滚烫的开水，或是烧得冒烟的热油。那股巨力每次拉扯他时，周围总会狂风大作，还会出现一丝浅浅的漩涡。等下次拉扯时，他就将那锅热油倒过去。他想试试能不能让对方收手。顾韶光手边的烂菜帮子还没扔完呢，就感觉到空气中又出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，那股缠他灵魂的气息。顾韶光脸色一黑，遗憾地看了眼秦欢，便脚跟轻点，3-2下急匆匆地回了顾家。给我烧一锅滚烫的热水或者热油来。
高台上，大国师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握着那对木偶，凝神念着祈祷词，手中的木偶隐隐抖动，隐约瞧见空气中有一丝红线从木偶中冒了出去。神主那小姑娘竟然真的一直在等他，连残留的一丝血迹也能寻到神主，难不成他现在真在人间？不是说喷下神界了吗？天下间谁都寻不到他的踪迹。迎神花随风摇摆，仿佛感受到了他们愉悦的心情。东城神仆世世代代守护神主，遵循神主旨意，恭请神主降临。那木偶高举头顶，大国师虔诚地闭上了眼睛。你们看，是祥云，有祥云和凤鸣声。求神主降临，恭请神主，信徒永远是神主最虔诚的追随者，求神主降临。顾韶光耳朵都快聋了，眼前晕得看不清路，仿佛脑子快要炸开一般。他甚至感觉自己的魂魄和身子都出现了叠影，这次比上次要厉害得多。那股力气霸道又蛮横，死死地将他往外拖。顾韶光匆忙间抓起一个瓢，便从滋滋冒着烟的油桶里装起一瓢滚烫的油。他看都没看，朝着那漩涡的中央便泼去。神主拒绝降临，并向对方泼了一瓢油。让你缠我的身子，缠我的魂魄，老子烫死你！大国师眉宇一直含着浅浅的笑意。弟子乃是第28代守护者，请神主现身。大国师眉宇间多了几丝汗意，心头狂跳。现在招神过场这么多吗？那我等会儿是不是要稳重一点？来得太快，会不会被人怀疑呀？待会儿若是释放一丝，那会不会太快了？那我可得装得像一些。唉，秦欢吸了吸鼻子，什么味儿？谁家油烧开了那种味儿？秦欢一抬头，便见大国师突然脸色巨变，本该是一缕神光泻下。秦欢没看到神光，反倒是看到一团貌似在冒烟的东西直流而下。啊！大国师没有半分防备，噌的一下跳起来，照神仪式瞬间打断。明明都感受到了神主的气息，甚至那种气息已经近在眼前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那冒着烟气的热油直直地倒在了他头顶上。你别哭呀，你想想，你其实已经成功了呀。这的国度，你今日证明了神没消失呀，他还会给你泼热油呢。你想想，这是不是好事儿？大国师听了这话，悠悠地看着他。那男人还挺狠的嘛。你在看我笑话是不是？你看我笑话又如何？秦明珠照不出暗尊，明月照不出神尊，我照不出神主，你又觉得自己赢了吗？我哪嘲笑你了？你以为我照不出来，你又能照得出来吗？不管我招不招得出来，他反正绝对不会向我泼油，也绝对不会叫我滚犊子。大国师，还是先让神医诊治一番吧。瞧着大国师脑袋都开始起泡了呢，到时候可别化脓了。堂堂大国师，到时候影响可大了呢。大国师不由自主地摸了摸额头，面无表情地下了高台。大国师，您还好吧？国师，咱们先去寻神医吧。先等等。秦欢此刻一个人坐在高台上，俯瞰四方，将耳边的禁制瞬间解开，风仿佛安静下来，将世间一切诉求送到他的耳边。只见天边一道光芒穿透重重乌云，那束光芒直直地落在中央那个小巧的女子身上。秦欢轻轻地叹息一声，凤眸微睁，露出一丝微光。迎神花突然齐刷刷一抖，所有的迎神花都朝向了高台的方向。就在他睁开眼睛的一刹那，千年不曾开花的迎神花突然纷纷直起了幼苗。什么香味？像不像2年前京城中桃花盛开时出现的味道？大祭司猛地一震，直接站起了身。迎神花无风自动，那花开的瞬间异香扑鼻。所有的迎神花都开了。秦欢学着自己的好朋友
看着众生。只这一句话，底下百姓都哭出了声，仿佛多年来的委屈终于宣泄出来。秦欢眸子一垂，手一挥，大祭司便从看台出现在他身侧。大祭司高声道，深深地匍匐在他的脚下。冷不丁的，秦欢突然想起那句话，想亲吻神尊的脚背。若不是顾忌着此刻身份，秦欢真想一脚踢死他。你可有婚配？奴愧对神尊，奴对神尊忠心耿耿，是奴犯了大错，与人女子成婚，且育有一女，奴悔不当初，奴罪该万死。你的誓言可还记得？我此生自愿与秦家幼女秦听香结为夫妇，此生只愿白头到老，白首不分离，求上天做一个见证。若有违此事，愿天打雷劈，五雷轰顶，汝万劫不复地狱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而你们举头三尺有我。欺瞒、哄骗、违背誓言，让妻子病死榻前，让女儿流落民间，你便是这般引领北渊的？北渊皇帝顿时跪在地上，人皇有罪。对不对不要紧，先认罪再说。人皇乖巧可爱。咦，不过现在的神尊已经这么严格了吗？都冠上人品问题了，听着总觉得神尊有点抱不平呢。人皇从不曾欺骗女子，人皇虽然后宫佳丽3000，但人皇可没说过独爱谁一人。朕可是从不发誓的，发誓就要负责，朕可不傻。朕都只说某某小姑娘是朕的心头爱，朕可没说过只有你是我心头爱。朕的心头爱可多了。奴有罪，奴只想一心侍奉神尊，是奴鬼迷心窍，与人成婚生子。你枉为大祭司，枉为神士，你辜负了神明，辜负了百姓对你的期望，也辜负了那无辜的女子以及你的女儿。奴有罪，奴在一早便算出他有神缘，是奴别有用心的接近他，奴不敢欺瞒神尊，奴此生只想见一眼神尊，奴此生已别无所求。大祭司咬着下唇，一副已经甘愿的模样。秦欢默默地看着他，他如何肯让他甘愿，让他心安呢？便是死，也不该心安理得的死。秦欢手一挥，众人便听不清神的声音了。你在与秦听香私奔前求了什么？你可还记得？奴知晓秦听香有神缘，便祈求神尊能赐给奴一子，是奴妄想了。吾已允你，你为何不善待他？您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神缘，吾便下来与你成了这世间最为亲密的关系，是你将之一手斩断。你问吾？大祭司讷讷地待在远处良久，才震惊地失声喊道：你竟是……大祭司面如死灰，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力气似的跌坐在地。你求一丝神缘，所以我下来成了你的女儿，你为何不知珍惜呢？我成了你的女儿，你为何不知珍惜呢？你说什么？神尊，你说什么？神尊高贵凛然，如何能做奴的女儿？神尊莫要！吾为神明，从不说谎。秦欢手一挥，众人便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了。誓言落下，吾亲自执法。神尊看着天际，手一招，乌云滚滚，缓缓汇聚天空。等等，他要执法，执什么法？起誓便有神明守护，一字一句皆是誓言，违背者五雷轰顶，沦入万劫不复地狱。我做了什么呀？我到底做了什么呀？我寻寻觅觅几百年，为了神尊寻觅几百年，为了神尊甚至辜负秦听香，不敢正眼看女儿，可她竟然直接成了我的女儿。大祭司脑子里一团乱麻，
如今听得五雷轰顶，更是悲哀至极。层层乌云笼罩在高台周围，那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人皇跪在地上，此地距离大祭司不远。万一您批失手了，这么多人面前有失您的身份。人皇满脸忧心，一副为了维护神尊名誉的模样。神尊只瞥了他一眼，便不再看。我可不想成为世上第一个被雷殃及的君王，这脸还要不要了？啊，您批。枉为神使，誓言落下。秦欢手一指，那乌云中的闪电便直直地朝着大祭司而来。咔嚓，大祭司猛吐一口血，直直地跪在地上，只剩一口气，苟延残喘。五雷轰顶，请罚。神尊目光一扫，底下哗啦啦跪下了一片，没一个人敢抬头。众人每听到一声雷响，便哆嗦一下。高台上的大祭司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夜里。那夜只有他们二人，秦听香一早便给两人的小屋贴上了红双喜，四处采了野花放在屋中，穿着一身红色新娘裙。夫君，他娇滴滴地叫着自己。大祭司嘴角带着一丝浅笑，电闪雷光中，他说了一句：“你来接我了。”大祭司倒在地上，直至惊雷将他劈得肉体焦黑，神魂俱灭。神明千年不曾现身，一现身便劈死了大祭司。神尊瞥了一眼，这才缓缓闭上了双眼。那双眼睛一闭，众人便感觉浑身压力一减，好似浑身都轻松了起来。好晕！周围的弟子急忙涌了过来。欢欢，你别乱动，神尊下来了，你竟然承受住了，没有爆体而亡。欢欢，你真厉害！头晕是正常的，神尊力量强大，这是他第一次完完整整来到人间。欢欢，秦家来请人说和我的亲事了。秦家竟是甘愿，你同意了？淮安说他准备在家一哭二闹三上吊几天，让我先婉拒，等秦家二次上门求娶再同意。将来进了门便没人敢为难我，也能得个清静日子过。我昨儿听他说，他准备去京城有名的画舫上游玩几天，那画舫上都是小官。愿美好如期而至，愿苦难离你远去。秦欢在他脑门一拍，将他前世记忆尽数封禁。你该有个重新的开始了，善良的你。顾子金偏着脑袋不解地看着他。欢欢，我感觉你与往常不大一样了。以前我跟你说这些，你总是没心没肺没甚感觉的模样，如今就像慢慢开窍了。秦欢抚着心口，心脏处依然如同曾经一样跳动，但现在他好像隐隐能体会到一丝酸甜苦辣，甚至大祭司死时他有种隐隐的痛快。那你可是很快要成亲了？那还得等等呢，淮安事情还没办妥呢。等吃喜酒的时候，我可要来。欢欢，神尊上身是什么感受？神尊漂亮吗？你能看到吗？倒没什么感受，就是装的辛苦。不是，就是有点辛苦。我觉得她是天下第一大漂亮。不接受反驳。顾子金瞧见他这机灵样，便笑眯了眼。看着看着秦欢，又突然叹了口气。秦姨与人私奔，病死在外，临终前还养了个养女，差点坑了你。大祭司这个父亲又不顾着你，如今还被雷劈死了。幸好你召唤出神尊，让人高看一头，不然你可就难了。这世道对女子诸多限制，他真怕欢欢将来走得艰难。当年他对秦听香立下的誓言，如今成真了，倒也好。秦欢垂了垂眸子。对了，你可知道秦明珠如何了？昨日我哥回来，气冲冲的，我去打听了两句，听说他刚被秦听香收留时，便打听到了秦听香的背景，那时便想过冒充你的身份。对了，你是不知道，他那亲生爹娘听的消息上京寻了来，那对贪婪的夫妻一瞧见他，便说不是他女儿。他女儿脸上长了不少麻子，右脸上有一个胎记模样，
据说是那时候家中生了个弟弟，他竟是想对年幼的弟弟下杀手，被他娘亲手用烙铁烫了个疤痕。他那张脸让那对夫妻不敢认他。后来还是神官让人扒了他的衣裳，从他身上2个特殊位置寻到几颗痣，这才确定是他。后来众人猜测，他估计也是因着这个原因才投靠了暗界，改头换面，那张脸才会与你有2-3分相似，但到底差得有些远。欢欢，等会儿你也去看看吧，听说下午就要审他了。几岁起便勾结暗界，小小年纪倒是手段过人。我只问你，你当初顶替秦庭香的女儿，可是知道了什么？你若是坦白，我们便给你一个神魂俱灭的痛快，你那孩子也让他好好的活着。你若有所隐瞒，这世间可不只是死了才是解脱。你别以为死后你的灵魂还可归于暗界，你信不信就是死了，我也能求着你的魂魄，让你生不如死。顾韶光抱着剑站在堂前，秦明珠本能的惧怕他，缩了缩脖子。他就是个妖魔呀！我那女儿小时候生的哪有这般好看？有这么好看，谁还舍得抛弃她？那不是亏了吗？小时候长得跟个倭瓜似的，小时候就生得跟那大姐、二姐、三姐不同。更可怜的是我那小儿子呀！哎呦，才满月就让他给溺毙了呀！我的可怜的儿子呀！秦明珠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，只看着工人手里抱着的儿子。说吧。我自出生起便对周遭所有人充满不屑，便是亲生爹娘，他们挑剔我，我又何尝不挑剔他们？为何将我生得这般聪慧呢？我生来嫌弃他，连他的奶都不屑吃。我自是比旁人聪慧，行事肆无忌惮。可直到2岁那年，暗界寻上了我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生。大姐嫁了个老实巴交之人，没有彩礼，我生了一场重病。那一场病之后，更是面容受损，越发不如之前。后来我看到自己平庸的一生，我不甘心。后来暗界告诉我，这世间将会被一个女人所颠覆，她会让人间血流成河，她会让这世间规则混乱，她会为人间带来灾难。我只需要顶替她，我便能享受到她在人间的一切。我顶替她是为了你们好，也是为了她好，才能不让她闯下大祸。人间将会一片烈狱，所有人生不如死，所有人的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。我是在救你们啊！那个人就是秦欢，就是他！秦明珠癫狂的怒斥出声，转头猛地指向秦欢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从我3岁起便知道他会走失，我便等着秦庭香寻我，我顶替他的位置，步上正轨。秦明珠此话一出，便被顾韶光抱起一脚踢出老远。脚痒，磨磨脚，你们随意。真是笑话！暗界会救黎民苍生，你怕是脑子进水了吧？暗尊那个脑壳长包的东西，巴不得人间混乱，巴不得人间死绝了。呸！你这是报复秦欢回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甚至做得比你还好吧？他甚至得到了神尊青睐，你以为跟你一样自甘堕落？你自己生了一颗七窍玲珑心，却不走正道。暗界给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你便信了，成了叛神者。你倒是有意思呢。你们全都不信我，你们都信他，你们全都信他。他才是最该死的那一个，你们都不信我。你们谁都逃不了的，你们谁都逃不了。暗界有通天石，人间覆灭，他们又能逃过一劫吗？你以为他们好心，他们不过是自保罢了。他就是个祸害，他才是祸害。你顾子敬当然帮着他了，你本该嫁给秦家二房做嫡妻，你
你本该在生产前1日母子俱亡，你们本该一尸两命，是他改了你的命，你本该是必死之命。顾子金被他那双阴冷的眸子瞪得脸色一变，心头剧跳。欢欢，你一错再错，倒是成旁人的不是了。我此生从不违背本心，不违背诺言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像你这般人成了圣女，简直是对神明的侮辱。为了私心哄骗秦听香，对你有恩的养母都不放过。我只问你，听香当初可知道你想上京找他娘家？他都不许我叫娘，只允我叫干娘。他会让我上京，但凡我提一句我认他做亲娘，他便是拒绝我。他曾经与大祭司私奔，后来生下孩子，大祭司便撇下他。他有脸回京，就是回，他也绝对不是让我回。你对他做什么了？秦明珠一直沉默着，不曾说话。养他被反咬一口多正常。哎呦，可怜我那儿子，这么多年我都没儿子养老送终，也没个摔盆的。我不管，他活这么多年肯定是有银子的，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可全靠他了。哎呦，我不管哟，你们要赔我银子，他发达过，肯定有银子。不行，凭什么？本宫的一切都是留给孩子的，你休想沾手半分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生我的娘。他不配，可将秦听香送到你身旁，你也没珍惜呀。我去他所在的村子打听过，秦听香最后是抑郁而终。他总是整夜的梦见亲女儿死无葬身之地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将你看作是丢失的女儿。村子里还说，他总是说亲女儿总上你的身，你装出这一切，逼得他日日夜不得安宁。你可珍惜他了？我看这世间是谁都不配做你母亲吧。他明明就是拿我做秦欢的替身，他对我再好有什么用？他不肯回京城，他死死守在那个村子里等他女儿回来，有我还不够吗？他不回京城，我便要一辈子窝在乡下，凭什么？但凡有一点消息，便要去寻他的女儿，他到底有没有拿我做亲生孩子？你以为赶走我就赢了吗？暗界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会颠覆一切。暗界不会放过你的，和人间在内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。众人瞧见他那风向，也知道审不出什么东西来了。将人带下去，抽了仙根，废了修为，再不能与暗界联系，再将人送上火刑架，依照叛神者论处。如今秦欢还不曾上位，便是神官下了决策。你们都会死的，你们会比我更惨的。她是上了通天石的女人，她会为三界带来灾难的。欢欢，你怎么还生气了？以前你都不为这些事动怒的。为什么别人骂我斥责我，我还不能生气？可是你以前说过自己不能动怒的呀。秦欢眨巴眨巴眼睛，却是没说话。秦欢见秦明珠被拖下去了，便没有在此多留，便拉着顾子金要出门。秦夫人远远瞧见了，急忙追了上去。顾姑娘这么早便急着回去啊？城南那边的胭脂铺子开了，可要去看看。说起来，那是我秦家的产业，将来啊，我家儿媳妇进了门可就不愁了。我今年36了，没病没灾，也很健康。大儿是府上世子，将来是要继承秦家基业的，公库都是大儿的，我的私库和京城产业也都是留给他的。我不是世经啊，绝不是那种搅世经的婆婆。我喝药贼快，要是得了病，绝不给府上当拖累。顾姑娘若是没有心仪之人，可以考虑下我儿子怎么样？夫人。顾子金震惊地看着他。顾姑娘别有心理压力，你若觉得我秦家人多，咱们别分家，这群老不死的都去别院住着，2房3房全都给我滚出去。喝药快有什么用？秦欢不解地问道。你要是觉得喝药快不算本事，我还能自己爬进去。对，我要是不行了，
我都能自己爬进去。顾姑娘，你考虑考虑我儿子吧。我觉得秦家规矩真好，欢欢你要是回来，一定不会再受委屈了。我可不想回，你瞧我现在谁敢管我？我在外面住着不好吗？也是，欢欢你现在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呀，现在可如意了，那秦淮安待你如至宝，未来婆婆又对你亏欠着呢，将来过了门，谁敢为难你？欢欢你就知道嘲笑我，将来若是你有了心仪之人，我也要嘲笑你。哼！顾子金一转头便瞧见秦淮安站在不远处，顿时红着脸朝他跑去了。小姑娘情情爱爱的，有什么好玩的呀？一转头，范音站在不远处。你这小和尚怎么脸色这么差？上次瞧见你就忘了问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这脸白的跟掉了魂儿一样。因为我在还债，我在将自己的债一点一点的还给他，只希望他拿回自己的东西，能更深的体会到这世间的一切。秦欢怪怪地看着他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，这次我会随着西莫佛修一起离开，与他们一起修行，也不耽误还债的。范音认真地看着他，想要将他的面颊深深地记在脑海里。北渊外的天地还很广，你也可以多走出来看看，看看这大好河山。欢欢，有感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欲望。什么是欲望？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想和他在一起，喜欢是感情，想和他在一起便是欲望。喜欢在一起？欢欢，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多看看这山河，对他们多一点喜爱，知道吗？秦欢点了点头，范英只笑着上前抱了他一下。顾韶光过来时，正好瞧见这一幕，眼眸都深了。待范英走远，顾韶光才酸溜溜的过来。他来寻你做什么？六根不清净，竟然还抱姑娘！不行，我得将他的味道洗去才行。然后他便也上前抱了抱秦欢，还抱了好一会儿才松开。秦欢一脸好笑，这怎么看着这么傻呢？明明给东城大国师道游的时候还那么霸气呢。他是来告别的。我也要走，是东城和南林那边请我过去一趟。请你过去做什么？你前些年还镇守边关，杀了他们不少将士呢。这不是没法子了吗？你可知道一个绰号叫沙勒么的门派吗？在南林，那个门派存在于1000年之久。据说当年神尊化身下来行走，亲自创立了这个门派。今年他们大肆攻击东城，还将东城的那座祖师娘娘雕像给毁了。秦欢点了点头，没一会儿，顾韶光便送了秦欢回去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前些时日冒充你父亲的那乞丐突然吐血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可是伤着哪里了？你们对他用刑了？带我们去狱中。秦欢才进入那牢狱中，便感觉到一股浓浓的阴郁之气。男子痛不欲生。秦欢一进去便瞧见那地上的男人滚来滚去，嘴巴不住地往外溢血。爹！秦小妇哪里想过他这般痛苦，当即便冲了上去。小公子小心呀，他现在浑浑噩噩，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那秦老大本来暴躁不已，此刻被儿子抓着手，便感觉一阵清凉的气息遍布全身，这才舒服地安静了一些。爹，欢姐，我爹怎么了？我爹七窍都在流血。欢姐，他虽然与他爹不曾正式认亲，但是两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。此刻瞧见秦老大竟是被搓磨成了如此模样，秦小妇的心尖尖都在颤。顾韶光眉头一蹙，蹲下来掀开秦老大的眼睑。这倒是与南林描述的一致。还记得我说的那个不平派吗？他们存在于各界中，其中便有不少人为他们效力。为了使人忠心，那些弟子全都服用了药物。若是多久回不去，便会七窍流血，直到再次服药为止。你爹只怕是也投靠了不平派，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回到门派中。你身上带有神明的气息，握着他的手便能替他缓解痛苦。先将人带回圣殿去吧，那边圣子圣女众多，能压制他的痛苦。一行人回了圣殿，秦小妇一直情绪低落。欢姐，你给我说说不平派的事儿。我爹怎么会沦落进了不平派？秦小妇突然明白，他爹这么多年为何不回来了。
这是回不得呀。不平派说是一个门派，不如说它是一个组织，一个能杀天杀地杀空气的组织。只要你能出得起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就能替你达成愿望。他们的杀手遍布各界，你爹大概是投靠了他们。秦欢自然不敢说是自己创办的，怕被小妇生撕了。所以我爹手上也沾了人命。等他醒了，你自己问问他吧。秦欢不好说什么，瞧见秦小妇脸色不好，这才起身出了门。门外依柱神色不思，好几次叹气，听得秦欢脑瓜子疼。姑娘，我那姐姐大概是真的犯心暗许了，她竟是想跟着华年回南林。这几日南林和东城都准备启程回去了。东城大国师伤了身子，祖师娘娘雕像又被毁了，他们赶着回去。南林那边据说也是因为什么杀了吗，混乱不堪，都要赶着回去了。秦欢点了点头，便往神官的殿内去了。谁也不知道他进去说了什么，出来时隐约能听到神官的哭声一片。秦欢却是浑身轻松，眉眼带着笑意的出来了。爹，你总算醒了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儿子都该给你定丧葬一条龙了。爹，你怎么会入那不平派？那不平派喊着叫什么杀尽世间不平事，却又给你下禁制。秦小妇对那什么杀了吗没什么好感，不关他们的事儿，怪不得他们。唉，当年我在战场上厮杀，最后被人一剑捅入心脏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我几乎感觉自己已经断气了，被人像扛破麻袋似的，一层一层的尸体堆积在战场上。是不平派将我带了回去，你爹这条命是属于他们的，这些年便是一直在替他们做事。爹回来怕连累你们，许多次便偷偷在院外看着你们。唉啊，原来总是偷窥我们的是你呀！秦老大满脸欣慰地看着他，当年又瘦又小的孩子，如今长得这般风华绝代，还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圣女。饶是秦老大都想不到，她竟是有如此造化。你总这般吐血也不是事儿啊，那怎么才能解了这禁制啊？秦小妇满脸担忧，秦老大自嘲地笑了笑。你可知那不平派为何如此壮大？便是因着这禁制无人可解。传闻当初是神尊化身亲自下的禁制，如今这不平派的人遍布各界，暗界各方大能，人界各方高官，什么鬼魅魍魉都有他们的人。这禁制便是不平派掌门人都毫无他法。你瞧，每一个犯了禁制之人，手掌心都会有这个黑色印记。有人想要离开门派，掌门也是丝毫不管的，因为离开门派唯一的路便是七窍流血而死。别说我们了，所有进入门派的人全都有，便是掌门、长老、执掌各界的大人物，全都摆脱不了。唉，你说的是这个？秦欢随手掐了个诀，在他眉心一点，只见秦老大手心黑色印记便慢慢消退，直至没有了半点颜色。天呀，我当年是捡了个什么神仙宝贝呀？你怎么会解印？不对呀，不对呀！不平派有个特点，但凡投靠这个门派，便出不去了。这个印记会跟到死，直到消亡，直到下一世才能摆脱。便是如今不平派那些掌门长老都是离不开的，但凡有通天大能都脱离不了，甚至有暗界堕神为了脱离门派直接自尽，放弃这一世的肉身，重塑肉身才能摆脱。你这个大概是神尊上身时残留下来的记忆吧，看了一眼便记住了。行了，你先休养身子，等身子养好了再说。
秦欢见他身上的生机已回，便背着手拉着小妇出去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……放心吧，有姑娘在，老爷不会有事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以为我爹要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不认他呢。这才叫默契。所以你欢姐将你拎出来了吗？哼，你这个女人推着我大师兄的轮椅做什么？你是秦欢那个贱的侍女，你跟着我大师兄算什么？怎么的？这北原女子如此不自重，竟是直接送上门来的吗？大师兄，爹爹说了你要管我的，你不听月月的话了吗？你也嫌弃月月了吗？你答应过爹爹要保护月月的。一贤白着脸没说话。行了，师父要我护你，我哪里没护着你？这一路你好吃好喝，你骄纵也好，我说过什么？你心术不正，用什么样的心思伤人，受到了反噬。如今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也要我给你指出来吗？南陵信奉神尊，你如此手段，已经是给神尊抹黑。耀月，适可而止。哼，你们都向着他，我讨厌你们。耀月跺着脚，怒了一声，转头便跑。谁都不许去哄他，所有灵药，所有珍稀之物，换得他跑跑跳跳，还不知足。这段时日给北原添麻烦了，也劳烦依璇姑娘费心了。南陵准备半个月后离开北原，劳烦秦欢姑娘将她带回去。秦欢一抬头便瞧见依贤红着眼睛，南陵弟子立马上前给华年推着轮椅回了他们的院落。秦欢也没说什么，只瞧见顾韶光提着糕点进来时，眉宇弯了几分。霍宽，父亲想要替紫金合一下八字，紫金前一次相亲便看错了人，父亲呢有些担忧，明晨祭司一直外出不曾归来，便只有劳烦欢欢了。便麻烦秦神官了。不妨事，将二人八字给我便是。当下顾大人便双手送上，秦欢只瞥了一眼，便知是良缘。前世错过的缘分，如今正好弥补，这一世只会更加顺遂平安。有他相护，紫金必定平安一生。顾大人，你可知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顾大人一怔，秦欢脸眉带了几分认真。顾大人，这世间唯独时间不可逆，务必要珍惜眼前人呀。有些事错过便是永远。对了，你不知道呢，陛下将公主许给了秦怀平呢。顾紫金听完怔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情绪。他们过得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都与我无关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秦欢却是不会轻易的放过秦怀平和何硕的，前世改写的命运全都会落在他们身上。欢欢，我听说你要离开北原去南陵。那里有我未做完的事。不平派也就罢了，那是秦欢当年做的孽，暗界却是未曾遵守当年与神界的约定，冒犯人类。他作为神尊，自然要负起责任来，于公于私都要走这一趟。那你可得跟我哥哥一起啊！我哥哥容貌生得俊美，我怕他被人家小姑娘盯上了。那你不是该为那些小姑娘担忧吗？欢欢就是思想异于常人，我都未曾想到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让我哥不要连累那些无辜的小姑娘。等我这边事情忙完了，我也想要来寻你。你们都去南陵了，就留我和夫君两人在北原。秦欢瞥了他的肚子一眼，神秘地笑了。好呀。手在他肚子上轻轻一拍，前世与紫金不曾走完那一段路的小婴灵重新回到他的肚腹，他们未曾完成的母子缘如今重新开始。秦欢抬起自己的手，不解地看着。以前自己从不会做这种事，如今好似有些不一样了，似乎会为了别人而喜，会为了别人而怒。顾紫金亲事一过，秦欢便准备和南林众人一块儿出发了。今日一早便要和秦欢一同出发，你若是不想见，便自己寻个马车坐着。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凡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我爹收养的养子罢了。你如今是个废人，你以为自己还能娶我？耀月气冲冲的话一出口，瞧见华年面色微白，带了几分冷意，这才抿着唇跑开了。对了，昨日听说你要离京，有个小姑娘扭扭捏捏的来寻我，瞧着似乎是看上你了。真的？那长得好不好看？
高还是矮？胖还是瘦啊？多大了？长什么样啊？秦小富现在10岁，半大少年已经知道咱老婆本了。放心哦，我帮你拒绝了。咱们可是好姐弟，好姐弟就要一起单身。你别怕，以前你说过，你要么上门，要么不喜欢姑娘，我都帮你记着呢。秦欢眉头一挑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我谢谢你全家啊。不客气，自家兄妹，以后我还帮你。欢姐呀，真是该死的善解人意呀。此刻马车一路行驶出去。圣女一路走好啊！圣女，你安心的走吧。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，好像上次给顾夫人送葬一样。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啊？我跟你们说，咱们这客栈可是300里内唯一的客栈。瞧见远处那座山没？进了那林中，可是要走3天3夜才能走出去的。而且呀，这林中可是有精怪的，你们不妨买2个护身符，到时候便能避开了。嘿嘿，不是小的自夸，这南北的商人可都是如此的，您可别不信邪。客官，小的便偷偷告诉您一句吧，如今那林中可是有个修炼1000年的大妖黄大仙，你知道吧？秦欢眼皮子一抖，这么能耐了？便是修炼寻常的黄大仙都让人敬畏，何况这还是修炼1000年的呢。他时不时还会一蹦一跳的来问客商，您瞧我像个人还是像神呢？您如果回答错了呀，他可就要发怒，重则剥皮，轻则被下妖术。这么说，他极有可能会现身喽？这也说不定。除了那黄皮子，你们千万莫要去林中那棵古树旁啊，那棵古树可邪门了，但凡有人经过，最后都吊死在树前了。小二俨然有些忌讳，说了便不肯再说了。众人见问不出什么，便也没说什么了。客官，那护身符您真不要啊？哼，这林中外围都是黄大仙的地盘，带了护身符他便不招惹你们了。那里面还有瘴气，好多人在里面鬼打墙，遇上不干不净的东西可走不出来。切，什么黄大仙，什么鬼打墙，也不瞧瞧咱们是什么人，真是笑话。不可大意，这瘴气林形成1000年了，来时咱们不也折了几个人了？那也是他们自个儿不小心，自己走丢，掉下悬崖了。待众人用了午膳，瞧见他们要走，小二这才惊住了。客官，咱们可不是什么黑店，不如你们住一晚吧。这瘴气林白日里或许还没什么，但这夜里，可从未有人敢走啊。你这庸人，你懂什么？我们赶时间。秦欢却是眼中带着几分笑意地看着他，瞧见他影子与身形略有几分不和谐，轻笑出声。现在的小妖精这么喜欢人间生活吗？都出来补贴家用了。此刻一行车队驶进瘴气林中，果然这晚上瘴气极重，此刻还隐约能瞧见路，等晚上天黑了，恐怕只能安营扎寨了。那为什么不住客栈里啊？2个月前我们来时，那里平地一片，只有一座孤坟，根本没有什么客栈。那方才我们吃的东西，放心吧，你吃的都是山里的野猪肉，都是正常食物。秦欢凉凉地扫了他一眼。你可拉倒吧，小妖精吃个人不容易，还能给你吃了，想的倒是挺美。那他们开客栈做什么？妖就是妖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他们本系难移，说不得是什么啊！让你嘴贱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是找死吗？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跟在父亲身旁，什么没见过？有什么魑魅魍魉，什么精怪，寻我便是。我可没你们胆小。那些精怪身上倒是没带什么血腥气，只怕是化形刚成功罢了。先吃了这解毒丸，这瘴气呼吸多了会产生幻觉。华年让人给每个人都送了解毒丸，只是这出发时才数了，一共37人，一共拿出去37颗解毒丸，最后却差了1颗。不对呀，明明是每个人都有1颗，难道是谁多领了1颗？哼，这东西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呀。在这林中不易生事，大概是谁多拿了1颗吧。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连解毒丸都要偷拿。
他身后站着个白衣女弟子，那女弟子一直低着头。喂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背我回去，我便让爹爹亲自答谢你。耀月趴在女子身上，得意洋洋，总觉得冷得慌。如今已经开了春，这女子身上怎么还冷得像冰碴子似的？你身上怎么这么冷？是不是冷呀？给你件衣裳，冻得我都不舒服了。秦欢扫了一眼，差点笑出了声。欢姐，你肩膀抖什么呢？这一路我瞧见你肩膀抖了好几次。这么显眼吗？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举头3尺不只有神明，也许还有鬼魅哦。这说出口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当心别人找上来。不大听得懂。你不需要听得懂。先安营扎寨吧，你们各自找个帐篷，每1个小时换人轮流守夜，女子与12下孩童不必守夜。很快众人便定下规矩，刚好37人，2人一组，正好有1人落单。南林小弟子这下眉头越皱越紧，这人数点了好几遍都不大对。不对呀，不对，这人数怎么不对呢？怎么刚好2人一组是双数呢？你到底折腾什么？什么单数、双数，2个人一组变成了，我就和他一组了，方便明天他背我，磨磨蹭蹭半天弄不完。耀月当下便直接进了一个帐篷。大哥，这不是少个人，这他妈是多个人啊！这下知道为什么解毒丸会多1颗了。我操，不是被人偷拿了，这他妈是人多了1个呀！不，还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呢。南林小师弟顿时急急忙忙寻大师兄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出来一下，咱们多了个人。有人怀孕了。那弟子被他这句话惊了一下。大师兄这想法好龌龊啊！怎么回事？人多了1个，咱们明明是37人，这货点了好几次都是38人。你是个好的，等回了南陵，我让爹爹帮你。你有什么要求提便是了，烦死了，连个枕头都没有。等会允许你与我一同睡，但是要将你胳膊枕在头下。耀月下巴一抬，那女子便将胳膊伸出来，然后躺下了。帐篷外，众人清点了无数遍，面面相觑，全都看向耀月的方向。有鬼，有鬼，有鬼啊！胳膊，吓死我了！小师妹，方才师兄数过了，确实是多了1个人，就是与你同路的女子，一直背着你，后来还与你同睡的那个。她不见了。想起一路背着自己的女子竟是个鬼，耀月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他将胳膊留给你做什么？睡之前没有枕头，我让他将胳膊留给我枕着，谁知道？我觉得那个女鬼对你还挺有好感的。南林弟子对视一眼，魏毛感觉那秦欢早就知道的样子。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说，以后不知道触怒了谁呢。秦欢双手背在身后，摇摇头，直接出去了。那女鬼只怕是信了他进林时的那句不怕鬼尽管来，人家这是带着诚意来的。欢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没什么坏心思，死之前是个替人捏肩捶腿的小丫鬟，你没瞧见他做事极其麻利吗？是他不敢享用罢了。耀月与旁人一同住，秦欢干脆便睡了他的帐篷，一个人住。进了帐篷，那女鬼正蹲在地上捡残枝。你能看见我？秦欢没说话，径直坐在他身旁。你不怕我？其实我就是很怀念以前的日子，好久没看到人了，也没看到有人将我吆五喝六了。他跟我原来的主子很像，失礼了。女鬼还施了一礼。其实我是很诚心的，想跟他做朋友的。我本来想捧着心给他看看，我是很有诚意的。可是才想起来，此时我的心被林中野物吃了，这才没带来。你们若是要穿过林中，尽量避开林子中央那棵树吧。我们都是死于那棵树。说完，女鬼便闪身不见。
秦欢第2日是被小妇叫醒的。欢姐，大概只有你能在这林中睡得如此安稳了。昨夜不少人都彻夜难眠，给吓住了呢。还好我和顾叔叔一块儿睡，安稳。哈哈哈。白天林子里的瘴气少，趁着白天多赶路，尽量早些回城。华年说完，众人便准备出发了。这林中一般都有山神，等会儿瞧见便去祭拜一番吧。来了一趟，总要送些香火。此刻是正午时分，大片大片的阳光倾洒下来，直接被树林挡住。即便是正午，这林子里也是雾沉沉、黑漆漆的。什么东西这么臭？好似什么东西放的屁一般。刚刚有一股黄烟升起，倒像是什么东西放了个屁，太臭了。众人正微眯着眼睛四处扇风，便见不远处的半人高的草丛里站着几只黄鼠狼。此刻林子里静得骇人，几乎能听到吞口水的声音。你看我像个人还是像个神？一双眼睛紧紧地看着华年。华年如今是个凡人，那黄鼠狼也是厉害，竟是挑着软柿子欺负。南林弟子心头发寒，此刻懊恼不已。当时那小二问的时候该怎么回答来着，他们竟是没有听。华年绷着脸沉默不语。你看我像个人还是像个神？你想成什么呀？那黄鼠狼却是眼神极其毒辣地看了他一眼，那弟子顿时缩回了脑袋。这眼神也不该成神啊！你看我像个人还是像个神？他双眼紧紧盯着华年，大概是感觉到了他如今气息是凡人，而耀月又被护在中间，便只能作罢。我看你像个棒槌。秦欢此话一出，那黄鼠狼周身的气息都冷了几分。你只一句话，那黄鼠狼便卡在了喉咙，唇红齿白，面若桃李，双眼不悲不喜，头上扎着2个发髻。这不就是祖师爷每日3炷香祭拜的女子吗？叶无难那身皮是不是不打算要了？什么时候黄鼠狼一族竟是靠着威逼旁人而得到了？秦欢眼底有几分莫名的情绪翻涌，那几只黄鼠狼哪里还敢勾肩搭背，顿时前肢作揖，后肢跪地，趴在地上求饶。叶无难连老祖宗名字都知道，果然是每日被祭拜的那位。老祖宗可说过了，见到了那一位，有多卑微就多卑微，有多不要脸就多不要脸，绝对不能惹那位不开心。哼，你这一问，凡人都会背你的因果。你浑身血腥气，做人做神，你心里没点数？滚回去好好修行吧。还做人做神，做不完1000件善事，就永远别想圆满。秦欢手一摆，那黄鼠狼顿时灰溜溜地跑了。人也没成，神也没成，还挨了一顿骂，那他成了什么呀？如果回答人便是人，但黄鼠狼报复心重，极有可能那人也会死。回答成神，若是修为深厚，一心向善，成神也就罢了，但若是心思不正的精怪，得了这一句，那天道的一切惩罚也会落到人身上。若是没回他，将他骂了一顿，便会一身修为尽废。你是说你遇上画像上的人了？你还问他像人像神了？是的，跟老祖拜的画像一模一样。他还问我还想不想要老祖这身皮了。那成了精的黄鼠狼此刻一身修为尽废。搬家，快搬家，赶紧搬！什么？这么厉害的吗？那黄鼠狼吓得腿肚子打哆嗦。此刻秦欢来了，这事儿在林子里1传10，10传100，直接传遍了瘴气林。那正要穿过林子的众人只感觉到林子里似乎一阵阵颤抖。什么声音？这地都在抖，树也在抖。哎呦，今年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一开了年，不是女鬼就是黄鼠狼成精，现在又地动山摇的。不对，不像是地动，倒是像成群的野兽在狂奔。不对，动物对危险有超乎凡人的直觉。林子里难道发生什么大事了？华年脸色莫名的沉重。女鬼也好，黄鼠狼也好，人力都可以解决，
但成群的野物狂奔，只怕是什么大魔头才能做到了。方才那黄鼠狼这伙全都逃了，前头还有个像人的小青年，估计是化形成功的。我还瞧见有狼群、蛇群，还有野象和虎。林子里各种占山为王的野兽都跑了，都远离了瘴气林，只怕有什么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凶兽出没。咱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只怕是有什么大妖来了，咱们也快跑吧！能吓得这些成了精的山林之王仓皇逃走，这林子里只怕有大妖来了。这些妖怪都跑了，从现在起暂时不休息，直到出林子为止。华年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变了脸色。一行人将能够卸下的行李全都卸下，能扔掉的全都扔掉，直接轻装上阵。欢姐，你是不是感受到什么了？我大概是猜到了，但是我不敢说，说了你们会打我。秦小妇面上顿时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，拉着秦欢便飞速狂奔。一行人穿过荆棘和丛林，不少人勾得衣裳都破了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甚至还有人脸上都被荆棘刺伤。我的脚都起泡了，好痛！到底是什么大妖如此厉害啊？我们跑得厉害，他们跑得更厉害。昨日夜里他们几乎是彻夜不停地撤退了。再坚持一下吧，今夜若是通宵赶路，明日一早就能出林子了。我总觉得我们走得快，他们好像走得更快，更慌张了，真奇怪。即将穿过林子时，众人时而能听到耳边传来一声呼喊：看看我呀，快来看看我呀！我能保证你千年不朽，万年不臭。我是最好的，一定要死在我这里！快来呀！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我不觉得难受。我绷不住的是，我们逃了3天，他们逃了3天，为什么我们快出林子了，那些孽障为何不逃了？多么让人崩溃的事！等他们逃出来了，林子里那些居然不逃了。要不是我们这群人有几斤几两重都清清楚楚，不然我还以为咱们之中有谁吓着他们了呢。咱们不跑，他们不跑，咱们一跑，他们跑得更厉害了，这双腿都废了。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呀？哎呀，这孽障！刚骂了声什么鬼东西，便有一只飞鸟嗖地飞了过去，拉了白色的鸟屎落在他嘴边。秦欢眉头一扬，看着瘴气林，默默地点了个头。那树林迎风而动，好似受了表扬在得瑟一般。其实你们还应该感谢他们。瞧瞧，咱们本来要走7、8天都走不完的路，4天就走完了，节约了不少时间呢。这辈子都不想这般节约时间了，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，大妖随时要命呢。你们穿过瘴气林过来的？你们难道不知道瘴气林传说吗？这瘴气林3月可不能出入，里面精怪横行，过了3月才可。你们瞧，我们走的官道，只不过官道用的时间长，得1个月左右，瘴气林至多7、8天就能穿过。平时我们还能走走，这3月可从来没有人敢进入。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瘴气林曾经可没有瘴气。你这就怪了，瘴气林里没有瘴气，说起来谁信啊？你们知道林中有棵树吧？那棵树根里全是血泪，常年都有人产生幻觉，在那棵树上吊死。咱们南林有个不平派，你们知道吧？那不平派传闻是神尊化身创建，当年他创建之时背了个见不得光的怪人，那怪人昼伏夜出，白日里见不得光，神尊化身便四处寻求天才地宝，为他打造了一口棺材。那棵树是一对儿，化身大人取了其中1棵做棺材，另一半就留下了。那树当时已经成精，结果却被神尊拒绝，修炼多年有了心魔，每日都喊着要给人做一口舒坦的不想投胎的棺材，这日日哭，月月哭，最后都哭出了血泪。心魔是给委屈的脑子不正常了吗？怎么瞧着都像是失心疯了呀。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幻觉，心性不坚之人途经那树下便会被诱惑，然后吊死在树上。至于那林中精怪，那都是前段时日来的。我爹那辈儿在林中行走时，这瘴气林都没那么多精怪呢，什么黄大仙啊，
什么红梅子呀，当时可没这么多，也就最近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了。前段时日还有人念着，说是还有浮游经呢。不过浮游这东西朝生暮死，修行根本不可能，估摸着也是假的。至于3月不能进瘴气林，也是因为化身大人当年是3月来的，这林中精怪3月都要出来祭奠化身大人罢了。也是因为化身大人当年是3月来的，这林中精怪3月都要出来祭奠化身大人罢了。真是倒霉。众人在客栈里没坐多久，便上楼歇息去了。楼梯口有个圆脸小姑娘，看着大概15、16岁。她见了秦小富，便笑眯眯的，似乎极其和善。瞧见小富过来，脸上带着几分笑意，顺手递给小富一个红彤彤的果子。小富抱着，便红着脸跑了。你怎么红着脸回来了？你不是给我端蒸鸡去了吗？脸又红又烫，一定是见到小姑娘了，还是漂亮小姑娘。这话惹得小富瞪了他一眼。我没有。赶紧去给我拿蒸鸡。秦欢轻笑一声。哎呀，刚刚长成的半大少年，你的姻缘在哪里呢？欢姐姐，她又被骗了，她那么多钱，大家一定都是看上她的钱。不急，他的命中人该出现了呢。欢姐，你的真姬。小富哥哥，我也有吗？小富哥哥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你居然给善善也。话还未说完，小富端着另一只蒸鸡出去了。善善眼皮子一耷拉，趴在门口偷看了一眼。只见小富脚步匆匆地将蒸鸡放在了那小姑娘面前，一句话没说便跑了。还以为小富叔叔心疼善善呢。这给吃就是小富哥哥，不给吃就是小富叔叔。不好意思，秦欢姑娘，耀月小师妹这几日腿已经肿了，大家都想休整3日再走。您看，要是忙的话，您先行一步也可。顾韶光正巧在门外。我们不急，北平派又不去北渊作恶，我们不急，急啥呀？你明年走我都不急。这话说的，南林小弟子脸色都纠结起来了。南林弟子脸色苍白地走了。欢欢，我会暂时离开客栈3日，等出发那日，我会与你一同进城。顾韶光仔细道。秦欢手一摆，顾韶光纵有千言万语都给堵死了，心里堵堵的，总感觉欢欢这心里封闭起来了。顾韶光离开了客栈，站在客栈外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客栈入夜后便关了大门，空气中突然弥漫着一股异香。睡梦中人闻见这味儿，都极其香甜地进入了梦乡。秦欢突地从床上坐起了身。幽冥之花，这不是冥界早已凋零的幽冥之花吗？竟是出现在人界了。秦欢起身走到窗户口，四处望了望，倒是没瞧见有幽冥之花的踪迹。秦欢站在窗户时，突然瞧见小富鬼鬼祟祟的在楼梯口与人说着什么，瞧身形似乎是个小姑娘。第2日一早，秦小富便蹲在欢欢门口，神色有些扭捏不安。你蹲欢姐门外做什么？这家伙在北渊可神气了，走哪都有人想摸摸他，离他近一点，那可嚣张极了。小富没说话，跟着一块儿进了屋。欢姐，我遇到个女子。秦欢嗯了一声。欢姐，她是唯一一个不是因为我有钱，我有财神气息才对我好的人。在乡下，在京城，大家对我好都是有利所图。我第一次瞧见他，四目相对，他便对着我和善地笑了笑，还拿东西给我吃。那天从林子里出来，我满身都是泥，只怕他将我当作小乞丐了吧。我知道我这个年龄说这些太小了，可他每日在这客栈做活，钱对我来说只是身外之物。我想帮帮他，他每日都站在那楼梯口。小福想帮帮他。天真，你是2、3岁的孩子吗？请你有一个身为2、3岁孩子的自觉。真笨，
你才是秦3岁吧？我没意见，你若是想问，便去问吧。秦欢嘴角带着几分奇异的笑容。谢谢欢姐，谢谢欢姐，你可真是小福的亲姐姐。说完，便急匆匆地跑出去了。欢姐，你笑得好奸诈呀！真奇怪，我如今情绪外露这么明显吗？大概半个时辰，秦小富回来了。你不是追求第1朵桃花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你不是寻他去了吗？你可有表明你的身份？难道是他不肯跟你走？我过去还一句话还没说呢，我鼓起勇气上前，还穿了一身华丽的衣裳，他便对我说了一句毕生难忘的话。他对我说：“老弟，进来坐坐啊，开包的没开包的，你想要哪种啊？小家碧玉，性感妩媚，楼上都有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就爬我身上了。你第1朵桃花竟然都长成桃子了！小老弟，进来玩玩呀！秦欢顿时站起身，学着记忆中那青楼老鸨的样子，扭着腰，勾着手指头，眨巴着眼睛，对着秦小富道：“欢姐欺负人，他就没认出是你。昨日来时穿得破破烂烂，看着像个小叫花子，今日穿得像个富家少年，哪里认得出来？”小富一听这话，眼泪又要出来了。你故意气我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偶尔2朵开过了的桃花不算什么，好在你没说出口，这脸丢的还不算厉害。秦小富这么一想，倒还算是庆幸了。人生第1朵桃花居然开到了拉皮条的老鸨身上，哥们儿，你牛逼大发了。不过想想，那小姑娘年纪轻轻便来做老鸨，倒是有些手段。行了，下楼吃些东西吧。瞧你昨日回来后都没怎么吃东西。哎呀，可怜的小富呀，情窦初开，开到了万花丛中过的老鸨身上，真是可怜。小富擦了眼泪，这才跟在秦欢身后下了楼。出门时正巧遇到那圆脸姑娘言笑晏晏的跟楼上一个男人说话：“下次再来呀，咱们这的姑娘可都是清白人家的姑娘，跟了你可都是不跟别人了的。”要说清白，还是不如你呀，小小年纪便接替了你娘的担子，哥哥我可等着给你开包的一天，到时候可一定要叫我价高者得啊。你们住的那地方不好，等会我帮你换换。你们那里靠近3楼上楼的位置，上次也忘了告诉你们，那3楼是个青楼，这是官妓，上面允许的。前2次路过时，还有个容貌娇媚的中年女子，这次不知成了个年轻女子，是那老鸨的女儿呢。那老鸨不知道跟谁生了个姑娘，刚及笄便接手这青楼了，手段比他娘还厉害一些。如今走南闯北的客商，少不得都来玩一玩呢。上次还有人高价买那小姑娘开包，都被拒绝了呢。我看你们出来太久，都忘了自己的身份，这里还有姑娘，你们还如此莽浪。等回去了，好好去丝瓜崖面壁思过。秦小富一张脸红了又白，白了又黑，跟调色盘似的。小绿，你那上面的几个姑娘可都成老姑娘了，啥时候到你啊？你可得告诉咱们啊，人家都叫老鸨，你这是小鸨，咱们总得来捧捧场啊。女子听了回以一笑，没一会儿，秦老大突然站起身，跟着一块上楼了。哎呀，我突然觉得小富哥哥好悲剧哦。你还这么小，知道什么叫悲剧吗？我2岁还是你2岁啊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懂吗？我胡乱说的呀。你说他是不是对我还有想法？秦欢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欢姐，
其实就是觉得她像邻家姐姐，可你说她是不是认出我是那个小乞丐了？涂善抬起头，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正想开口，秦欢眼神一扫：“我2岁。欢姐，她好像比我大了几岁，你觉得我爹会同意吗？欢姐，我这样会不会太唐突了？我都没了解过他，我都没想过这么长远。你看他都打听我的喜好了，这些吃食全都是我喜欢的味道。他真的不是因为钱才给我送东西的吗？其实我觉得你不用考虑这么多，真的。”正说着呢，门口传来几声轻叩，那圆脸姑娘顿时露出个脑袋：“来，这是给你准备的衣裳，你瞧瞧，都是你喜欢的月白色，还有青衣。昨日来得及，衣裳都没做好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。你瞧，眼圈都熬红了，就为了给你做衣裳呢。今日早上给你开了个小玩笑，你别在意呀。”女子言笑晏晏。秦小富愣了一下，原来知道他是昨日的小乞丐。其实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，毕竟我们无亲无故，我也不能平白接受你的好意。而且我们进展是不是太快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，我们还要再……话还没说完，秦老大从圆脸女子身后走了出来。小夫，给你就接着呀，你这孩子咋还不好意思呢？哎，我知道，突然给你娶个小娘让你不好受，但圆圆对我有恩，也一直在照料我呀。瞧见儿子震惊不可置信的目光，秦老大又急忙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之间没有半分逾越，爹也不是那样的人啊。直到这次回了京城，与你娘有了真正的了断，父亲才回来接纳他的。”秦小富一副被雷劈了的模样，震惊的手都在抖。你昨日一来便认识我？我今年17，是不是看着很小？你爹3年前出事，是我救的他，背着他去了不平派，才活下来。后来是我倾心你爹爹，但你爹爹以家中有妻儿为由拒绝了，我便一直在南陵等他，直到前些日子他的妻子另嫁，才回信于我。你的生平和你的相貌，你的爹爹都告诉过我，一眼我便认出你了。秦小富只感觉脑子里一阵惊雷，心上人突然成了他后娘。原来他一开始对自己好，是因为想做他娘，而不是看上他了。你有娘还不好吗？你怎么还哭了呢？我都没娘呢，而且你娘还跟你差不多大，走出去人家都夸你娘漂亮呢。你赚了，你怎么越哭越厉害了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秦小富又是尴尬又是郁闷。小老弟，别慌，你的桃花更强大，大概是未来的桃花太强大，搞得你这边不好过呢。秦小富气得晚膳都没用，大概是他那小娘为了刷脸熟，又给他送了一次饭。你这小娘可真温柔呀！涂善一脸羡慕。我也很温柔。你哪里温柔了？那当然了，我是所有人中将敌人头颅拧下来，拧得最温柔的。秦欢一脸骄傲。涂善想想那场景，拧头颅拧得温柔，还不如给人痛快一刀呢。秦小富抑郁了，吃不下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那女子对着他微笑，最后变成一脸慈母笑地看着他。外面电闪雷鸣，一整夜了，这雷这雨就没停过。好丢人啊！我真有命中人，你要有便给他劈一下，你劈我就信你。秦小富说完便摇着脑袋进去睡觉了，丝毫没发现遥远的天际乌云汇聚，比手臂粗的雷电缓缓凝聚，那轰隆轰隆的雷声让人触目惊心，只看着都感觉内心惶恐，仿佛有威压临近。半晌后朝着底下狠狠地劈去。第
2日一早，南林众人休整完毕，准备启程。昨夜的雷声你们可听见了？吓死人了，感觉天都要压下来了一般。我昨夜起床瞧了一眼，好似劈在了咱们都城那边，那雷劈在地上，只怕要炸开了，只盼莫伤着人才是。欢姐，顾将军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他说3日回，都逾期了，竟是还没回呀。秦欢掐指一算，倒是算出他被什么东西绊住脚了，倒是没什么大问题。无事，他已经在都城了。南林弟子纷纷点头，待见的雨停了，便急忙赶路出发。秦小妇这才放心，便随着秦欢一块儿去河边插鱼了。原来是南林的巫子巫女，小生失礼了。还是各位巫子巫女得人敬重啊！我这一生都不太会说话，天凉不喜，同窗不和，好不容易寻到个好差事，都因为不会说话得罪了客人。这本是想寻棵歪脖子树上跳的，结果那棵树被雷劈死了。你瞧瞧，我这头发都快烧得卷起来了。话都不会说，我教你几招。你与客人交谈，遇到上了年纪的女子便说：哎呀，你这么年轻什么什么的，女子一听便开心。遇到别人请你喝酒吃饭，你便说不论余生长短，人生重在开心，给他们添酒添菜，让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，多么简单的事儿。秦欢翻了个白眼儿，一脸鄙夷。那青年走时气势昂扬，好似得了真传一般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这做了好事，整个人心情都不同了。对了，那小子以什么为生来着？大夫呀，他说他是个大夫，他说他的患者总是对他不满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完了，好心办坏事了呀。欢姐，我有疑问，为什么你的话珊珊说起来没问题，但是方才那个大夫说出来，珊珊感觉不对呢？你看，珊珊给人说：哎呀，你这么年轻，别人就会很开心。但是大夫说：哎呀，你这么年轻。秦欢这么说，他们会不会得自备棺材？秦欢悠悠地叹了口气，默默地给那可怜的兄弟念了声阿弥陀佛。那边是什么雕像？就是东城国大国师他们一脉的祖师奶奶。东城每一个县城内都有她的雕像，或大或小都有。传闻她是神主在人界的未婚妻，神主为了制定规则上了神界，他便一直在人间等着他归来。秦欢心头猛地一缩，突地弯腰捂住心口，那一阵阵的抽痛让他直不起腰来。那最后神主下来找他了吗？欢欢，有时候我想问一问，为什么常人不知道的秘辛你知道，但人人都该知道的烂大街的常识你却不知？你是有什么不同吗？突然偷偷地看了眼秦欢，神色有些紧张。是我逾越了欢姑娘。方才你问神主可有回来寻他，根据东城历来的传言，没有。秦欢心口一涩，便见他那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里流出了一滴晶莹的眼泪。欢姐，你怎么了？涂善却伸出白胖胖的小手，在秦欢的脸上抹了一下，然后顺势伸进嘴里。好苦啊，好苦啊，比小夫哥哥骗我吃的黄连还要苦，欢姐的眼泪好苦啊！小夫看着略有些呆滞的欢姐，心中有些不安。他有预感，南林这一行总感觉会揭开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。我居然流泪了，我居然流泪了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听见祖师娘娘的事迹落泪很正常。你还没听说过别的传言呢。还有人说祖师娘娘死时是没有心的，至于是真是假也不知道。那她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祭拜一下，可以吗？华年摇了摇头，眼底有些遗憾。东城那边藏得死紧，藏了几百年，据说后来不知道被谁连那一口墨玉棺材一起给偷了，笑死人了。可好笑了，
他们寻了天地万物，寻了各种天材地宝，棺材呀，用墨玉打造呢，里面更是用金线在上面雕刻了一朵一朵的莲花，那莲花花蕊呀，都是用灵石点缀的，枕头还用一块天然极品灵石所造。棺材外面的墓地照明啊，都是用了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啊，用玉石铺地，直接从进墓地一直铺到了棺材处呢。身上穿的料子叫什么？什么星线所造，说是用天上星子的精华所织造，织成了一条星光裙，活人穿上金光灿烂，死人穿着万年不腐，据说当年很是轰动。只可惜了，东城中间有几代后人不争气，弟子没守住，不知是出去嘚瑟还是为了赚钱，将这极尽奢华的墓穴消息卖了出去。没几年，那墓穴都没了。对，你们听得没错，他们啊，不止棺材，连墓穴都被人搬了个干干净净。至今东城都没寻回他们祖师娘娘的墓地。他们对外还放了话，若是查出谁动了他们祖师娘娘的墓，誓死追杀到天涯海角。可怜那么一个人，活着没等到神主，死了连墓穴都被偷了，也真是可怜。也不知道那尸体可有好好安葬。唉，也是个可怜人。这要是传说倒还好了，这要是真的，得多悲催呀！东城那边至今都还在调查墓穴的下落呢。秦欢心间的苦涩散了几分，只感觉这墓穴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。此刻那雕塑竟是滴下了一滴晶莹的眼泪。祖师娘娘落泪了，祖师娘娘显灵落泪了。东城国师恭敬地跪在地上，祖师娘娘心疼子民，显灵了。是弟子没用，连祖师奶奶的陵墓都寻不回来。此刻东城的一幕，秦欢是无从知晓了。我难受，我心里好难受，这里苦苦的。指着自己的心口，秦欢瞥了他一眼。即将进南临都城的前夜，秦欢到底没忍住，召唤了一回地府来使。幽冥使者，速速来见。不过一个呼吸间，屋子里便多了几分阴风，好似空气都下降了好几度，仿佛像个读书人一般的男子在屋子里显现出来。判官见过大人，路过此地，听见大人召唤便来了，敢问大人有何差遣？秦欢看着面前这个书生模样的男人，略微偏了下头。盼盼。判官身形僵硬，那握着狼毫笔的手都僵硬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瞧见你好似有种熟悉感。看见他，脑海里就浮现出盼盼两个字。可此刻柳盼大人竟是温和极了，看着面前的少女，仿佛瞧见了救命良药。听见那声熟悉的盼盼，柳盼差点落下泪来。不妨事，叫我盼盼也可。敢问北元37年，京城中被人活埋致死的王妃，可还记录在册？柳盼正好是程厄斯，那妇人还是他经手的。他本是含冤而死，本该入善司，后世也会有个好归宿。但他心中怨气过重，成了厉鬼，为复仇投靠暗界。如今已是暗界大护法，只听从暗尊差遣。可有法子联系？秦欢是神尊，暗界自然是渗透不了的。你若想联系，我便替大人联系吧。柳盼仿佛极好说话，当下便从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秦欢。光明之下，阴界和暗界倒是有几分联系。等这寻亲时亮起，便可唤他现身，但只有一次机会。秦欢点了点头，他懂，生死相隔，如今也是因着他一滴泪有了因果，自然要解决了。那便谢过柳盼了。说完顿了顿，柳盼大人穿这身青色，当真好看。是，真好看。柳盼低喃，扯了扯衣角，便消失而去。明明都下去了，还穿着一身凡人的衣裳，还花大力气布了4、5个阵法，保护这件衣裳不被侵蚀和损坏，倒是有心了。不过这盼盼倒是个好人，盼盼你是个好人。柳盼听了这话，当即苦笑一声，不过是寻了个理由想回来再说2句，便听到这一句话，就如当年他说的那一句：盼盼你是个好人。还遇见他一人得了2次好人卡。柳盼站在屋外站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渐渐隐去身形。
第2日一早，你可知南陵都城真正的名字叫什么？秦欢摇了摇头。我们的都城叫彼岸城，我们与东城一样，我们的都城境内都不曾开花，这大概是受了东城连累。我们两边本就离得近，传闻东城国花是幽冥之花，他们祖师娘娘死亡之际，整个城池开满了彼岸花，只是7天后便枯萎了。之后都城再无一朵花盛开。我们南邻与东城离得近，大概也是受了波及。好在除了花不能开，其余的绿色植被都能存活。秦欢点了点头，心里对东城的传言信了7、8分。秦欢住进了彼岸城中的一处客栈，客栈底下还有说书人。我给你们说啊，这世间冰雪会消融，但唯有神尊的心不会融化。你们瞧瞧，那不平派的老祖宗捂了多少年，也没将化身大人的心融化。据说当年两人还是淌过一个棺材的交情，可化身大人没有丝毫动心。大家都知道，神尊大人一心向着光明，而那尸体不腐为浆，后又修行出了意识。说起来，那小江倒也是个面容俊俏的青年郎君，他就永远也见不得光。这一明一暗怎么可能呢？当年化身大人每日清晨都会沐浴在第一道阳光下，小僵尸只能永远在身后看着他，或是在棺材里看着他。那小僵尸会说的第一句话叫的是他的名字，小僵尸的一言一行都是他教的。小僵尸修出意识后，不知什么为爱，也不知什么为情，只想要修行，将来与他一同沐浴阳光。殊不知这就是情啊！这也导致后来化身大人离开后，小僵尸便放弃了千年修行，站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，一寸寸肌肤被灼烂，最后灰飞烟灭。说来那小僵尸修行到了后来，还养了一条小黑狗。那小黑狗对他极其忠心，浑身毛色发亮，像人一样聪慧。在小僵尸灰飞烟灭后，小黑狗呜咽呜咽地流眼泪，最后不吃不喝，将自己活活饿死了。那说书人一转身便瞧见秦欢脚下那条黑狗。对，就跟他一样，就是这般流眼泪的。顿时指着趴在秦欢脚下流眼泪的心魔道：我去了你8辈祖宗啊！老子当年流过泪你都知道了。心魔痛哭流涕，这就是他为啥恨死神族那个老娘们了呀。暗尊大人有心魔，每1000年便会下界历劫一次，以驱散心魔。神尊却是每1000年要随意投放下界游历，直到该回归时再走。可谁知道世事弄人呢？暗尊每次下界都遇上他了呀。他本来寻到暗尊大人，只需要他从头到尾修行，就能恢复记忆，回到暗界，那心魔便算破了。可谁知道都到临门一脚了，明天就是修行到了最后的地步，结果前一天他为了神尊灰飞烟灭了。秦欢将心魔交给小二喂养，他便给涂善和小富开了个房间，进屋歇息了。当夜，秦欢便又梦到了神主。今日神主大人又立了灶神，床头婆婆还有财神上神界了。那财神金光闪闪，和气生财的模样，倒像极了人间的富贵相。门神是前几日上来的吧？据说是人间功德极其深厚的大将军。如今有了4大天王，水得星君，我得星君，28星宿，咱们这天上呀越发热闹了。就是不知道神主为何总是看着一个方向发呆。上个月月神大人还邀请神主饮酒呢，后来不知为何神主突然对月神没了好脸色。都说月神对神主有心思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秦欢的穿着打扮倒像是个神明的模样，只是着实看着眼生得很。敢问这位神明是哪位大人？神主现在此处。神主殿下天下规则，如今世界无人聆听凡间之事，神主便一直在忙此事。
如今各司神明，各司其职，神主办下了仙桃会，只等各位神明全都上界便开始。现在是什么年月？他那时刚成为神主，依稀记得神主便是在一次仙桃会将所有事交代完毕，然后突然离开神界。如今是神元39年呀！秦欢心里咯噔一声，默默将39年与地下岁月合计合计，竟然已经是他那心上人心衰而死的时间了。秦欢当下脚步一点，便轻轻地跃上云层，朝着神宫而去。神主，你要去哪里？秦欢小友，上次一别，许久不见。你这是想往哪里去？我去寻他，还未多谢秦欢小友。若不是你点拨，我只怕至今不知自己制定了多少天地规则，还要选出神明来治愈，不然还寻不到出去的法子呢。这是我为他寻的礼物，他很喜欢莲花，这颗金莲是双生并蒂莲中长出来的，只得了这么一颗莲子。我瞧了一眼，将来这莲子若是有造化，还能修行，到时候便是一对姐妹花陪着他。秦欢感觉有些眼熟，只是更快一步地拦住了他。小友，这是何意？我既已能随意离开神界，代表着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难道不为我欢喜吗？你不能离开神界，我只想问你，你此刻下去是想将他带上神界，还是陪伴他在人间呢？顾韶光前世竟然是这么个痴情儿，秦欢心里有些不大舒服。我曾度过他，他成不了神，我会尽力陪伴他在人间，直到永远。如今神界已经正常，不需要我时时刻刻看着，但是他需要我。我想告诉他，他比成神更重要。我知道他一定在等我回去。那你可想过，若是你下界，他已经不在人世，你当如何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我成为神主，为天地制定规则，制定四季，制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制定一切，不说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他怎会不在人世？他陪伴我走过无数岁月，我成神的当天便向天地起誓，我的一切都要反馈给他，要护佑他到永远。不可能，天地不可能负我，这万界不可能负我。他若不在，我便掀翻这天地。我为天下大义，为何天下留不下他？他若不在，我便打进地府，是要将带回来为止。十殿阎罗能奈我何？有什么意义呢？两个莫不相干之人，即便是相处1000年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无非就是比常人更亲近一些。神主看了他一眼，突然朝着他伸手在眉心点了一点，再抬头便见神主看着他的眼神略有些怜悯。现在我可以离开了吧？神主攥着手中莲子看向秦欢，秦欢却是打定主意不让他离开。不管你说什么也好，我是为你好，你今日不能离开这里。你当真拦我？你莫要以为我不敢出手。还未开口，神主气息便整个压制下来，两人不过瞬间便缠斗起来。饶是那伏魔天神也惊了一下，那小姑娘看着软绵绵的，竟是拥有与神主一战的能力。秦欢和神主在天际缠斗，那火光遍天，那一道红光一道白光紧紧地缠在一起。这是何人？竟是能与开天辟地的神主相比？神主极少动怒，倒是第一次瞧见他出手。你当真要拦我？我若不拦你，你便会铸下大错。那一闪而过的熟悉，像极了他的心上人。你让开，你拦得了我一时，又能拦得住我一世。如今天道都已放我离开神界，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这法子还是你告诉我的，让我为天地规则寻神明。神明我已经寻来了，你怎么又变脸了？你不能离开，你听我一句，暂时不离开好不好？伏魔，你过来拦住他，不可伤他。是。他一加入战场，便立刻拉开了距离。方才神主还与秦欢缠斗，此刻却很快抽出身来。秦欢心底一急，当即便要撇下伏魔天神，朝着神主跟去。
神主此刻已经临近神宫屏障，秦欢恍惚间想起自己也是会神界护阵咒的，当下便住了脚步，双手飞快地掐诀。神主瞧见他手中残影，心中奇怪的感觉越发明显。那伏魔此刻瞧见他背对自己毫无防备，当下便双手合十，眼中杀机迸现，浑身威压只在瞬间便凝聚。神主转头的一刹那，心头猛地一惊，伏魔不可！神主大声呵斥，甚至即将出神界，脚步都猛地一顿，脚尖一点便飞了回来。只见伏魔一柄长剑直直地穿透秦欢的胸腔，秦欢只觉得心口一痛，缓缓低下头，瞧见神主惊慌地飞过来，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夜里，秦欢躺在床上，突地吐出一口鲜血。妈的，难怪我看心魔总是不顺眼，原来有孽缘呀！这该死的东西！窗户外天地异动，不过瞬间，地动山摇，山崩地裂，四处都是凄厉的哭声和逃窜声。南林不过转瞬间便遭了大难。欢姐，欢姐！秦小妇赤着脚站在门外，满脸焦急。拽门外，地动了！秦小妇满头大汗地踹门。去泪河，泪河周围平坦，去泪河！秦小妇背着秦欢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跟着人潮往泪河而去。秦欢一直趴在他背上，生死不知。秦欢此刻只感觉自己的意识有些模糊，好似虚无缥缈地进入了某种境界。伏魔，你做什么？胡说了，不许伤他，他不是魔。臣看见他会为神界带来灾难，他会颠覆神界，颠覆万界，他不能活。是魔也好，是神也罢，他来历古怪，又实力强悍。此时若不将他铲除，将来便会为祸人间。你做不了的事儿，你做不出的事儿，都有属下，但属下绝不会让人害了各界。你贵为神主，你又何尝感觉不到他的不对劲？是你在心软。神主喉咙动了动，仿佛卡住了一般，心间空落落的。神主要下界，臣没有丝毫怨言。快走吧，你终于能踏出神界，怎么还退却了？你心心念念的下界，心心念念的他就在下面等你。你努力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切吗？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女子，你又何苦为她执迷？主子，您是神主。秦欢仿佛感觉到神主扫过自己的眼眸，那一眼带着几分不自觉的心痛。神主一道流光闪过，伏魔便跟了上去。秦欢心念一动，想要跟上去，却发现自己身形好似被定住一般，一股巨力拉扯便拉着他直直下坠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眼前朦胧一片，黑漆漆的。走走走，走过这条黄泉路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走走走！秦欢猛地清醒过来，转头朝着身侧看去，两个面色苍白、容貌诡异骇人的阴差正手中抓着引魂铃，引着他走过黄泉路。秦欢想张嘴，却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身体，他好似不是他。走吧走吧，这人生皆苦，过完这一世便算是结束了，莫回头，一直走。过了这黄泉路便是忘川河，忘川河上有座奈何桥，待会儿别往桥下看，当心被底下的鬼魅迷了心智。越往里走越是阴森。咦，今儿这些魑魅魍魉倒是老老实实，平日里总是叫起了下心来的。你这小姑娘倒是不像旁人，下来哭哭啼啼的，吵得咱们兄弟耳朵都聋了，还吵吵闹闹，有的还不服气，要回去呢。进了这地府，可从来没有回头路可走。十殿阎罗掌管人间生死秩序，便是十殿阎罗允许，天道也绝不允许。来了便好好的走完最后一程，咱们兄弟也不为难你。两个阴差大概看他面容娇小，又一直安安静静不曾吵闹，倒是多了几分指引他的意思。这奈何桥下都是冤死不愿意投胎的亡魂，他们心中有怨气，不能投胎。这地界阴风阵阵，不过你也别怕。秦欢站在桥上，朝着那河里看了一眼，忘川河水黑漆漆的，
映照出的面容与他有3分相似，不过眉宇间少了几分身为神尊的傲气，反倒是带了几分淡淡的愁绪，看起来17、18岁，正值花样年华，便早早去世，倒也有些可惜。秦欢从水中瞧见那张脸时，整个人都瞪大了双眼。这不是神主那个心上人在东城立了雕塑的女子吗？这是他死后。忘川河里不渡客，生死桥上画前尘。过了这条河，过了这座桥，便真的不是人了。秦欢站在桥上，感觉他脚步突然一顿，转头朝着身后看去，望着天际。小姑娘，你是在等人吧？咱们来给你拘魂时，就瞧见你站在那里望着天边。你这孩子年纪才多大，看着也就18、19岁的样子。他说会回来接我。好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若是有缘，下一世自然会再见。你这般大年纪，想来也没造过什么杀孽，下一次定有一世好机会的。走完这奈何桥，桥头有个孟婆，你喝她一碗汤，便忘记凡尘所有吧。阴差想起不少人都抵触孟婆汤，顿时笑着道：孟婆汤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，既然回不去，便好好开始新生吧。那喝了就能忘记他，那真是个好东西啊。阴差无言以对，便领着他到了桥头。喝了我的汤，忘了那个他，喝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我小不点，我叫云瑶。他依稀记得神主叫云眼，也是了，那时天地初开，就只有他们2人，云眼、云瑶，倒极其相称。好了，喝了吧，云瑶。孟婆会问每一个过路者的名字，并且最后呼唤他们一次。端起那碗苦涩的孟婆汤，一饮而尽，没有半分停滞。我便再唤你一声云瑶。孟婆收回碗，正要坐下，便听得那小女孩脆生生地回了一句：哎，他不是喝了吗？怎么还会应我云瑶？果不其然，云瑶顿时无辜地看着他。你是不是掺水了？十殿阎罗不管你，你就这般不好吧？便是有判官帮着你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的。这要是送去投胎了，还带着前世的记忆，可是大麻烦。你没瞧见阳间那些书上时常写有人偶尔记得前世事吗？还不是你这孟婆汤出了问题，记忆消得不够完全。快，重新再给他一碗。阴差倒也没呵斥什么，毕竟孟婆是冥界极其有名的美人儿，只不过她寻常一身老太太装束，免去了许多麻烦罢了。孟婆看了眼云瑶，又倒了一碗给她，云瑶接过，一饮而尽。云瑶，孟婆看着她，云瑶紧抿着唇，在她期待的目光下点了点头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孟婆汤出问题了，不可能啊！孟婆怀疑人生，接连给她倒了3碗浓浓的，她依然淡定地接过，喝到最后甚至打了个嗝。喝不下了，味道不好，喝多了还撑人。云瑶打了个嗝，小脸通红，有些尴尬，这明显就是没效果的节奏啊！这要出大事故了呀！去把那个孤魂野鬼抓过来！我不投胎，我要杀了仇人，我与他不共戴天！一碗汤灌下去，眼神恍惚，双眼迷茫，浑身戾气散得干干净净。孟婆松了口气，亲娘嘞，差点影响仕途，跟我的孟婆汤没关系，你带去柳盼那里问问。阴差一听去柳盼那儿，就变了脸。柳盼嫉恶如仇，又最是狠辣，这送过去还能不能好好出来都不一定呢。要不再喝一碗？说完看着云瑶，云瑶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一碟花生米都没有，让我喝了5碗，你们别太过分了。那抗拒的模样让阴差哥俩有些无奈。先送他去望乡台看一眼过去和想要看到的人吧，
入了这地府，再出去是不可能了。孟婆姐姐，你真好看。云瑶笑容一闪而逝，这才往望乡台走去。这里是望乡台，能看到你的过去以及你想看到的人，这也算是对人间的最后告别。阴差指了指他，让他上去。云瑶却是突然怔了一下，眼底爆发出令人不容忽视的光芒。什么都能看到吗？当然能看到，从我们哥们手中经手的，什么人皇啊，可都是从我们手里投胎出去的。皇帝都能看到，还有什么看不到的？去吧，将手放在上面，就能看到过去的记忆，心里想着那个人，就能看到想看到的。只见他上了望乡台，将手置于那面大石镜上，那石镜白光一闪，里面确实白花花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咦，这望乡台怎么回事？过去怎么会不容人窥探呢？你再想想你想见的人。云瑶抿了抿唇，心思一动，面前的石镜就变得雾蒙蒙一片，看着烟雾飘渺，好似还有仙乐传来。你这是想看谁呀？石镜都看不透。你再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云瑶嗯了一声，石镜画面一转，一道金光从石镜中显现出来。那灿烂的金光从石镜中泄露，直接将站得近的两个阴差刺得惊恐地叫了一声：“这是何人？为何会引来功德金光？还是如此浓郁的功德金光？”刘判大人，这是小的两兄弟去凡间接引来的新魂，只等着喝孟婆汤上望乡台，然后送到判官大人处决定去处。可连喝了5碗孟婆汤都没见效果，看前世看不清。看想看的人，一个雾蒙蒙的看不清，一个金光闪闪。两人满脸绝望，带了这么多魂魄，就这一届最难带。柳盼站定在少女面前，秦欢瞧见他，倒是愣了一下，与自己前几日瞧见的那个面带笑容的柳盼一点也不同。随我来，先断善恶是非。云瑶轻轻地嗯了一声，这才朝着两个阴差点了点头，随着柳盼去了。在这里，你能看见世间最为丑陋的一面。地上的彼岸花不要碰，彼岸花又叫幽冥之花，乃是这地府阴气聚集。我在阳间的家也有很多这种花。小小年纪胡说八道，这彼岸花在阳间根本活不了。切！云瑶从不骗人，是他给我摘回来的，我将它种遍全城，一直等他回来，现在满城开遍彼岸花了。柳盼轻笑一声，没说话。在他认为，彼岸花怎么可能长在阳间？只要我喜欢，就能种出来。云瑶跟在他身后，呈恶丝的牌匾极其阴森恐怖。姓名？柳盼坐在堂前，翻着生死簿。云瑶。年方几何？家住何处？太久了，记不清年岁了，大概几千岁。大概吧，活得太久，他已经不记得了。东城国人，就在都城。记不清年岁了，太久了，这不瞎扯淡吗？瞥了他一眼，好在这段时日死的叫云瑶的也不多，寻一寻便是了。可是这一寻便寻出问题来了，生死簿翻了个底朝天都没瞧见有叫云瑶的。可是有人杀你而死，因病而死？不是。你这个年纪也不该是寿终正寝，也不是被人所害，便是你不珍惜自己生命，自尽而死。说来也算是吧。心衰而死，而心衰却是自己导致的。屈低14层枉死狱吧，知道错了再出来。说完，手一挥，少女便消失在跟前。待她身形消失，才听得阴差在外面弱弱地喊道：“柳盼大人，那小姑娘似乎有些不同，连底下的冤魂都不敢近她的身，只怕也是有什么大造化之人。不如听听她是因什么缘故。您……”柳盼还是柳盼，黑即是黑，白即是白，从不问缘由。秦欢只见他一个人走在黑暗中，两旁都是恐怖的鬼魅嚎叫之声，那一层层的恐怖哭嚎声几乎让秦欢都不忍了。3个月后，柳盼坐在堂前清查这一季度处理事务，可查探出东城可有一个叫云瑶的女子。回禀大人，
有名为云瑶的女子一直住在东城国城内，并且在她死后全城彼岸花凋谢，据传都是她所种。真有彼岸花？那她死因可是自尽？算是吧。据传她很早便生活在城中，谁也不知道她多少岁。她一直站在东成都城外等人归来，不言不语，风雨无阻，一直候在城外。她身边养着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便是当年阴差去勾魂没勾到的孩子，孩子出生便死亡，生来没了心窍的那个。那个孩子查了许久，不是都没消息吗？当真死而复生了？是，就是她。那名为云瑶的女子生来一颗七窍玲珑心，当时将心窍给了那亡灵，那孩子死而复生，从小便皈依佛门，如今已是天下闻名的佛子，功德深厚，能飞升的那种。阴差提起来都有些惧怕，所以他死于心衰。柳盼有些头疼。听起来倒是个痴情之人，也是为情所困，先将人从王死城带出来。他如今可知错了？那阴差面色就有些古怪了。知不知错不清楚，但他现在在王死城都已经有了编制，据说都快上任王死城的副城主了。这几日另外几层的城主也时常请他做客，管理城内的魂魄。说完，阴差面上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脑袋。属下其实也想去投靠一下，说是那些魂魄都很听他的话，在那边做事极其轻松。唉，说好的18层极难统御呢？你说的什么意思？他成什么了？那云瑶姑娘在王死城很得人心，这几个月帮着城主处理事务，本来是暂代副城主，据说这个月要胜任副城主之位了。柳盼脸一黑，顿时身形消失，往王死城去了。没想到这底下竟是有些意思，唉，只是可惜了，等不来他。你对这些枉死之人做了什么？柳盼心头一跳，这王死城短短3个月，城中竟是少了不少人。劝他们回头是岸，然后投胎了呗。你还劝他们回头是岸？你自己不也是？医者不自医，很奇怪吗？我渡人却渡不了自己，很不可思议吗？这就是周围几个城池都吵着要你过去的缘故。想不到你竟是还有此等造化，我还未查到你在这世间的身份，你恐怕暂时还不能离开这里。云瑶嘴角抿了抿，倒不曾说什么。秦欢用着云瑶的双眼看着他所经历的一切，心中也着实松了口气。半年后，你怎么还穿白色了？我记得你以前爱穿红绿2色，现在怎么穿上黑白色了？怎么会？黑色多契合咱们这里，白色多好看。对了，你给我带阳间用不了的东西做什么？我又不回魂。喏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也不知道谁挂在我的屋中。云瑶扔出一幅画来，那是他曾经亲手所画，每一日睡前都会看许久的云眼画像呢。盼盼，你将这东西扔出去，不知道谁画的。这画中人好似会说话一般，那双眼睛看着我，让我晚上都睡不好。你帮我扔掉，拿去烧了也好。云瑶，你在上面的身份我们依然没查出来，你要不要？什么身份？我不是一直在这里的吗？那双眸子清澈见底，好似一个无辜的稚儿一般。柳盼心中巨震，但面上却半点不显。他怎么会？等会儿我还要去摘幽冥花，等摘完再去万川河洗个澡，喝2碗孟婆姐姐的汤。今儿便是完美的一天，明日便出去游玩一番，把18层都走个遍。柳盼眉宇间有些不安，他从未见过人可以在忘川河中游泳，也没有见过有人自带干粮让孟婆顺便给他做点吃食，也没见过有人能摘幽冥之花。秦欢却是心跳如雷，他每日看着云瑶是一点点瞧见他的变化的，他好似在一点点消散原本的记忆，甚至他的喜好都开始变得不同，而且每日都在加重。若是一直如此，秦欢不知后面该会出现什么结果。怎么了？
咱们铁面无私的柳盼，竟然这般好兴致，在这儿瞧小姑娘玩水。今日孟婆的声音倒不沙哑，反倒是多了几分清丽。柳盼抬了抬眸，没说话，反倒是递给他一团东西。他今日想吃面，麻烦你给他做个牛肉汤底吧。孟婆的脸瞬时一黑，也就这小丫头片子能将自己这孟婆汤吃成汤面。你没觉得这丫头最近有些不同了吗？你可记得她以前说过，牛生来劳作，死后还要被人吃肉，她从不吃牛肉。可如今她的喜好全都改变了。昨日我问她可还等那个人，她竟然问我等谁。你说她忘了便忘了吧，对她来说，遗忘大概是最好的法子了。在冥界不喝孟婆汤便忘却，你可知道意味着什么？生魂不喝孟婆汤，会渐渐遗忘尘世记忆，会重新回归混沌，回归天地之间。生魂只3日不喝孟婆汤，便会回归天地。回归自然是消散于天地间的意思。可云瑶她来这里半年了，她的症状不大明显，但仅仅只是不大明显，却不是没有的。孟婆一番话说得柳盼满脸苍白，听见忘川河中那人的嬉笑声都忘了回应。你恐怕也猜到了吧？孟婆看了他一眼，柳盼是冥界老人了，只不过是当局者迷，不愿相信这一切罢了。柳盼拳头紧握，云瑶正巧从水里爬出来。孟婆，我的面好了吗？孟婆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好了好了，锅里孟婆汤不多了，你先帮我熬着吧。说完便将摊子给了他。说来这孟婆汤寻常人都学不了，唯独他看一眼便会了。盼盼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只是看你如今手艺越发好了，将来只怕能给孟婆换个班了。孟婆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要叫孟婆啊？叫孟姐大概不够霸气吧。正巧这时来了阴差，正拘着个生魂过来。请问你姓甚名谁，来自哪里？我会最后换你一次名字哦，今生便算是结束啦。云瑶姑娘，云瑶姑娘，东城弟子啊，我是保护你周全的弟子啊。我没听过什么东城，什么弟子。云瑶姑娘，你怎么没投胎？云瑶姑娘，你忘记了吗？还有云眼师祖啊，会回来娶你的云眼师祖啊。小和尚安音还记得吗？你亲手养大的孩子安音。眼看着那生魂要失控，阴差这才急忙给他灌了碗孟婆汤，然后将人拘走了。不对啊，这里又不疼，我为什么要捂着心口？方才那人为何认识我是云瑶？云眼又是谁？我叫云瑶，我是云瑶，哥哥教我的。我是云瑶，我是云瑶，你是云什么来着？云瑶敲了敲脑袋，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云瑶站在奈何桥上，桥上来来往往的生魂都离他远远的，明明没有半点攻击力，可见了他便心慌。云瑶蹲在彼岸花丛中，伸出一只手，像往常那样想要掐一朵花簪头上，可他的手直直地穿过彼岸花。云瑶一怔，秦欢也怔了一下，突的天边一阵金光闪现，四处哀嚎。可云瑶却在那金光洒下的时候，感觉浑身温暖。她眼神紧紧锁着那金光，就像她期待那道金光期待了无数年一般。甚至她也顾不得管花了，只抬起裙摆便朝着那金光那边跑。云瑶，你去哪里？王，外界出了事，只怕要使电阎罗迅速派人上去抓魂才是。别看了，那就是神界一个守门的，快回去吧。云瑶摇头，只看着那道金光中走出来的人，感觉自己眼底的光芒熄灭了不少。怎么回事？神界出了点意外，有神明在人间大开杀戒，如今人间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，只怕这段时日地府有的忙了。那神主呢？神主可有出来制止？天将神色更难看了，甚至一句话不回，扭头就走。人间生灵涂炭，可是发生大事了。可是他说过
有他一日，必定护参生一日呀。不对，不对，他是谁呀？哎，他什么时候说的？让人寻酒店阎罗过来商议此事，只怕很快便会有大量生魂涌入此处。若是接受不及时，到时候人间便要出大乱子了。柳盼，你去带阴差。是。眼神迟疑地看着云瑶。秦广王这段时日是将云瑶当女儿养的。去吧，云瑶，我替你看着。瑶儿，来我这里。秦广王一招手，云瑶便乖巧地上前抓着秦广王的衣角。哎，云瑶在奈何桥等我，我会早些回来的，给你带人间的吃食和衣裳。我不想等人。柳盼一怔，心底的苦涩越发蔓延出来。那好，你随意到哪里都行，反正我找得到你。这段时日可能要忙起来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云瑶乖乖地点头。这一日，地府少了一半的人，全都上去了。云瑶当真喜爱彼岸花，没事儿便蹲在花丛中，将那些花朵编成花环戴在头上。有时候在花丛中一坐便是一整天，呆呆的，也不说话，也不笑闹。秦欢瞧见他指尖儿都隐隐透明了，再瞧见地府隐隐有些肃穆的气息，心中升起几分不安。这大概便是神主下界发现云瑶已死的时候了吧？上面恐怕是乱套了，全都乱套了。彼岸花，全城花开时就娶我。云瑶坐着坐着，突然说了一句，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，随即便狐疑地摸了摸脑袋。这一日，一身红衣似火的孟婆来到他跟前，瞧见他双手透明，身形若隐若现，眼眶微红。那你瞧我这样子，像是给人送最后一程，送孟婆汤的吗？倒像是给人迎来新生的。云瑶笑了笑，但面容有些虚弱。盼盼还没回来吗？孟婆摇了摇头，心中也有几分不解。盼盼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那神明虽然厉害，但神主更是厉害，只怕是因为什么事儿给耽误了时辰。你呀，反倒是要保护好自己个儿才是。孟婆想要上前牵着云瑶，这手一伸出去，却直直地穿透而过。孟婆心尖尖一颤，看着云瑶的面容，眼眶都有些发热了。瑶瑶，你上来，我背你回去，我们等着盼盼回来。云瑶看了看自己的腿，轻轻地嗯了一声，趴在孟婆的背上。孟婆背着她走过奈何桥。如今地府只有些游魂在游荡，看着极其冷清。两人刚穿过奈何桥，云瑶仿佛感应到什么一般，突然直起了身子，猛地抬起了头。抬起头的瞬间，那地府仿佛被人劈开一般，浓浓的阳光穿透，金光直接照亮了整座地府。只在一瞬间，那金光洒下之处，所有极阴之体直接灰飞烟灭。孟婆没抬头，被啄得身上直接掉了一层皮，脸上直接被灼伤。孟婆姐姐，孟婆双膝一软，跪跌在地上。金光中站着一人，犹如天神般降临。不该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云瑶喃喃道，她印象中的那个他不该是这样的。孟婆姐姐，云瑶扑在孟婆身上，替她挡了大部分的金光。好在他对那金光没什么异样，甚至浑身还有些暖洋洋的气息。秦欢神色晦暗，他当时那句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屠尽世间一切，竟是真的。秦欢仿佛眼皮子有1000斤重，几次想要睁开，都感觉甚是疲惫。欢姐，欢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欢姐还活着吗？你们这些小子，哎，你姐姐呼吸都没了，嘴边还带着血，只怕是被什么东西砸出了内伤，生生砸死的。是被什么东西砸出了内伤，生生砸死的。将他埋了吧，这天气虽凉，但久了对死者也不好啊！忘了。秦欢在无意识的时候忘了他没呼吸的事儿。
你才死了呢。欢姐这一路走来，经历了多少风雨都没出过事。哼，不识好人心呐！欢姐，你醒了。欢姐，你别动，我找了好多大夫给你瞧，都瞧不出问题。这几日，秦小富声音哽咽了一下，他不敢哭。他父亲被不平派带走了，他也要守着欢姐。我以为你死了，生怕你到下面没钱花，阴差为难你，就……这是什么？这是准备烧给欢姐的。小富哥哥说，欢姐都及笄了，还未嫁过人，到了底下怕受委屈，便给你准备了一篮子的健壮勇猛的。话还没说完，便被小富单手捂住了嘴。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2岁，2岁的孩子信不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欢姐昏迷那一晚，突然山崩地裂，四处都在地陷和坍塌。好在城里转移得快，许多人都逃了出来，但是都城内损失惨重，许多地方都开裂了。据说皇后娘娘都被宗祠的屋檐砸晕了，城里许多人家房子都塌了，死伤无数。听说东城那边也好不了多少，如今大家都聚集在这河边等着灾难过去，这已经是第2日了。许多人的家园毁于一旦，无数人死在其中。老天爷啊，你放过我们吧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们吧！秦欢心间一动，脑海里突然又出现那一幕：神主降临，给整个地府带来灾难。秦欢拍了拍脑袋，当时他只记得孟婆倒在地上奄奄一息，云瑶跌跌撞撞，浑身透明的往阎罗殿走去。秦欢摸着心口，他似乎与云瑶有几分联系。秦欢第一次发觉自己好似遗忘了许多东西。欢姐，你怎么了？秦欢摇了摇头。祭祀！秦欢正想着什么，便抬头瞧见众人突然亢奋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说是因为触怒了神明，需要祭祀，而寻常祭祀的猪鸭牛羊不能代表他们的心意。他们挑了3个相貌脱俗的童男，打算天。这是童男？秦欢猛地瞪大了眼睛，指着远处那高高大大比起他还高的童男，说是神尊是女子，不如找几个洁身自好、干干净净的童男祭天，以后这就是他的人了。说好的童男，这都大男人了。更可怕的是，秦欢在里面瞧见了个熟悉的面孔，顾韶光走在中间。不少幸存的姑娘瞧见他，这等快要国破家亡的时候，都红了脸。此刻皇帝已经领着众人站在祭坛边，3个男人站在身后。这是3根红绳，这3根红绳乃是当年从神尊化身身上得来的，用他无意中滴落的血液浸泡，有通神之能。神尊乃是天地之主，在神界孤寂又寂寥，你们的任务便是成为神尊的男人，好好侍奉神尊吧。这几千年来，咱们鸡鸭牛羊全部都供奉过，但收效甚微，如今更是爆发了地动。你们3个是南林中的佼佼者，这3根红绳你们系在身上，若是上天接纳了你们，亦或是你们与神尊有缘，这红绳便会系在你们手腕上，且终生不会脱落。但若是你们冒犯了神尊，亦或是不得上天接纳，这红绳便会直接消散于天地间。你们3人对神尊表明心意吧。这世间虽然少有人将自己献给神尊，但却是有的，只不过天道存在某种制约，不允许罢了，直接都到不了神尊跟前。今日南林和东城出了大事，死伤数以万计，天道有一丝的松懈，你们3人能不能成，便看各自造化吧。南林掌门人看着3人，眼神在顾韶光身上停留了一瞬。我愿归顺神尊，生是神尊之人，死是神尊之魂。
状元却是赋诗一首，大大的称赞了神尊。秦欢耳边仿佛被炸开了一般，这些话竟然真的到了他的耳边。秦欢抬头朝着天际看去，天道真的没发现有人给他送男人了吗？此刻，我来了。皇帝看了他一眼，这人太不解风情，神尊会选他才怪。顾少光垂着眸子，只觉得心尖跳得厉害。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，几乎让他分不清现实和梦境。想起昨日那揪心的一幕，顾韶光的心中痛得发抖，好在紧握着拳头才控制住自己。三人手中握着红绳，纷纷往自己的手腕系去。身后状元男眉宇间带着几分笑意，只是这笑意还未到达眼底便凝固了，他手中的红绳突然消失了。你与神尊无缘，你与神尊无缘。秦欢却是狐疑地看着天，就在方才，他感觉到一股气息切断了自己和那状元的联系，他的绳子就没了。天道这个狗东西，难道真的在监视他？果不其然，身后那武将也失败了。此时只剩顾韶光一人，秦欢莫名的心跳加快，手腕间有些痒。成了，成了，好事，好事！我南离有福了。哈哈哈。欢姐，不是说神明受天道庇护吗？他怎么可能与神尊有所牵扯？虽说只是送给神尊的男人，但你说神尊怎么与他同房啊？哎，你说是顾将军娶了神尊，还是她嫁给了神尊啊？应该不能算娶吧，这是凡间送给神尊的男人，至多就是个姨娘一般的吧。话音刚落，便感觉有一道目光落在他身上。秦欢似有所觉，朝着顾韶光看去。欢姐，你拉着袖子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夜晚风大，有些凉。我他妈吃个瓜还能吃到自己身上，也是绝了。问题是他们给我塞男人，这还成功了，进展太快了吧？这也太快了吧？这么快，我居然真的有个属于我的男人了。我比较好奇他们怎么跟神尊圆房。欢姐，你看着我们做什么？小时候村里见过的呀，成了亲要圆房，还要喝交杯酒，喝完了还要……秦小富顿了顿，喝完还要干啥来着？他依稀记得那时候众人就将他抱走了，嘴里还说着什么小孩子家家的，看什么看？还要什么呀？小孩子家家的，听什么听？欢姐，我知道他们脱了衣服打架，我小时候趁他们不注意，晚上偷偷听过墙角。那时候王哥哥娶小嫂子，嫂子都被他打哭了呢，听着好可怜，一直求饶说不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嫂子都不敢看他呢，一看他就脸红，直接吓得不敢抬头。他去洗衣服的时候，我还瞧见他脖子上好大一颗红的，估计身上也有。哎，好可怜呐！我还给小嫂子送了跌打损伤的药，叫她从后山逃走。结果嫂子眼泪都要下来了，脸色通红的跑了。秦欢翻了个白眼儿，你隔壁嫂子没打死你，真是算你命大。安姐，你怎么还不来休息？你这才昏迷了几日，别熬坏了身子。实在不行，咱们明日先去东城那边住着，横竖离这里也就1-2日的路程。晕多了，我不困，你们睡吧。鬼知道他睡着了，天道那东西会不会将他拖过去圆房？深夜，所有人都睡了。哎，欢姐怎么这么倔呢？大夫都说了，要她好好爱护自己的身子。这就是你给他点迷魂香的缘故。我是为了欢姐好。他哪里知道，他这一炷香直接将秦欢烧到了顾韶光的床上。顾韶光此刻听见耳旁的话，不由得对他那未来的小舅子有了几分改观。秦欢揉着脑门坐起身时，便听见自己身上叮叮当当环佩轻响的声音。
手一抬，身上穿着一身凤舞9天般的红色长裙。我操！秦小富这个坑货，这臭小子曾经还大言不惭，若是欢姐有了心上人，他必定要好好把关。你他妈别说把关了，你姐都给你直接送上去了。顾韶光眸子带着几分笑意，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。你们召唤吾下来有何事？召唤神尊下了圆房，我从今日起便是神尊的家眷了。似乎猜到秦欢要说什么，他又张嘴了。已经有了神尊的烙印，神尊不喜欢也好，不圆房也好，我都是神尊的人。此事已经被天道所知，已经无法更改。你们怎么还这么无赖呢？这还强嫁强娶了？秦欢如坐针毡，看着顾韶光的侧颜，又有些心猿意马，好像跟神主的气息有几分相似。神尊无需动怒，若是神尊不喜，你便与我说说话，只说说话，什么也不做便是。顾韶光瞧见他的神色，心间有几分苦涩。说起来也只怪他自己，他护在心尖尖的姑娘，竟是遭了那么多的磨难。你与我有了同样的联系，能感觉到什么特别吗？能听到百姓的心声算吗？秦欢怔了一下，竟是能贡献神明的能力，不如我们听一听他们的祈祷吧，有些时候还挺有意思的。秦欢无话找话，只希望这一梦快些醒来。手一挥，秦欢便随意选了一个人的心声。也不知道神尊和那新选出来的男人谁在上谁在下，这说出去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，跟神尊有过一腿。这梦境中声音就这么冒了出来，秦欢呆滞的面颊瞬间升起了一股子燥意。太梦浪了吧，换一个。有时候心中的想法比较秦欢眯着眼睛笑了笑。顾韶光哪里对信徒感兴趣，他满心满眼都只有他的小可爱。看来画本子得换新的情节喽。以前的神主和神尊2个人的床榻之事还挺好卖的，如今换成一个凡人男主，男主不会被折腾的下不了床吧？现在的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的，还就喜欢这么梦浪的东西。不行，不行，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就用神尊将那男子压在身下为开头，对，一定好卖。俊俏美少年心中忐忑不已，刚一睁开眸子，便感觉滑腻腻的肌肤正紧紧贴着他，浑身顿时迅速升温。秦欢这下一双眼珠子都快滴出水来，慌忙将那声音打散。他怎么这么倒霉呀？竟然听到一个写他的小黄文的。这些信徒太爱开玩笑了。哼，他们向来如此，以前更荒谬。神主可有经验了。秦欢此刻心慌意乱，倒也没注意到顾韶光那一副过来人的语气。你有没有心仪之人？我的意思是，除了神尊，你还有没有心仪之人？其实你娶个凡间姑娘长相厮守，远比做我的更好。我有心仪之人，我爱慕他，倾慕他，此生来世都只想与他在一起。但他大概是没有这个想法的。秦欢猛地松了口气，心底却略有几分失落。若是如此，你为何不与他厮守呢？想来他极其娇俏可爱吧。将来你娶了她，你们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宴，生2个属于你们的可爱的孩子。我是神尊，自然不会孕育凡人的孩子，你明白吧？铁杵都能磨成绣花针，更何况打动一个女人？只要你锲而不舍地跟着她，必定能成的。你觉得呢？你说的是。眼神满是亮光地看着他。说完，他又顿了顿。神尊竟是如此大度之人，让韶光极其佩服。顾韶光对着他拱了拱手。秦欢摸不着头脑。好说好说，不过我确实不爱斤斤计较，你倒是从哪里看出的大度？在我们凡间教自己的男人爬墙，这是极其令人
不可置信的是，神尊是当今第一人。顾韶光说起那句神尊的男人，都快美得冒泡了。不管什么暗尊神主，都比不得做他的男人。秦欢一听这话，脸色就拧巴起来了，都快拧成一团了。他教顾韶光绿自己，那个姑娘叫什么呢？若是有可能，我还能送你们一场造化。她叫秦欢，多谢神尊的教导，也多谢神尊传授的经验，我会锲而不舍地追求她，直到她答应我为止。顾韶光凝视着他的双眸，眼睁睁地看着他那双眸子一点点地从震惊变成惊恐。秦欢终于发现哪里不对了，那他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？还自己绿了自己。让你丫的嘴贱，让你嘴贱，本尊被绿，还给化身惹了个麻烦。其实我突然觉得吧，这感情要两情相悦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对吧？你那心上人若是实在不愿，那就扭下来试一试。顾某知道神尊的意思，不管合不合适，一定要扭下来试一试。神尊放心，顾某不会放弃的。秦欢有苦说不出，打掉牙往肚子里吞，到了最后，唯有默默地叹了一口气。那一声长叹，听得顾韶光心都软了，只满腔笑意地看着他，趁其不备，上前轻轻地抱住他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还活着，谢谢你还能出现在我面前。秦欢眼神一花，便从梦境中退了出去。营帐外响起了一声鸡叫，鸡叫声起，天亮了。欢姐，我对你好吧，知道你失眠，还给你寻了市面上最好的熏香，据说就是神下来也得倒。秦欢站起身，左右焦急地找东西，嘴里还喃喃念着：我刀呢？我刀呢？秦小妇一听情况不对，撒腿便跑。欢姐，你这可不厚道了，我是你唯一的亲弟弟啊！欢姐，我错了，欢姐，我错了，你还想不想要弟弟了？将来我还要替你把关呢，你饶了我吧，欢姐。还把关呢？你这个狗崽子，居然把我直接送到对方床上去了，你还把关呢？韶光哥哥，你回来了。韶光哥哥，你这次发财了，可得分咱们一点啊。什么发财了？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！今日起来听大家都在说，你把千金放哪儿了？千金放哪儿来着？顾韶光嘴角一僵，这可咋整？小舅子就是成了财神，也掩饰不住这家伙是个文盲的事儿啊。我一直以为你会做我姐夫来着，我还防着你呢。没想到韶光哥你志气那么伟大，居然敢肖像神尊。要是大祭司活着，估计能活活的气死了。欢姐，你先陪韶光哥坐会儿啊，我去端茶来。涂扇太小了，当心烫着他。秦小妇喊了一声，便急匆匆地出去了。你昨日不是与神尊成亲了吗？今日他们怎么还会放你走？是啊，但是神尊拒绝我，让我勇敢追求自己心悦的姑娘。他支持我，若不是他，恐怕我还看不清自己的心意，还没有这份勇气呢。我趁着他们没注意就跑了。那你为何要去参与那等事？实在太过荒谬了。我以为你这般心思成熟稳重之人，不会参与这等无趣之事。你不觉得他们配神尊是对神尊的侮辱吗？就那个读书人，家中13岁便为他寻了相貌姣好的姑娘，替他红袖添香。那武将虽说不曾有什么妻妾，但是日常荤话却是半点不少。我好歹也没有任何不良的习惯。大哥，你将克妻竟然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你也是牛逼了。而且吧，那读书人年纪小，与神尊肯定没有共同语言。那武将嘛，容貌哪里配得上神尊了？顾韶光一本正经道。当然他丝毫不会说那俩小子回去后立马子孙满堂了。为啥呢？顾韶光送了他们一道造化，但凡碰女人，碰一次中一次。
很快，秦小富端了茶出来，顾韶光悠悠地瞥了一眼。以前都是他们喝剩了的茶沫给自己泡茶，如今终于喝上整片茶叶了。顾韶光端起，大大的饮了一口。待秦欢出去了，秦小富才贼兮兮地走到顾韶光跟前。既然韶光哥哥不拱我家白菜，弟弟就放心多了。以后我欢姐身边若是出现男人，还望韶光哥哥多帮着看看。以后啊，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你了。顾叔叔甚好。韶光哥，以前是弟弟不懂事，你要原谅小福才是。主要是你，我欢姐这人命硬，你又时不时刻个未婚妻，我还以为你对我欢姐有意思呢。好兄弟，好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。秦小富丝毫不觉得愧疚，给人喝了2年的茶沫子。顾哥，你是个有大想法、大抱负之人，小福敬佩你。是，我定不负你所托，小舅子可真是个好人呢。顾哥，那你以后就是站在神尊背后的男人了，真厉害。涂善这会儿手中拿着块饼子啃着。对了，善善这孩子是个好奇心重的，他想托我问问，洞房是怎么洞房啊？为什么要叫洞房啊？哪来的洞啊？小富哥哥，我今年2岁哦。对呀，你才2岁就这么好奇了。顾韶光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耳根微红。以后你就明白了。说完，素来沉稳的他竟是坐不住了，直接站起身，朝着营帐外走去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神尊大家都知道，是貌美如花，乃是全天下最慈祥、最有善心的女子。她呢，化身千万，但她从未有过男人。昨日那被献祭的男子，可是她唯一的男人。你胡说！我从话本子上看到，说神尊是神主的妻子呢。你们在这胡说！隔壁东城要跟你们闹起来了。东城信奉神主，跟神尊可是势不两立啊。神主心上人可是个凡人，听说如今还在世间轮回呢。东城千百年来一直在寻找，前几日听说有眉目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只等着寻到那转世，便将它献给神主大人。外面吵吵闹闹，秦欢却是心头一缩，不自主地抬起手抚了抚心口，心脏的跳动好似与以前不同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男人果然都是靠不住的。神主当年保护不了他的姑娘，如今却寻了个化身，将满腔的爱意给了他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是他却又不是他，那算什么呢？秦欢想起曾经的云瑶，就替他不值。他那漫长的等待以及受过的委屈，就算寻个转世回来，那也不是他弥补的，那也不是他。顾韶光脸色陡然一惊，那你该喜欢姑娘了吗？那你说男人哪里好，半点也不让人放心。据我经验所知，男人呀，只有挂在墙上才让人放心。顾韶光挂在墙上才让人老实。此时他无比的怀念曾经的云瑶，那个总是拽着他的衣角，满眼小星星的看着他的小姑娘，只期望着他能回头看自己一眼。他永远都在自己身后。再看看现在的秦欢，跋扈无情，比当年的他还要无情3分，并且他是真无情。这泪河真的是云瑶当年等他流的泪吗？秦欢指着不远处那条河，当然是真的，你可以尝一尝。泪河的水可是苦的，东城那边更是传言，那姑娘眼泪都流干了，哭都不会哭了呢。秦欢勾了勾唇，没再说什么。大师兄，你腿脚不便，又失了修为，不敢进城也就罢了，咱们是巫子巫女，进城去探一探却是不算什么的。姚月，不得胡闹！如今这么多百姓，你闹着要进城，你能负责吗？你是不是瞒着师傅的？师傅心系百姓，自然不会胡来。大师兄，你用这口吻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还是那天资卓越的天才师兄呢。谁知道现在大师兄连基本的术法都用不出来了呢。耀月瞥了眼他身后的一弦，眼底有几分嫉妒。你以为自己守着个宝贝呢？你要便留给你喽。
耀月冷着脸看了他一眼，看着他的容颜，心底有些不服气。耀月巫女果真是心系百姓，咱们都是些小老百姓，都指望着那点钱财那点粮食吃饭，就算现在逃过一劫，钱财丢了也活不过去呀。您可是大善人，为咱们老百姓想的善人呀。那男人对着耀月一阵恭维，耀月嘴角微翘。大师兄，父亲已经叫你搬出神庙，师兄也要为了以后筹谋才是。耀月对着一贤耀武扬威。你赢了大师兄的心又怎么样？可他的身已经废了，我得不到的东西谁都别想要。哼！耀月冷哼一声，走上一步站在一贤身边。本来父亲已经计划为我和大师兄定亲，如今他废了，我不要了。我不要的破烂你便拿着吧，真以为自己捡了个宝贝呢。你呀，就跟你那主子一样惹人恶心。我主子曾经说过，你的命本不该这般贵重，是你父亲强行改了你的命，你如今这一切都算是偷来的。若是做好事还能维持，但若是为恶，恐怕上天会收回这一切。多行善事，月姑娘，这年头神明即将回归，是有报应的。好得很，你就跟这个瘸子好好过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哼！耀月冷哼一声，让那守卫开了门，便带着百姓入了城。秦欢双手环抱，淡淡的看着城门处大量涌入的百姓，手轻轻地打了个响指。盼盼，来收人吧。顾韶光刚一靠近，便听得他这一句盼盼这两个字，听得他心惊肉跳。秦欢等人一靠近，华年便转头看向他。欢姑娘，城里可还有危险？入城者死。华年呼吸一滞，脚步一顿，便要转身。你可知道自己的命格与常人不同？我本生在富贵之家，但我出生没几年，家中出了意外，全家被斩首。那年师父向殿下进言，殿下要多做善事，殿下才免了我家府上幼童和妇女活下来。后来因缘巧合下，是师父收留我。师父替我算过，我的命生来就该进神庙，这等天煞孤星之命，家人承受不住。师父与我有恩，他的女儿我也要替他守着才是。你师父与你有恩，这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。你可算过自己的命格？是了，你一定没算出来，甚至被反噬过吧？你可知道你的母亲曾有一丝功德，她在无数年前曾种下一颗莲子，那是一对并蒂莲，是神明对人间的恩赐。那对并蒂莲落地生根，落到了极旱之地，你母亲不远千里将自己的水给了那对金莲，并且将那对金莲种在了合适的地方，只求那对金莲能护佑她腹中的胎儿。但那时金莲尚且年幼，只有微薄的意识，便在他身上落下了印记，只待灵气复苏，修为高深后再报恩。直到这一世，那对金莲才有了修为，在记忆恢复的瞬间，便送了你母亲一缕造化。金莲乃是神明所有，耳濡目染之下，自然不同凡响。孩子生来富贵，拥有神明的恩赐，这是极其尊贵的命格。秦欢一字一顿道，不止华年一脸震惊，连一贤一柱都惊呆了。一对并蒂莲，这是什么缘分？尊贵无比。你家曾经只是个略显富裕的家庭吧？你家中人可说过，在怀上你之后，家中步步高升，直到你几岁时才出了意外。你的命格贵不可言，绝不是什么天煞孤星命。至于你家突然出了意外，不过是遭人算计罢了，你就没发现有什么不对？譬如你身边有些人生来蠢笨如猪，却慢慢变得聪明伶俐了。要借你命格之人，必须得离你极近，必定是你亲近之人。借势和借命差不多，都得时常接近才能成功，才能避开天道的耳目。你从小可有时常与人交换衣服穿，可有人时常用你的东西。果不其然，华年脸色大变。我4岁那年，
家中遭逢巨变，本来家中只是小康之家，在我出生那年，父亲扶摇直上9万里，成了殿下眼前红人。那时我家门庭若市，门客众多，谁都得捧着我父亲。就在我4岁那年，府上突然被殿下判了斩首之刑，师父那时还不曾认识我，让殿下赦免了狱中所有的孩童和妇女。我在外流浪了2、3年，那时师父在外寻找继承人，已经寻了无数年。后来华年眼中隐隐地带着几分水光，似乎依然很怀念那一日。后来师父寻到了我，那时他抱着我几乎癫狂，喜得直说这是他最为完美的继承人。他便将我日日带在身边，教我读书习字，教我占卜，教我术法，当我如亲生儿子一般。你那小师妹呢？你那师父作为人间术士，还拥有这般高的地位，必定是透露了很多天机的。你可听过5弊3缺？五弊：官、寡、巫、毒、残；三缺：财、命、权。你师父娶了妻，但妻子早亡，后院里只怕不少伺候他的妾室都没什么好下场吧？我若是没猜错，恐怕后院子女也是中庸无能。说句难听的，甚至痴傻儿都有吧？他明明泄露了天机，还站在高位上，还试图生儿育女，将这一切权力传承下去。天道怎么可能给他？你以为天道是吃屎的吗？那个狗东西可鸡贼了。是了，我3岁时家中还未落魄，曾经误入过一次神庙，那时曾经瞧见几个孩子，看着都不太灵光。6岁那年进了神庙，师父将我带在身边，那时他1岁的女儿耀月。华年语气顿了一下，心间微微一抽。那时耀月是他正妻之女，却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，说是伤了脑袋。1岁了，也不会叫爹爹，也不会走路，也不会说话。我第一次瞧见他，便目光呆滞，没有神采。师父说那是他唯一的牵挂，他不求别的，只求替他多看着孩子。后来他只要忙完，便会将那孩子带在身边，这也是他对耀月多加纵容的缘故。耀月的一切都是他教的，说话、走路，一切都是他教出来的。他会说话的那一天，华年突然晕倒了1天1夜。后来他会走路时，自己又晕了1天1夜。那时师父极其感慨，又说他得天道庇护，让他将自己不要的衣裳留给耀月，让他沾沾喜气。我总是羡慕他，天赋卓越，父亲健在，整个师门的腾宠，拥有所有的爱。除了母亲早逝，一切堪称完美，便是当朝公主都不如他的。那是因为那一切本就该是你的呀，你挡了本该属于他的煞，你死了至亲，而他接了你的事，他从蠢笨扶摇直上，成了聪慧的小公主。不可能，师父他金莲代表一切福禄寿喜，你母亲是不是肩上有一对莲花？那便是当年金莲留下的印记。是不是一朵红色的莲花？一根莲上长了2朵花，左边的大一些，右边的小一些。华年抿了抿唇，点了点头。那便是了呀，根本不可能早逝，病逝和意外都不可能。那是我们姐妹，不是，那是金莲给她的赐福。寿终正寝，子女孝顺，儿孙满堂，不该被人间皇帝所斩的，除非有人策划，蒙过了天道的眼睛。那对金莲是他和一贤呢，所以在北渊时，一贤说要帮你恢复，我便拒绝了，因为我算到你回了南陵，便该恢复正常。只是没想到你那师父倒是心狠，最后的机会也给了他女儿。如今你完全走了他女儿的路，他女儿完全走了你的路，你们的人生被成功交换。不行，主子你帮帮他，他竟然偷了造化，那场造化，那岂不是还害了他？他们本是想报答他，从未想过竟是被人盯上，还害得人家破人亡。那个小贱人，我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他知不知道这一切？你说呢？要知道换命格之人，不只要时时刻刻与那人在一起，身上还要佩戴他的生辰八字，以躲避天道。
你那师妹有没有打听你的生辰八字，便知道了。华年脸色苍白，甚至摇晃了一下。你的命呢，是逢凶化吉，事事有贵人相助，但现在一切都在月月身上去了，你就没发现你在4岁以前与她极其相似吗？那耀月这次重新修复仙缘，你自己恐怕也察觉到了吧？在北渊时，你虽说断了仙缘，但每日身子其实是在慢慢恢复的。但自从回了南陵，一切都停止了，甚至于月月越来越好，你本来恢复的仙缘又重新斩断了。他夺走了你最后的一丝机缘。天道不公，他怎能任由贼人作恶？这世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要宰了那2个贱人，偷了我们的东西，还如此欺负我姐！我要宰了他的脑袋给狗吃！你骂就骂，何必侮辱我？没有王法，但我们有主子。那么你想如何选择呢？他夺了不该夺的机缘，如今天道感应到了这一切，对此极其愤怒，降罪于南陵。这也是地洞的缘故，他这一入城，必将一切还回来为止。他偷来的机缘，他偷来的人生，都将重回正轨。天道在拨乱反正，但你将他叫出来，那他便逃过这一劫，继续用你的人生，过着本该属于你的日子，而你却要日日生活在臭水沟中，生活在阴暗中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你甘愿？所以今日城中还有一次灾难，进城之人他们都会。是呀，但那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？方才进城时，他们说这一切自己承担，还将你骂了一顿呀。人这一生极其艰难，要想重新投胎做人，更是要各种功德才能得来这一世。是呀，那又如何？可做出决定的是他们自己，没有人逼他们呀。华年嘴唇张了一张，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进了这城门，只怕要面临一场大灾难。他若是将耀月带出来，便能救了所有人，但也会放过耀月。秦小妇看着欢姐，觉得欢姐有点狠。欢姐，你起床没洗脸有眼屎。世间之人有善有恶，里面有心系儿女的爹娘，也有贪得无厌的混账。但纵有无数人混账，却也不该连累无辜之人。我想换耀月出来，所以你才会败给你师父。你不如他心狠。秦欢看着他入了城门，看着他急匆匆地朝着城内而去。这不争气的东西，欢姐，是你的话，你会饶过他们吗？饶过他们是天道的事，我的任务是送他们见天道。一贤心渐渐一抖，果然，欢姐还是你欢姐。你觉不觉得欢姐吓人？以后估计找姐夫更难了呀。不，欢欢很可爱，她比自己更适合这个位置。华年此时已经进入城门半个时辰左右了，远远的便瞧见2个人拖着死狗一般的华年出来了。行了，别来耀月巫女面前了，这位巫子你放手吧。你和耀月巫女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什么天道，什么报应，还当自己是神庙呼风唤雨的大师兄呢。秦欢突地松了口气，瞧瞧，总要遭受这世间的毒打，才能懂事呀。一贤一柱无奈地看着欢姐，这想要教训华年的心思不要太明显呢。我怀疑欢姐是故意宽便他进去的。一贤急急忙忙上前一看，心疼的眼泪都掉下来。这贪念已出，哪有那么容易出这道门呢？欢姐，你故意哄他进去挨揍的呀？秦欢笑而不语，笑得一脸神秘。你看看，人家也不领你的情呀。几人心里一顿，便朝着城池看去。果然，抬头的瞬间，眼前一片晕眩，地上震动，站都站不稳。本来摇摇欲坠、即将坍塌的房屋，全都开始抖动。不过3个呼吸间，一切便停了。快来人呀！快来人呀！耀月巫女被压住了！耀月巫女被石头砸中了！完了，被天道所感知了。太医诊治后，耀月除了还吊着一口气，整个人容貌尽毁，双腿被废，那才绪上的仙缘更是齐齐斩断。爹，
爹，我该听大师兄的话，该听大师兄的话。爹，你去寻大师兄，你去寻他，他是不是家？闭嘴！耀月猛地一滞，这才闭了嘴，生怕自己说错了话。他知道了，华年全都知道了。师妹，你别怕，师父上次能帮你续回仙根，这次一定也行的。你们寻大师兄做什么？大师兄如今自己都是个凡人了。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。南林掌门出了门，脸色便垮得难看。师父，只怕需要您上去主持大局才行。方才是小师妹带着人进了城，并声称是师父您卜算过不会有危险。小师妹还说，若是发生任何事，她愿意承担责任。这会死了不少人，外面的人家属都让师父您出来。你还给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呀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是你说不会有危险的。死了这么多人，你怎么负责？你怎么负责啊？你们这些神棍，你们都是骗子！这么大的浩劫，半点音讯也没有，你们对得起我们的供奉吗？这一切天灾，别说南林，便是东城也不曾反应过来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神。可东城已经查出了缘故，说是有人欺瞒了上天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责罚，而我们南林的罪孽最重。到底是谁欺瞒了上天？巫师不是精通卜算吗？为什么没有查出办法？巫师大人，都说卜算之人有5弊3缺，东城老国师几百年都不曾娶妻，你娶了一门又一门，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，且个个愚笨，为何耀月是个例外呢？我记得坊间当年还有传闻呢，耀月生下来1岁都是痴傻儿，可到了1岁后却全部变了。华年大师兄天资聪慧，小师妹愚笨如猪。小师妹总是捡大师兄的衣裳穿，所有人都教不会小师妹说话走路，唯有大师兄可以。后来小师妹越发出众，大师兄却开始走下坡路，开始变得平庸，大家就不觉得奇怪吗？还真是啊，好似每一次小师妹学会什么，大师兄都会晕倒一次。第一次他会说话，华年整整晕了1整天。后来会走路，再后来会修行，能修行那一次，华年直接大病了一场，整个人身上的光芒都暗淡了许多。也是从那一刻开始，他的光芒被小师妹给掩盖了。哎呀，还真是，那不就是耀月本应该跟他那些哥哥姐姐一个样，但是全靠大师兄改了命。众人一听，全都悚然一惊。上次大师兄伤了脸，断了腿，修为被废，如今他却是完完整整的，跟大师兄一模一样。他也伤了脸，直接毁容，直接齐腰被断了腿，修为被废，比起大师兄更加严厉的惩罚，而这一切都是上天还给他的。本应是他的命格，他却强行换给了华年师兄，但华年师兄有上天庇佑，到了他身上便被削弱了许多。他顶着大师兄天之骄子的命格，还欺负大师兄，惹得上天都看不下去了。巫师大人，你就不觉得心虚吗？天道无处不在，你如今已经被盯上了呢。那就是说，是巫师引来了天罚，才惹得南林遭罪。你们胡说！师父对大师兄如同亲生儿子一般，甚至耀月都无法相比。师父怎么会是这种人呢？你胆子倒是大，现在你那小师妹都遭了天道反噬，到时候当心你师父拿你的命格换你师妹的，到时候就是你躺在那儿当废人了。那小屋子顿时吓得往后一缩，离师父远了好几步。身为神庙之主，执掌整个南陵的祭天事业，你却为自己谋私，强行改命，甚至华家那些人满门抄斩，都不知道巫师大人有没有沾惹呢？身后皇帝脸色微变，当年便是巫师说华家有不臣之心，但那只有自己和巫师知晓啊。怎么现在不需要我，便要卸磨杀驴了？我生来拥有通晓世间的本事，一直为国效力。我为南林趋吉避凶，我为南陵做出了多少？我的子嗣一个个不健全，这也是你们怀疑我的理由吗？
我为祭祀招了天谴，5弊3缺，妻子死了，孩子吃傻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们若是不信，我便指天发誓，这下你们可满意了？那你发誓啊，说这么多，发誓就行。你运气好，发誓吧。顾韶光倒是很有兴致地看着他。你能聚集这么多大佬看你发誓，哼，劈不死你我不信。罢了，你们既不信，我便起誓吧，相信上天会给我证明的。哼，这要是上天没给他降下半点责罚，只怕百姓又会被他所欺瞒，华年大师兄就白费了。不怕，他运气好着呢，聚集了千百年来都不曾遇到的众多神明。今日我南陵巫师在此起誓，我此生从未做过任何愧对良心之事，一心为国为民，不曾有半点私心。若有假，天打雷劈。华年大师兄呢？为何只字不提？那巫师沉沉地扫了他一眼，拳头微握。我膝下爱女耀月，生来聪慧，得上天眷顾，有幸成为巫女，成为侍奉神明之人，养子华年，天煞孤星。说着说着，巫师感觉不大对头了，浑身凉飕飕的。神尊神主2尊大佬静静地看着你吹牛。爱女与华年各自遵循原本的命运，并未有半点交集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从来不曾为耀月和华年偷换命运。此话若有假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手还指着苍天，还不曾放下，耳边便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惊雷声，咔嚓一声，一道惊雷直接劈中了巫师。护驾，护驾！站在他不远处的皇帝直接吓懵了，吧唧一声跪在地上。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只怪他运气太好。果然是巫师闯下大祸，连累咱们南林，害了南林啊！他身为神使，竟是逆天改命，为自己女儿谋私利，这是惹了上天斥责，降下责罚，这才连累了我们小老百姓啊！杀了耀月，要将他祭天，以慰苍天。师傅，当真拿了华年大师兄的命，换了耀月的天赋吗？师傅他怎么敢？大师兄一直将师傅看作父亲一般，将耀月看作亲妹妹一般啊！天啊，师傅竟然真的谋害了华家全府，连累满府人被抄斩，只为能收养大师兄，借他的运势给自己的子嗣，他怎可如此歹毒？如此这般人，他如何能成为我们的师傅，成为百姓爱戴的神使？来人呐，先将巫师尸骨收好，不许任何人收敛尸骨，将耀月打入大牢，查清他是不是知情者。很快，南林就变天了。信徒遍布全南林的巫师成了人人喊打的叛逆之徒，耀月也被打下大狱。你不回去主持大局吗？如今南林需要你，巫师虽然死了，但百姓都相信你是上天喜爱之人，依然还尊敬你。你若是回去再好，身旁没有你。一贤突的脸色一红，直直的红到了耳根，好似脸颊直接烧了起来。其实我一贤想起自己是个小精怪，眼眶便有些发热。他若是知晓自己是个骗子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我家中没有一片鱼塘，该如何养你呢？你小金莲的胆子怎么变小了？当初你顶着一株金莲的身子，像个孩子似的求我帮忙，怎么现在胆子还小了呢？一贤呆滞地看着他，顶着那株金莲，他没想到他当时竟是本体去的。我如今有你便知足了，拯救苍生是圣人的事情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秦欢缩在墙角，嘴里碎碎念：抱他抱他抱他呀！嗨，怎么这么傻？啥都不说，反手就是一抱，一说话就亲他，亲得他腿软。花本子里就是这么写的。秦欢这2天刚看完《霸道神主爱上我》，这几日正迷着呢。身后顾韶光心中一动，哎呦，来了来了！秦欢突地往后一退，转身拉着顾韶光便跑。别让他们瞧见了，快躲起来！咦，小妇呢？
他不是和小妇来听墙角的吗？小妇被你留在那儿了。顾韶光悠悠地看着他，果不其然，那小丫头脸都僵了。顾韶光闷笑一声，眼底满是笑意，能重新站在他的身边，看着活蹦乱跳的他，真好。顾韶光想起方才欢欢所说，心里正琢磨着要不要上去抱着欢欢，迟疑了一瞬，鼓起勇气上前。欢欢，我刚伸出手，嗷的一声，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。只见那黑黢黢的死狗直直地跳起来，朝着顾韶光冲过来。昨夜咱们门口是不是来了一条野狗？嗷嗷叫了一整夜，和咱们家那条黑狗对着叫，差点打起来。顾韶光举着勺子的手一顿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喝着粥。那黑狗向来是做老大的，走哪便打到哪，只怕是跟南陵的狗子起了冲突吧。对了，你怎么喉咙如此沙哑？难道是风寒了？等会儿我让大夫来给你瞧瞧。顾韶光今日早晨一直不曾说话，时而听得咳嗽几声，好似喉咙都沙哑了一般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与人骂街骂了个通宵呢。不妨事。那黑狗突然倒在地上，咯咯咯地笑个不停，那声音犹如破锣嗓子似的，早已沙哑一片。一人一狗视线对视，然后纷纷鼻子出气，哼了一声，转过脑袋不看对方。我总觉得你们俩有秘密。哼，我还能和一条狗有什么秘密？他听不懂我说什么，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。顾韶光眸子一沉，好似昨夜与狗子吵了一晚上的不是他。我今早感觉自己好似能感应到天地的灵气了。一贤低着头没说话，秦欢瞥了他一眼，淡淡的了一声，倒是没拆穿他。一贤偷偷的将灵气渡给华年，他也是长本事了。哎，没想到这真是巫师换命，惹了上天震怒。好在这南陵皇帝是个有本事的，不过几天便将百姓安抚住，如今城里也快恢复正常了。对了，我还未告诉你们呢，那部平派出事了。我爹前些日子不是回来了吗？那部平派据说都与暗界联盟了，结果一早上起来，遍布各界的不平派弟子全都被解咒了，突然就解咒了，没有半分征兆。据说那部平派掌门急得头都秃了，真是活该，这倒霉催的。秦小妇笑得开怀不已。正好他爹带着圆圆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个白衣少年。你们说这不平派那少主是不是踩了狗屎运？这也太倒霉了！不平派存活了几千年了，都没寻到半分破解之法，愣是在他上位之后成了个光杆将军。你说好不好笑啊？好不好笑？这人若是来到我面前，我定要好好嘲笑他一番才是，让他为非作歹，为富不仁，为所欲为。只见那白衣少年脸色阴沉，双眼皮耷拉着。哎，爹，你回来了。对了，你们那不平派人都走光了吧？你们那掌门哭没哭？听说是个小矮子，估计要哭鼻子呢。快去拿个碗来，我和你小娘还没吃饭呢。我给你带了个弟弟回来，这段时日便跟着咱们了，他没什么去处。秦老大又加了一句，急急忙忙拉着那少年坐在他上手。不平派竟然这般丧心病狂，这么矮矮小小发育不良的都收进去，真是杀千刀的东西。你别怕，来了我们这就什么也不用怕了，欢姐会保护你的。你们那无恶不作的掌门不敢将你如何的。说完便亲自端了一碗饭给那少年。少年抿着唇，他在想自己要不要将这碗饭盖在他脸上。他叫安安，你们叫他安安便是了。秦欢瞥了眼安安，眉头一挑，再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秦小妇。哎呀，这可有好蹊跷了。等会儿吃了午膳，咱们进城去瞧瞧，看看如今城里如何了。东城那边倒是因祸得福，据说这一震将祖师娘娘的坟墓给震出来了，不过是个空壳。
据说当年不知道被谁将整个坟墓都连根拔起了。待一行人吃了午膳，便一起出了门。那安安转头便离开了。爹，那安安到底是谁呀？小小年纪这么能耐，一看就是没经历过毒打的孩子。还小，不懂事儿。都城内拥挤不堪，突的鼻翼间闻见一股奇异的馨香。他吸了吸鼻子，转头一瞧，一个小姑娘正愕然地站在他身后，似乎没想到他会突然回头。秦小富愣了一下，那姑娘转头对着他羞涩一笑，这面容似乎有些眼熟，好似跟那安安有3-4成相似。小姑娘手中提着个钱袋子，朝着他得意的一笑。哎，等等，咱们还真是有缘啊！小福从来不曾见过如此有缘之人。秦小富看着小姑娘，一脸惊喜。那小姑娘眼皮子一哆嗦，诧异地看着他，怕不是哪里有问题？真的，你看，你用金色的钱袋子，我也用金色的钱袋子。我在袋子上绣了一个聚宝盆，你的袋子上也有个聚宝盆，而且我们的聚宝盆都是用金线绣成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！那小姑娘一听此话，差点眼珠子都瞪出来，一直讷讷地看着他。秦小富举着钱袋子掂量了几下，越想越是惊叹。你可知我的钱袋子里装了多少钱？我的装了180两，你的是不是也是这么多？是不是？秦小富将银钱倒出来一数，果然竟是180两。欢姐，是不是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了？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缘分啊？全天下绝对找不出比这更有缘分的人了。我看就是个憨憨。说完，满是崩溃地跑了。智障，鬼跟你才有缘分。哎，你别跑啊！欢姐他们来了，给他们看看咱俩一样的钱袋子。秦小富高声喊道，手顺势往腰间一摸，顿时浑身一僵。不对呀，不对呀，我的钱袋儿呢？我的钱袋儿哪去了？秦小富猛地怒斥一声，眼前突然一花。哎呀，我操！怎么啦？你的真命天女偷了你的钱袋子，缺钱了？秦欢抿着唇，好笑地看着他。哎，同情你脑子不好使，真的。秦小富嘴巴一撇，都快哭出来了。欢姐，你还打趣我？去他妈的缘分！去你的钱袋子相同，聚宝盆相同，这原本就是我的。我遇上贼了，还错把贼当做了真命天女。呸！小富不傻，傻人有傻福，果然是智障儿童欢乐多呀，难怪当初和欢欢总是很开心。女人不可信，女人不可信啊！别说女人了，就是母的、雌的都不能信。哎，秦小富一路都闷闷不乐，直到进城时，那安安才慢吞吞地回来，腰间鼓鼓囊囊的。众人走近的刹那，安安的眼神朝着秦小富的方向瞥了一眼。安安，你去哪里了？秦老大小声问道，心里却止不住的叹气。这安详怎么就突然找上他了呢？不过想起自己当初已经临门一脚上了黄泉路，全靠安详将他拉回来，自己这条命倒是全靠他了。秦老大也没什么怨言，去逗了一只猫。安安慢吞吞地站在他身后，跟着众人一块儿进了城。城里如今已经重建大部分了。如今已经6、7月的天气了，怎么还阴冷的？安安白了他一眼，哼的一声走到他前面。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？秦老大却是对着他直摇头。这安详最是讨厌人家说他像个娘们儿。方才穷奇将药月给掀翻了，还踩了一脚，闹得可厉害了。还不是活该，借了华年大师兄的命。华年大师兄多好的人啊，当年华家也是数1数2的大善人，谁知道竟是遭此大难。哎，那耀月用了别人的命偷来的人生就不会愧疚吗？京城里议论纷纷，
华年听见2句，微微垂下眸子。一贤站在他身后，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手。顾韶光走在身后，眼珠子都快羡慕红了，不着痕迹地走在秦欢身边，走路之间用手背不自觉地试探秦欢的手背，心里默念着1、2、3，只等过了前面那个路口，便伸手拉住欢欢。街道前头似乎传来几声哭嚎。耀月的声音惊恐又刺耳，顾韶光拳头握了握，鼓起勇气朝着身边的小姑娘伸出了手。这一伸手，毛茸茸的，顾韶光浑身一僵。韶光哥哥，你牵个狗做什么呀？秦小富指着地上直立行走，将前肢耷拉在顾韶光手掌中的黑狗。顾韶光深深的呼气吸气，呼气吸气，死死地压抑住内心的狂躁。秦欢满脸诧异地看着身旁男人。韶光哥哥，你是不是对这条黑狗有些不一样的情谊啊？我发现你俩极其懂对方呢。有时候黑狗一咧嘴，你都知道它在笑什么；黑狗舌头一伸，你就知道它想吃什么。你俩可真懂对方。你是不是懂狗语呀？你要是学狗叫，黑狗听得懂你的话吗？顾韶光脸色一黑，他现在极其怀疑秦小富是不是发现了他昨晚与那黑狗舌战300回合的事儿了。现在他都能将爪子塞进你手里了。顾韶光几乎给气乐了，手指哆嗦着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那黑狗却是默默地收回了前肢，屁股一摆，一摇一晃地走在前头。黑狗那脸上竟是人性化的多了几分笑容。顾韶光冷着脸，瞧见前面华年和一贤手牵手，涂善和秦欢手牵手，秦小富跟前站着个白衣少年。顾韶光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然后左右手交握，自己拉着自己。切，谁还没手牵呢？他自己牵自己，哪里不对了？秦欢一抬头，便见盼盼站在城门前。盼盼感受到了他的视线，素来稳重的他突然对着秦欢展颜一笑。顾韶光手中的长剑微微出鞘，判官眉头一皱，手一挥，便将阴魂带走了。只是看向顾韶光的眼眸极其阴冷。快来看一看，快来瞧一瞧啊！大神主与神尊的爱恋最新版出来了，今日只出了1000册，先到先得呀！给我留一本，给我留一本！不行，我要点残版，我要点残版啊！我要神主和神尊那见不得人的2、3社，快给我拿3本，我的朋友们也要买。这是卖什么？竟是抢着送钱！小子，你问什么问？小孩子不能看啊！正经的人谁看这些东西呀？真是丢人现眼，还要不要脸面了？走走走！秦欢拽着秦小富走在最前头，背影极其坚决。当夜，某秦姓女子便戴着头巾，捂着面纱，出来时2手空空，回去时背着满当当的一包裹。没半个时辰，某顾姓男子飞檐走壁进了书肆，飞出去时脚步都重了不少，背上那硕大的包裹隐隐地露出了一个书角。当夜，秦欢熬了个通宵，他偷偷点着灯，小心翼翼地就着灯光翻看着画本子，从深夜看到鸡叫3遍。天亮了，他那双眼珠子极其干涩。主子，该起来了，等会儿要渡河去东城国都。医助还有些奇怪，平日里欢姑娘都是天还未亮便早早起来了，今日竟是半点响动也没有。韶光哥哥起来了吗？奇怪了，我竟然还有瞧见韶光哥哥赖床的一天。真是巧了，都没起呢。下了楼，端着碗，秦欢深深地打了个哈欠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哎，你俩昨夜这是做了什么？怎么一大早起来打哈欠，好似没睡醒的样子？他住在欢姐和顾韶光的中间，两人昨夜门窗都没开过。顾韶光揉了揉眼底隐隐的黑色痕迹，不着痕迹地摸了摸鼻子，昨夜鼻血都快流干了。
昨夜做噩梦了。两人异口同声道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又纷纷转过头不看对方。昨夜有些闷热，失眠了。又是异口同声。你俩说笑吧，你俩不是别人的噩梦都不错了。你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吗？还同时做噩梦了吗？还闷热失眠，你俩是串通了口供一起失眠吗？连原因都相同。秦欢和顾韶光面面相觑，只是一触及到对方的目光，便又猛地移开，好似对方的双眸是火，能灼伤人一般。谁都知道神尊是他，却也不是他；谁都知道神主是他，却也不是他。但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将自己和他带入了进去。大概吧。秦欢说完，顾韶光便点了点头。那黑狗趴在秦欢脚下，总觉得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不可言说的故事，偏偏他还抓不到原因。用了膳，一行人便准备渡河去东城了。泪河的水还是这么苦，好涩口，要不你们也尝尝吧，这可是我们泪河的特产。哪有河水是苦的？秦小富笑着道，说着不信邪地伸出手在河里沾了一下，一塞进嘴里，那脸顿时苦哈哈的，呸呸呸了好几声。呸呸呸！那有怎么这么苦？太苦了，这心尖尖都苦了。